这个肾虚的男人刚穿越就被抓来当壮丁来守城，而此刻匈奴大军黑压压一片如汹涌的潮水般逼近关隘，霎时间男人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。怎么很紧张？你也别害怕，眼睛一睁一闭，一辈子也就过去了，没啥好怕的。你安慰得很好，下次别安慰了。进攻！天下，匈奴大军开始进攻了，先躲过这轮箭雨。很快，一波箭雨也是停了下来，而此时东方大军也是搭好云梯，就开始往上爬。快，准备反击，守住城墙才能活命。一把破旧的弓箭，5根箭雨，果然是一个炮灰呀！小子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射啊！看着如潮水般涌来的匈奴大军，谢不二也是回了过神来。下一秒，谢不二搭弓拉弦，便朝着城下人群射去。不好，头好痒，要长脑子了！杀戮系统激活，主人谢不二，杀戮值1，功法5，金手指，杀戮值，这必然是一件加点修仙类型的金手指了，加点。下一秒，一股暖流涌入到了他们身上，我感觉我现在强的可怕。下一秒，城墙下的一个匈奴士兵被一箭穿心，倒在地上，死的不能再死。这杀一个匈奴士兵，杀戮值又恢复到了1点了。嘿，不错啊，又杀了一个，这可不像是刚征来的新兵蛋子。运气好，运气好！我特么谢谢你的运气好。你运气能不能不要这么好？那是我们的命。此时，匈奴士兵沿着云梯往上爬，守城的士兵也是抱起石头疯狂往下砸，甚至有的士兵提着烧得滚烫的金珠往下溜。等会敌人如果攻上城墙来，你就退到后面去。难得出现一个射手苗子，老兵可不想谢不二死在了近身厮杀之中。放心吧，叔，我很惜命的。下一秒，谢不二继续搭箭拉弓，朝着城墙下的匈奴大军就射去。为了变强，为了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活下去，对不起了。谢不二再次搭箭拉弓，一箭射出，又结束了一个匈奴士兵的生命。小子，你真的是刚抓来的壮丁，射杀了5个敌军，脸色都不变一下，这他妈的是新抓的壮丁。不仅是老兵，旁边几个士兵也有点诧异的看着谢不二。那还有假？行了，你退下去休息吧，等会就是短兵肉搏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别伤着。不行，我要继续杀敌，保家卫国。叔，再给我弄些箭雨来，我感觉我现在强的可怕。强的可怕，去给他拿一张好弓来，再拿10支箭雨来。大叔，我要50支箭雨，今日我要猎杀个痛快。这家伙转变的太快了，前几分钟还在瑟瑟发抖，这回竟然像是一个久经战场的老兵。给他拿20支箭雨来。一个士兵领命，匆匆去拿弓和箭雨。此刻谢不二看到地上有几支敌人射上来的箭雨，当即过去。还行，还能继续用。谢不二拉弓射箭，6支箭雨射完，杀死6个匈奴士兵。这一幕看得周围几个士兵目瞪口呆。这真的不是扮猪吃老虎，你管这叫壮丁？谁家壮丁长这样啊？轻松射杀10个敌，脸色都不变一下。杀戮值增加到了10点，又可以一键加点了，加点。下一秒，大量弓箭手的经验涌入他脑海，同时他的力量也增大了一些。我感觉现在自己强的可怕。凭借一张破弓就射杀了11个敌人，这份弓箭天赋真的很恐怖。很快，去取弓和箭雨的士兵也是回来了。小子，好好杀敌，争取活下来，以后弄个职位当当。猪，看好了，定让这些匈奴崽子都下地狱去。谢不二说着就打起。下一秒，一箭射出，一个匈奴士兵茫然的死去。战斗持续到中午，匈奴大军才擂鼓鸣军收兵，攻城的匈奴士兵也如潮水般退了回去。只可惜这金手指只能是自己杀的敌人才有杀戮值，要不然我直接起飞了。不久后，中午休息吃饭，大家也是自我介绍熟悉。我叫王五，我叫张带牛，我叫李不四，李不三，他和不四是2兄弟，亲兄弟。借不二，李不三，李不四，还真巧。猪，你叫什么？师长就叫老兵，没名字。没名字，难不成有故事？名字只是一个代号。谢不二挠挠头，这样一来，他对老兵更好奇了。不久后，与众人熟悉后，谢不二抬头看向老兵。猪，军中可有武学？你确实该学点武，要不然这细胳膊细腿的，给匈奴贼寇2刀就砍死了。猪，有你这么埋汰人的吗？你今日杀敌30有1，我可以做主，将军中修炼的武学传给你。听到老兵说有功夫，谢不二心中狂喜。安宁关守军学的武学叫做蟒牛劲，修炼有成，可力如蟒牛，臂力过万斤。我要学，我要学。行，我这就传给你。不久后，老兵将军中修炼的蟒牛劲修炼口诀和修炼体式交给了谢不二。怎么样，记下了没？记下了，能不记下吗？有了金手指，在脑海中早已经出现了蟒牛劲。真的记下了？真的啊，看一遍就记下了，你练一遍给我看看。行啊，加点。下一秒，力量感和蟒牛劲修炼的记忆和经验仿佛天成般出现在他脑海中。此刻，谢不二摆开架势，对演练了一遍蟒牛劲的体式。此刻，老兵和其他士兵目瞪口呆地看着谢不二。这种熟练度的蟒牛劲演练法，真的是只看了一遍。众人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谢不二。你真的只看了一遍，以前真没有修炼过。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妖孽，感觉我们好像是个废物。当初他们刚入伍的时候，可是修炼了2个半月，才勉强将蟒牛劲的练体式学会。怎么说呢？有金手指，我可不就是妖
妖孽天才嘛。猪修炼武道可有境界划分？境界划分自然是有的。谢不二伸直了脖子，开始认真的听。武道修炼分为武徒、武者、武师、后天、先天。随后老兵叽里呱啦的说了很多。后面呢？后面年轻人别好高骛远，做事的脚踏实地。修炼很难嘛，一键加点不就倭寇了？不久后，老兵拿来了一套战甲，穿上安全一点，别给敌人一箭给射死了。怎么老是说什么死不死的，不吉利？不错，看起来有几分模样了。就在谢不二与老兵继续交流时，突然关外战鼓响起，快拿武器上城墙！此刻众人纷纷拿上武器就往城墙上冲。不久后，众人登上城墙，而此时城外的匈奴大军已经开始攻城。弓箭手出列，射光你们手中的箭矢。各个小队伍中的弓箭手纷纷出列，撒弓撒箭，朝着匈奴大军射去。此刻谢不二也是熟练的搭箭拉弓，寻找目标。杀戮值加1。城墙上有匈奴士兵倒在城墙上。不久后，在弓箭手将手中的箭雨射完后，所有弓箭手退到了后面去。又将35支箭雨射了出去，是时候加点了。系统加点莽牛劲。瞬间一股暖流涌入他的身体。然而看着城墙上战斗的正激烈，谢不二也是心痒痒的很。那些匈奴敌军可都是我变强的力量源泉呀！队长，给我一把刀，我要去战斗。你刚战斗退下来，现在弓箭手不参加战斗。谁说弓箭手不能参加战斗？我要战斗，杀敌报国。我为男儿当洒热血，保卫边关。哪来的二傻子，赶着上去送死？给他一把刀。一个士兵递了一把刀过来。谢谢了。像谢不二这样的傻子，现在真的很少。不久后，谢不二找准目标，对着一个正在与友军战斗的匈奴人就砍，一刀砍死一个匈奴士兵。谢不二又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匈奴士兵突然从城墙上一跃而起，死来！此刻谢不二知道就毫无章法可言，完全就是凭借一股猛力与敌人战斗。对方也没有那么强嘛，刚才应该是借了从城墙上跃下来的事，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将我震退。见此，谢不二持刀猛砍，将立鼓砍得不断后退。这个看起来像是文弱书生的人，力气竟然不小。抗！解决了一个敌人，谢不二继续寻找目标战斗。突然，谢不二感受到强烈的杀意，心中小子实力不错，难怪能杀了我弟弟。不过这点实力还是送你去给我那好弟弟陪葬去吧。一满武徒大圆满的实力，单臂力量1000斤，完全不是谢不二能挡的。完大了，难道要死在这里了吗？这个肾虚的男人刚穿越就被抓去当壮丁，幸好觉醒了杀戮系统，只要杀人就能不断变强。而此刻他也是遇到了远超他实力的敌人。小子去死吧！小子，不是叫你去后面去了吗？怎么又跑到城墙上来了？不要命了！我要杀敌，当然就杀上来了。没死就快点起来，地上凉。老兵说完就没有再管谢娃，与立马大战斗。我能不知道地上凉吗？这不是被敌人一脚踢得缓不过气来吗？缓了一口气，谢不二从地上爬起来，提刀继续杀敌。不过这次谢不二学乖了，趁着匈奴士兵在战斗时，谢不二一刀就朝着匈奴的腰子扎了进去。你真尼玛老六！如此干净利落的就扎腰子，真狠呀！谢不二朝对方微笑了一下，没有多余的时间打招呼，他又继续找下一个受害者。那纯真的微笑真吓人呀，得离这个人远一点。这个男人多鸡贼，趁着敌军在与友军对战时，他找准机会就一刀直接贯穿对方腰子。谢了，兄弟。不过你这杀人的刀法还挺独特的，怎么会有人专门盯着别人的腰子扎呢？难不成有什么特殊癖好？不用谢，大家都是袍泽，一起杀敌报国。谢不二就这样游离在战场上，找准机会杀一个。卑鄙小人，你搞偷袭，你不讲武德。战场上以杀死对方为目的，你管我是不是偷袭？不二兄弟，战场危险，你可得小心点，这样专扎别人腰子，可是招人记恨。嘿嘿，谢谢大牛哥提醒，我晓得。不二兄弟，你还是别笑了，看着瘆人。与张大牛打过照面，谢不二又开始了他的扎腰子大业，这回大乱斗很容易让人显露。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，匈奴大军见没能拿下城墙，只能鸣金收兵。看着如潮水般退去的匈奴大军，谢不二看了看手中的刀，都已经砍出了豁口。此刻城墙下堆满了尸体，有匈奴敌军的，也有守军的。残阳如血，月如钩，多少忠魂埋深秋。别在那搞穷酸文人那一套，走了，归队。不久后，谢不二躺在了营帐里。来，让我康康今天下午获取了多少杀戮值，系统老登何在？谢不二武徒中期，杀戮值70，一键加点吧。下一秒，一股力量充斥着他全身，同时关于莽牛劲修炼的经验和记忆也涌入他脑中。虽然在这里没有了那些可爱的启蒙明星100多个 G 的内存，也没有人继承，但在这个世界有了金手指，我想我必然能走上人生巅峰，看不同的风采。带着美好的愿望，谢不二沉沉睡去。次日清晨，谢不二就被叫醒出操训练。边关守军唯有自强才能活下去。不久后吃完早饭，谢不二就找到老兵。叔，干嘛？嘿嘿，那啥，军中修炼的刀法可有？传我练练呗。
就这搞得跟做贼一样。你昨日杀敌不少，军功我给你报上去了，只要你不死，以后弄个国长当不在话下。猪，这些都先不说，先传我刀法。猴急啥？不二兄弟，就算你不开口，时常也会传刀法给你的。昨日下午的战斗，谢不二空有力气，但是刀法稀烂，他们自然也是看到了。看好了，我亲自为你演练一遍。此刻谢不二可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兵，生怕错过了每个细节。怎么样，记下来了没有？要不要我再给你演示一遍？都记下来了，谢谢叔。真的记下来了？对呀，可不记下来了吗？一键加点血煞刀法。瞬间10点杀戮值消失，血煞刀法惊艳涌入他脑海，让谢不二感觉自己像是练了2年半的血煞刀法。你来练一次给我看看。谢不二接过刀来，拔刀就演练起来，上辽斩雀，立体华山，横刀向前，夜斩八方，鱼彩千军，乱推乱，编不下去了。看一遍就能达到这种程度，难道这小子真的是习武妖孽？了不得啊！不二兄弟，你再看一遍，竟然抵得上我们练习2年半。有时候真的很恨上天不公，像谢不二这种一脸书生样的人，竟然是个武道天才，这找谁说理去？嘿嘿，我只是悟性比较好。行了，别骄傲自满，好好练习，你这也才算是初入门。叔，我知道。此刻关外战鼓响起，匈奴大军又开始扣关了。很想去参加战斗，可惜今天轮换不是我们营守城。叔，你说这匈奴大军要攻城到什么时候？入冬。现在匈奴大军扣关南下，为的就是洗劫边关百姓的粮食过冬。有得打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嗨，那啥，我不是想着多杀点匈奴贼寇，积攒军功，弄个1官半职，买几亩薄田，然后娶个老婆，过上好日子吗？还老婆，苗长大了没有？好，不二兄弟，他还是个厨吧？我今年17了，苗长大了，毛也长齐了，要不拿出来比比？闭嘴，瞎胡咧咧什么？在军营里比秒，真是不想活了。谢不二只能乖乖闭嘴。张大牛也不再逗谢不二，众人此刻整理战甲的整理战甲，打磨战刀的打磨战刀。早上就这样听着厮杀声度过。下午谢不二从老兵这里拿了手令去领装备。你是谁的部下来这作甚？我是老兵的士兵，这里有老兵手令来领取装备。原来你是那家伙的兵，行吧，等着。嘿，兄弟，你也来领武器装备吗？是的。是你扎甚神手？扎甚神手？什么扎甚神手？没什么。下一秒，大汉转身快步离开了。看着对方离开，谢不二觉得莫名其妙。邓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领了武器来？你猜我刚才看见了谁？神神秘秘来，莫不是遇到了平美将军大人不成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遇到了扎甚神手了。扎甚神手？相传那个专下黑手打匈奴敌军腰子那个？对，就是他。我昨天亲眼看到过，他狠狠地扎死了5、6个匈奴士兵，都是一刀扎穿腰子。那些匈奴士兵死得老惨了。不是，你怕他干大？难道他会扎你腰子不成？再说了，就算要扎腰子，那也是扎匈奴贼寇了吧？交给你下来。我这不是怕他扎顺手了，突然给我来一下，那我岂不是废了？我老家的小红还等着我回去和他成亲呢。不久后，中午吃过午饭，老兵皱着眉头看向城墙，还不见匈奴大军鸣金收兵，今天的攻城似乎比昨天更加猛烈了。老兵担忧没过多久，他的担忧还是怕什么？于是他们这一营也是赶上城墙去支援。今天登上城墙的匈奴敌军似乎比昨日还多。此刻进战，谢不二拔出腰间的战刀就冲向敌人，撩刀斩雀。下手如此之狠辣，我顿时感觉胯下一凉。这小子不是扎腰子，又是撩刀斩雀，也太凶残了。此刻但凡修为比谢不二低的敌人，很快就被他像砍瓜切菜一样斩杀了。不久后，谢不二看到前方与敌大战的大汉，有点眼熟。这个大汉像是去领武器时遇到的那个大汉。看到这，谢不二体内老六的基因又作祟，下一秒一刀扎在这个匈奴士兵腰上。我操！他来了，他又来了！扎甚神手，他带着温柔善良的笑容又来了。没事吧，兄台？没事，谢谢。邓武说完谢谢，赶紧转身远离谢不二。自己很可怕吗？怎么感觉对方很怕自己一样？百思不得其解的谢不二继续寻找下一个受害者。看着谢不二不断斩杀袍泽兄弟，匈奴士兵4、5个人一起围上来，要斩杀谢不二。低贱的大魏人，敢杀我族这么多儿郎，你该死！该死的应该是你们，我会一刀一个送你们去见你们的萨满大神。哼，等我王庭大军破关，定当将尔等魏人屠尽。一个匈奴人双手举刀就杀来，其他4人也纷纷对谢不二发起攻击。血煞刀法。此刻谢不二刀上带着煞气，打开大河，一人独占5个匈奴敌军。不久后，一套血煞刀法使完，5个匈奴敌军便倒在了血泊中。现在的我强得可怕。此刻谢不二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继续砍杀爬上城墙的匈奴敌军。城墙城楼上，一个将军注意到了谢不二。那是谁的部下？怎么这般勇猛？将军，看样子是一个小兵，应该是7营5校尉部下的。不错，这么一会的功夫就斩杀了20几个敌军，有几分勇猛。此次不错，勇猛善战，敢拼敢杀，可为一伯长。天将点点头，记下了谢不二。不断砍杀匈奴敌军的谢不二，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守军大佬关注。这个肾虚的男人有多鸡贼？战场上趁着敌军在对战时不断的偷袭敌军的腰子，此刻他的举动也是引起了匈奴强者。
武者，想不到我竟然引得匈奴大军中的武者对我出手，能接我一刀，难怪能斩杀我族如此多儿郎。不过今天你是命到头了。武者也不知道杀起来怎么样。无限接近武者的力量，加上小城的血煞刀法，他也想试试自己与武者的差距。狂妄，就让你看看武者与武徒之间的差距。谢巴尔一个滑铲来了个移形换位，下一秒两人大战在一起，刀光火花四射。真正的武者果然是不可小视。小子，不错，竟然能让我受伤，你足够自傲了，死了也不亏。壁画这么多，你家里卖壁画的吗？想要杀我，你倒是来啊！小武徒后期境界的武者也敢嘲讽我，死吧！撩刀斩雀，谢不二撩刀上来，直奔吉伯萧的兄弟两具。竟然这般的脏，直奔下路而来。血煞刀法，断你双脚，断你狗头。血煞刀法中有这招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再快又有什么用？可惜你的力量还是太弱了，乖乖受死吧！在绝对实力面前，所有的挣扎都是徒劳。他喵的，踢死你大爷我了！果然越阶战斗不是那么容易。受死吧，小子！老王还不动手，我抵挡住了。吉伯萧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匈奴大军，与安宁守军绞杀在一起，根本没人呀！我的腰子，你他喵的炸我！兵不厌诈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，还不如回家去挖土豆去吧。该死的小子，敢射我腰子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吉伯萧愤怒了，没有了一个腰子，家里的翠花定然会离他而去，寻找跟强者。那他在外征战，获取军功爵位还有什么意义？都是眼前这个该死的小子！我就不信被这了一件腰子，我还打不赢。半截剑矢扎在腰子上，吉伯萧每跨一步，肾都像是在经历千刀万剐一样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哈哈哈，怎么样？你过来打我啊！百夫长，我来替你斩了他。你一直都这么勇的吗？老子杀了你这喂狗！强忍着肾疼，吉伯萧冲向了谢不二。嘿嘿，今天看来能弄死一个武者助兴。谢不二得势不饶人，血煞刀法猛劈猛砍，杀得吉伯萧不断后退。战斗到现在应该不少杀戮值了，加点。下一秒，一股力量瞬间流遍他全身。这是突破了？难道我命要绝于此？血煞刀法，一刀封喉。这是斩杀的第一个武者，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。现在的他如入羊群，实力逼得普通匈奴士兵他全挡不住真枪。这小子杀心好大！好小子，血煞刀法竟然领悟到这地步，满打满算，谢不二习武也才2天而已，这是什么妖孽？杀了他！下一秒，6、7个匈奴士兵围上，要围杀谢不二。血煞刀法，五马分尸。五马分尸又是什么刀法？血煞刀法中有这么一式吗？杀了他！下一刻又有10几个枪兵围上来，是要杀死谢不二。此刻谢不二也依旧无惧，提刀就冲杀了上去。不二老弟，我来帮你。有王五加入战斗，那10几个爬起城墙来的枪兵也3下5除2的被两人斩杀殆尽。好家伙，你这实力增长的也太快了吧！一般般，我还想这一下就突破先天，将这些匈奴敌寇斩杀殆尽呐！你丫的真敢想，一下就突破到先天，这种梦了怎么敢做的？春梦我都只敢偶尔做一下。哈哈，这有什么不敢想的？你别太显眼了，小心匈奴大军中的神射手盯上你。哈哈哈，我会注意的。此刻匈奴左贤王中军大帐内，大王，大单于传讯，询问我们何时攻破安宁关。右贤王那边进攻的如何了？右贤王那边听闻快要拿下岐山要塞了，那就抓紧时间攻城吧。我要在右贤王拿下岐山要塞的时候，先拿下安宁关，一举横扫关内。是。不久后，随着左贤王的命令下达，匈奴大军继续派出大军加入攻城。坏了，匈奴大军加强了攻城节奏，等会估计会有强者登城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强者多强？扇你一巴掌是。看着似潮水般涌来的匈奴敌军，谢不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刀都砍卷了，城外的大军依旧看不到尽头呀！这是有多少匈奴人扣关啊？匈奴左贤王庭10万大军，10万大军就攻打一个关口，那我们安宁关守军有多少人？3万，到现在只有2万多了。我他喵的3万打10万！现在为了补充守关人数，都已经出现抓壮丁的情况了。我就是被抓来的。北境边关每年都有一族扣关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将军没有去求援，补一个小兵，这我哪知道？此刻城墙上传来沉重的呼声。天地间满是肃杀之气，就连天空中的云都阴沉了下来。将军，匈奴大军怕是要强攻了。无妨，这安宁关有我在，匈奴想要攻破，一时半会他们还做不到。再调2个营的士兵上来守城。是。不二老弟，小心点，活下来。等战事结束，我请你去城里宜春楼喝花酒，然后就上前继续杀敌。好，说定了，到时候一起去潇洒。此刻攻上城墙来的敌人越来越多，谢不二看着哪里上来的匈奴敌军多，就冲向哪里，完全是不要命的。
就在此时，突然他感到几股强大的气息袭来，令人心颤。只见从城墙下的匈奴大军中一跃飞起5道魁梧的身影，下一秒，几人一掌打出，喷气如浪潮，直接打飞10几个士兵。还好我离得远，真正的强者登城，果然是一巴掌拍死一片。此时城楼上出现5个将军模样的人，下一秒从城楼上一跃而下，要10几人挡在了那5个匈奴人面前。匈奴狗贼救得雌雄，喂狗，还以为你们不敢出来迎战呢，哈哈哈！杀了他们，夺下城墙，让大军入关。瞬间，10人大战被真气威压都让普通士兵不敢接近。这就是武道强者吗？在这战场上，实力越强，活下去的机会才越大。加点吧！下一秒，一股强大的力量流遍他全身，不断冲刷锤炼着他的体魄骨骼。谢伯二5图极限杀戮值20加。5图极限是什么鬼？消耗了40杀戮值，竟然是5图极限。实力得到突破后，谢伯二继续大杀四方，但是有意避开那10个强者大战的战争。住手！老子让你住手，你没听见？听见了，但你叫我住手，我就住手。找死！小小5图，老子剁了你这位狗的狗头！匈奴大汉举着一把大刀就砍了。你怎么会这么强？小小武者，可笑，武者就很强啊！你是我杀死的第2个匈奴武者，杀戮值增加5点。果然，实力越强，收获的杀戮值越多。可战场上终究是突破士兵比较多，杀起来也快。这小子是10全大补药了吗？这才多久，一身实力就快追上我了？难道说这世间真的有武道妖孽？王哥，那5个匈奴强者和5位将军都是什么修为啊？先天武者。先天武者，我也要快速成长起来，成为先天武者。离那里远点，先天武者的一缕真气都能斩杀我们。我又不是傻子，头铁往上面凑。别废话了，赶紧杀敌！这该死的匈奴贼寇越来越多了。这个肾虚的男人刚穿越就被抓去当壮丁，幸好觉醒了杀戮系统，只要杀敌就能不断变强。而此刻越来越多的匈奴敌军爬上城墙来，幸好此时调上来的2个营赶到城墙上，才勉强将匈奴大军给压制住。再派1位将士参与攻城，给我狠狠地消耗安宁守军的有生力量。是。此刻匈奴大军的冲锋号角响彻天际，上万匈奴大军压来，不断攀爬上城墙。此时谢伯二也是面临20多个匈奴士兵的围攻，实在是他太凶悍了，自然会遭受重点照顾。杀！伯二兄弟别怕，哥哥来救你。然而王五还没有冲到谢伯二这里，就被包围上来的匈奴大军给缠住了。这人怎么总是想着来抢我的人头呢？下一秒，谢伯二使用血煞刀法将围杀的匈奴敌军不断砍倒，此刻杀戮成为了战场色彩。撩刀斩雀。这种死法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将那匈奴百夫长斩杀后，剩下围着的匈奴士兵很快就被他斩杀殆尽。战争一直持续到傍晚，匈奴大军还是没能攻下城墙。此刻匈奴大军也是如潮水般退去，匈奴敌军退了。今天守城的4个营8000人，到现在只有3000左右的士兵还能站着，可想而知他们守的有多么艰难。很多士兵看着袍泽的尸体，还有匈奴敌军的尸体，脸上满是悲切。也许明天躺下的就是他们了吧。将士们不用悲伤，今天我们打赢了，斩杀了很多匈奴贼寇，没有一个匈奴贼寇攻入城内。将军，我们真的能守得住城墙吗？能，一定能。平北将军与我们共存亡，誓死守卫安宁关，绝不让匈奴贼寇入关。夜晚不知道是哪个营房里传出了悠悠的枪笛声，悠扬婉转动听。此时平北将军杨业的营房内聚集着几个安宁关守军高级将领。将军，据北关那边真的派不出援军吗？据北关可是有20万阵北军，难道连1-2万援军都不舍得派过来？岐山要塞，匈奴右贤王也在率领10万大军扣关，你让镇北将军怎么派援军？杨业的声音落下，5位皮将沉默了。要是没有援军，安宁关剩下这点人还能坚守多久？那朝廷的大军呢？杨业没有说话，目光看向远方。让人去通知关内的郡县，让他们派遣宪兵和军兵前来支援，就说安宁关破了，他们也不好过。是，卑职这就去通知。次日清晨，谢伯二所在队伍练完早操后，一行人被聚集在一起。谢伯二出列。谢伯二愣了一下，然后被王五给推了出去。到，怎么不记得自己麾下有这么一员猛将啊？不过上面下达的任命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这是你的任命书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第10队的伯长。这算起来，自己才当了2-3天的兵罢，还直接升到了伯长，妥妥的连升3级啊！后面武校尉说什么，他都没听清楚，完全沉浸在升任伯长的喜悦中。小子，好好带领这100人，我可是将他们交给你了。是，我一定带领好他们。看着谢伯二，武校尉也不知道谢伯二哪里被平北将军看中，竟然直接给他下达了任命状。今天我们营没有战事，大家都好生休息，后面还有战事等着我们。武校尉说完就走了。
兄弟们，之前大家可能都不认识，但现在我是你们的伯长，我叫谢不二，大家都记住我，以后冲锋我一定会冲在你们前面，倒也倒在你们前面。他说出这番话来，让第10队的士兵对他有了许些认同感。是他，那个扎圣神手，完了，怎么是他？怎么了？你认识？能不认识吗？扎圣神手，我跟你说过的那一位，就是他，看起来也不像啊，清秀的脸庞，看起来倒像一个柔弱书生。不像，那是你没有看到他在战场上的凶悍模样，扎起敌人的腰来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伯长，没什么就好。谢不二点点头，他还以为这是对他当伯长有意见呢。好了，大家都解散，好好休息，随时准备着迎接战斗。不久后，谢不二找到老兵他们，叔，我来看你们了。你怕不是来炫耀物？怎么会？你误会我了，张大哥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就是那样的人。他战功也够了，修为也够了，可是却没能得到提拔当部长，到现在还是个大头兵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酸味？张大哥，你闻到了没有？行了，别贫嘴了。上面既然提拔你当伯长，那就要好好的带领士兵，升上去不易。还有，现在回去好好睡一觉。这还不到中午，回去睡什么觉？听老兵的就成，现在回去好好的睡一觉。快滚吧，别在我眼前晃悠，我现在看到你就烦。你这是羡慕嫉妒恨，小心我锤死你！谢不二回去了，虽然说老兵没有说原因，但是谢不二还是照做了。从中午一觉睡到傍晚，谢不二醒来了。前世渴望金戈铁马如梦来，现在已经在战场上厮杀了2、3天，多少感觉都有点不真实。谢不二伯长，我是怎么了？有军务，校尉传令让你过去一趟。接到军令，谢不二便朝武校尉的营帐而去。不久后，武校尉的营帐内，想必有部分人已经猜到了叫你们来这的原因。平北将军下达了袭营的任务，这个任务落在了我们营身上。此时不少伯长听到了袭营命令，脸色都变了。终于知道老兵为何叫我回去休息了。感情那个时候老兵就已经猜测到了。袭营顾名思义就是夜晚袭击敌营，相对于而言，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。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匈奴大营后面，尽可能的烧杀扰乱匈奴大营，减缓他们白天攻城的时间，为守城争取时间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现在就去集结军队，当然我也和你们一起。不久后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2000人的军队从南门悄然出境。2个半个时辰后，众人才绕到匈奴大军军营后面去。突兵卫，你带500人从左侧发起进攻；李兵卫，你带500人从右侧进攻；我带1000人从匈奴大军后面进攻。是。现在是此时，寅时准时发起进攻，袭击敌营。诸位可听明白了？明白了。好了，出发。不久后，谢不二所在队伍距离匈奴军营500米左右，队伍停了下来，在火光的照耀下，可以看到夜晚巡逻的匈奴士兵。兵卫大人，我们等会就在这里发起偷袭吗？你有什么意见？这个距离，等会冲锋起来动静太大，属下想着不如摸到100米，等会冲锋起来要容易很多，这样也不容易惊动匈奴大军。你小子说得轻巧，靠近敌军大营100米是那么容易吗？别到时候坏了袭营计划，小心你我人头不保。兵卫大人，我有办法摸进敌人100米，保证不会被发现。我敢立下军令状，若是无法完成任务，提头来见。这种夜色都不敢靠近敌军100米，还玩什么夜袭敌营？好，既然你敢立下军令状，那现在你就带着你那一部的士兵向前靠近敌营100米。李兵卫见谢不二如此坚定，也不废话，直接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主要是他倒是想看看这个能被平北将军看中的人有什么本事。目的达到，谢不二回来召集他那一队的士兵，跟我走，往前摸进，等会为大军进攻开路。伯长，这个距离再往前很容易被敌军发现的。跟着我就行，我有办法能让你们不被发现。这个世界的军队竟然连匍匐前进都不会，连偷袭都玩不明白。唐云山张了张嘴巴，想要劝说这是在送死，可是见谢不二下达了军令，再多的话也没有用。大家都跟着我，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，不许发出一点声音来。谢不二抵着身子，猫腰前进，后面的士兵有样学样，跟在他身后。毛腰走了50米，谢不二就趴到了地上去。都趴下，跟着我。士兵看到谢不二趴在地上，也都只能有样学样。看着谢不二等人消失在夜色中，李兵卫也有几分好奇，这家伙怎么带着队伍消失了？半个时辰后，依旧不见一点动静。一个伯长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兵卫大人，这家伙不会是带着队伍逃跑了吧？”闭嘴！好的不会盼望着，挑拨离间倒是很会。这个肾虚的男人趁着夜色，带着一队士兵匍匐前进，准备夜袭匈奴敌营。此时夜色越来越深沉，匈奴大军中巡逻的士兵警惕性也在慢慢降低。现在什么时辰？现在是丑时6刻钟，距离寅时还有2刻钟。还有2刻钟就是寅时，那就是还有30分钟。寅时是人最容易犯困的时候，也是夜袭发起的最佳时间。都准备好，等会随我一起冲锋。是伯长。攻进敌营后，海大和你带着1族士兵放火烧敌营，唐云山你带着1族士兵斩杀包围过来的敌人，可听明白？明白。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，距离袭营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战士们也不可避免的紧张起来。100米的距离，隐约能听到匈奴军营中
燃烧的柴火发出的声音。伯长，时间快要到了，弓箭手准备，给我快速射杀巡逻士兵。队伍中的弓箭手也半蹲起来，大弓衔箭，给我射！下一秒，独支箭雨飞出，射杀了几个匈奴敌军。离席，离席！下一秒，谢不二直接一次射出2支箭雨，将剩下2个匈奴士兵射杀。将士们，随我冲！其他士兵也纷纷爬起来，抽出战刀，跟随谢不二冲锋。100米的距离，10秒钟不到，谢不二他们就冲进了敌营。兄弟们，随我杀！谢不二快速的搭弓拉箭，不断有冲上来的敌人倒在他箭矢之下。此刻，唐云山也带着50个士兵冲上去，斩杀匈奴敌军。海大河带着50个士兵点燃火把，就开始放火焚烧匈奴大军帐篷。这吸营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，杀匈奴敌寇！此刻，谢不二一马当先，冲杀在前，不断将挡在前面的匈奴士兵斩杀。海大河带着士兵不断点燃帐篷，城里兵卫带着士兵冲入敌营，敌营已经是一片大火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救火，赶快救火！此刻，匈奴敌营乱成一团，救火的、寻找敌人的，猛地不知所措。此刻，左边图兵卫和匈奴大军后方武校也在岩石发起了袭击。不要恋战，随我冲！杀了匈奴大军，这我华为到时，诸将士每人1台。多谢伯长，我们定杀的他们片甲不留。这华为 Mate 60可不便宜，你们这么多人，他有这个实力1人1台吗？都是群傻子。大家放心，我这好多人都在左下角领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了，他们总不会骗你吧？对，伯长不骗人，我苹果15就在伯长左下角拿的。大卫士兵们，你们看，这哪里有手机领取界面？这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你们伯长能领吧？你光下载不注册不升级就想领手机，做梦呢！注册挂机升级先。我要戳穿你的把戏，这真有？手机肯定有，只要认准视频是我左下角挂的链接，就能免费领手机，数量管够。如果加上礼包码，新人登录差不多半小时就能直升100级，攻速爆率都是1000倍提升，轻松拉满红装神武，战力猛涨，3-5天手机轻松到手。兄弟们，跟我冲呀！该死的魏人，竟然敢袭营，给我杀了他们，快围上去！此刻不断有匈奴士兵上前来围杀谢不二他们，要是停留恋战，匈奴大军踩都能将他们踩死。匈奴右侧大营火光冲天，在风势的助长下，火势烧得非常旺盛。安宁关城墙上，守军也是看到了城外远处的火光。起火了，匈奴大营起火了，将军起火了，匈奴敌营起火了。我看到了，哈哈哈，们成功了，速速打开城门，让骑兵冲锋。是将军。早就等待集结着的安宁骑兵，城门一打开就朝城外冲锋。此刻谢不二带着队伍往前不断的冲杀放火，将匈奴大营右区域闹得天翻地覆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大的动静！回左贤王大人，魏人大军趁着夜色袭营了。该死！难道你们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吗？竟然让魏人袭营！军帐内，匈奴大军一众将军把气都不敢出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给我出兵，将袭营的魏人都给我杀了！是。忽然一阵马蹄声传来，打破了黑夜的喧嚣。什么声音？蠢货，马蹄声都听不出来，魏人骑兵来了。此刻匈奴士兵恐慌不已，很多人都乱了分走。伯长，我发现这边好像是匈奴物资堆放点，前面带路。要是能毁了匈奴大军的物资，看匈奴大军不吃饱饭拿什么攻城？不久后，谢不二冲到物资堆放区域，给我烧！海大河带人统统给我烧光，其他人跟我来阻挡匈奴敌军。此刻，谢不二带人阻挡匈奴大军，他一个人冲在前面，不是无责的士兵一人挡。海大河带着士兵不断的点火，将一个个帐篷点燃。看到火光，圈养的羊也开始恐慌起来，把羊圈打开，让羊去赶跑。是。不久后，羊圈里的羊群受到惊吓，纷纷跑出来，四散而逃。成千上万的羊群冲向匈奴大营，让匈奴大营更加混乱。匈奴士兵看到谢不二他们正在放火烧毁他们的物资，不断赶来阻止。面对越来越多的匈奴士兵，谢不二他们只能边杀边退，封住火势。很快就烧成一片，看着一大片被点燃的物资粮食，匈奴士兵心痛难抑。大家快走，跟我跑！士兵们听到他的话，赶紧跟着谢不二就跑。一路上，他们边跑边杀边放火，早就分不清方向。该死的魏人真该死！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！赶快救火啊！快抢救粮食！水，快拿水来！杀了魏人，不能放他们跑了。这边霍鲁将军赵永安率领着2000安宁骑兵，很快就杀入了匈奴大营。将士们，随吾杀匈奴敌寇！骑兵冲入敌营，见到匈奴士兵就跑。对面骑兵、匈奴士兵现在只有被斩杀的余地。快逃啊！妈妈，我要回家。有骑兵的加入，右侧匈奴大营的士兵只能沦为屠宰的羔羊。此刻，一个千夫长带着上千士兵紧紧追在谢不二他们身后。就是这个搅屎棍，在大营里乱冲乱撞，到处放火，让大营现在变得混乱不堪。想要活命的跟紧我，别掉队了！谢不二一路冲锋，不断往前冲。不久后，冲出大营后，夜色黑沉。
不清方向的谢不二这大军就往一个方向跑，反正上面下达的袭营命令他们已经完成。蝙蝠长不能继续追了，我们要赶快回去救火。看着后方大营里火光冲天，千夫长只能不甘的看着谢不二他们消失在夜色中。安宁骑兵在赵永安的带领之下，在右大营里冲杀了2次，撤退走了。匈奴大军中有高手在，又凭他们这点骑兵还无法将匈奴大营冲烂。此时谢不二带着部下一口气跑出去20里才停下来，都停下休息一会。哈哈哈，爽啊！不错，这一仗打得太爽了。这一战对他们来说太爽了，守在城上被动挨打，简直憋屈的不行。不说其他，但是袭营成功，他们就算是拥有一件大功了。点一下人数，看看还有多少人。唐云山快速的清点人数，伯长还剩53人。一场袭营战100人折了1半，这还是他们袭营比较成功，一路上阻力也小的缘故。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，袭营2000人，也不知道能有多少安然回去。唐云山河海大河沉默，昔日的袍泽也不知道还能再见到几个。战争就是这般的残酷，上一刻还活着，下一刻就身死战场。对了，你们可还知道回去的方向？谢班说完，大家都沉默了。黑夜里只有呼啸的风声，一时间安静的可怕。不是你们说话啊，这么沉默让我感到很害怕。那个郭子，我们好像不知道跑哪里来了。啥？你的意思是我们迷路了？好像应该是的。伯长，这大晚上的，我们在敌营乱冲乱杀，又被追着跑，早就失去了方向了。谢不二直接躺在草地上，抬头看着天空。算了，等天亮吧，天亮后就能辨别方位了。众人就这样躺在草地上，任由塞北的风吹拂。他们太累了，在黑夜里翻山越岭，来到关外，趴在黑夜中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匈奴大营里的火光也是渐渐被扑灭。右侧大营袭击的是谁？真给力，烧了这么多敌营，也不知道今晚斩杀了多少匈奴敌军。反正损失应该是挺大的。破虏将军带领骑兵冲杀敌营，定然斩杀不少敌人。哈哈，这场火闹得这么大，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啊！不错，看得我都想率军冲进敌营，打开杀戒了。成果不会小，就是不知道袭营的西营能活着回来多少。众人又沉默了。袭营不过是拿命去换敌人的损失。不久后天渐渐的亮起来，匈奴大军营地上还有烟直上天空。左贤王看着满目疮痍的大营和狼狈不堪的士兵，脸色漆黑。本打算今日就攻破安宁关，被这么一闹，让我拿什么去扣关？匈奴的那些将军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，寒蝉凄切，生怕左贤王的怒火降临在他们身上。天光大亮后，太阳升起，此时左贤王营长内损失统计出来了。回大王，昨夜阵亡18000多人，1000人，伤有9000多人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昨夜粮草被烧了2/3，营群跑了3万多头，战马跑了7000多匹。那位将军硬着头皮，一股脑的全说了出来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昨夜是谁值守？给我拖去砍了！大帐内的那些将军在左贤王的怒火下瑟瑟发抖。一晚上的损失如此之大，左贤王怎么不愤怒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攻城，给我攻城！拿不下安宁关，给我去死！万万不可啊！大王，如今我们人疲马倦，人心不定，不能攻城啊！博古离王乃是左贤王的左膀右臂，同时也是左贤王的老丈人。他开口，左贤王再大的怒火都只能压下来。这个肾虚的男人率领一队士兵成功夜袭敌营，而后逃了出来。此时天色逐渐亮起，他们也是找准了方向。我们这是冲到关外草原匈奴的地盘来了。好家伙，这是跑敌后来了啊！安宁关在那个方向，可有人熟悉带路？伯长，我熟悉路。行，你来带路，我们回去。不久后，往前行走了5、6里路。伯长，前方有情况。怎么了？伯长，前面有匈奴骑兵正在追杀一队人马，好像是我们安宁守军。走去支援，把你们身上的箭雨都给我。是。谢不二带着士兵都朝友军方向冲进，同时直接加点弓箭手升级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取出3支箭雨。这也太牛了吧！500米开外，一箭射出3支箭雨，还分别射杀了3个匈奴骑兵，开挂了吧！伯长这箭术简直不要太牛批。没想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，竟然学会了阿谀奉承。友军，友军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喊什么喊？还不赶紧跑！这可是匈奴骑兵，我们都是部族，面对骑兵不跑等死吗？该死，竟然敢杀射我匈奴骑兵！又有一队魏人士兵，肯定是昨夜袭营的人，斩下他们的头颅，回去领赏。下一个，匈奴骑兵调转头朝谢不二了。下一秒，又是3支箭雨射出，直接射杀了3个匈奴骑兵。正好拿这队匈奴骑兵来试炼我的剑术。不过一会的功夫，这一队匈奴骑兵就折损1/3。牛逼，伯长牛逼！奈何他没文化，一句牛批走天下。其他士兵看着谢不二，眼里也满是崇拜钦佩之色。冲，给我杀了他们！谢不二看着那个匈奴骑兵小队长，大家拉弓同过射步，正在带头冲锋的小队长瞳孔放大，一支箭矢如同闪电朝他而来。对方是神射手，快逃！匈奴骑兵小队被吓破了胆，转身就要逃走。被我看见就是我的猎物，还想逃跑？经过我允许了吗？跑得慢的3个
从马背上摔下来，不甘地看着同伴远去的背影。这他喵的跑的也太快了吧！兔子他妈生的嘛，跑这么快！伯长威武，伯长雄壮，伯长威武！其他士兵也跟着喝彩。如果以前听谢不二的是碍于军职命令，那现在他们就是心悦诚服。行了，赶紧去搜刮匈奴骑兵身上的食物和水，去把马匹牵回来。听了谢不二的话，唐云山等人快速的去搜刮匈奴骑兵身上的水食物。不二兄弟，真的是你！王五老哥，谢不二诧异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以前小队的人。不二兄弟，见到你真好，差点你就见不到哥哥我了。王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输他们呢？哎，说来话长，那就长话短说。昨夜袭营，我们叽里呱啦嘎啦叽里里呱叽里啦嘎。等等，王大哥，你的意思是回去的路上有匈奴骑兵游荡，堵住了我们回去的路？很多匈奴骑兵游荡，他们追杀我们，将我们当成猎物一样围猎，戏弄玩耍。这些该死的匈奴，那些匈奴骑兵竟然将他们当畜生猎物来猎杀完了。你们之中可有武长神长？没有，都和我一样，都是大头兵。都是大头兵好啊！现在我以伯长的身份命令你们补充到第10队，归于我的麾下。那20个士兵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并没有人出来反对。不二兄弟，这里不可久留，得赶紧走。逃回去的那几个匈奴骑兵，一定会带着更多骑兵来绞杀我们的。这里距离敌营太近了，走，带上物资和战马，离开这里，我们去草原深处。众人带上东西，然后就朝草原深处而去。次日清晨，伯长，有情况，前方有一队匈奴敌军，人数有大概500多，好像在往关前的匈奴大营运送东西。唐云山，你带队在此处等待，走，随我去看看。是伯长。不二，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以前干过一段时间的时候。行，走。不久后，几人趴在草地上，远远地看着一队匈奴士兵正在运送着什么，行军速度并不快。不二，这是一队匈奴的辎重营，在给匈奴大军运送物资。什么物资？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来。不二，你不会是想对这支匈奴辎重营动手吧？为什么不呢？这支匈奴军队怕是的有500人，你确定我们这70来人冲上去不是送死？500人怕他个球，又不是1000人。这支匈奴队伍中修为最高的人有多强？依靠我对匈奴的了解，一般这种500人的运输军队，最强的人应该是武者大圆满。干了，走，先回去，跑到这支队伍的前面去，设下陷阱埋伏。回来后，谢不二带着军队一路狂奔，跑到那支匈奴运输队伍必经之路的前面。伯长，我们70多人对上500匈奴人，这怕是不好打。怕啥？我说能打就能打。这支匈奴辎重部队，我今天吃定了，熊神来了都留不住。我说的会骑马的出列。队伍中走出来30多会骑马的士兵。王五、海大河，你们2人挑选19个人组成骑兵，等会从左侧发起冲锋，弓箭手等会与我率先动手，射光手里的箭，然后冲锋。悠哉且舒适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宁愿此刻耳朵聋了，要不是你无力股市长官，真想用长矛扎你的菊花。大人，要不要派出2个骑兵去前面侦察一下？吉伯初，你真是越活越倒退了。这里是草原，我们匈奴人的地盘，你在担心害怕什么？这个该死的家伙，当着有一个好父亲，只会享受生活，完全不知道行军要保持警惕。吉伯初在心里暗自腹诽。队伍中的另一个百夫长对于乌力古也是如此。半个时辰后，谢不二才看到那支匈奴辎重运输队缓缓出现在视线中。这些人走得真够慢的，搞得好像是春游一样。不久后，匈奴军队终于是走进了埋伏范围。杀！随着谢不二埋伏在道路两边的弓箭手站起来，敌袭！敌袭！下一秒，一支箭矢射穿了他的喉咙。喊这么大声，是怕我注意不到你？谢不二并不知道，吉伯骄和吉伯初2兄弟都死在了他的手中。快，隐蔽反击！听到大喊声，谢不二看了过去，阿公又一箭射出。看到谢不二他们这边发起攻击，王五和海大河也开始带领骑兵冲锋，跟我冲，斩杀匈奴敌寇。看见谢不二冲了上去，其他士兵也跟着冲锋。该死的魏人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来袭击我！吉伯初，给我反击！然而并没有人应他。吉伯初，你死了吗？还不反击？大人，吉伯初百夫长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萨缪尔百夫长呢？也死了。大人，魏人有骑兵，魏人的骑兵开始冲锋了。看到有骑兵冲锋，那些牧民更是四散奔逃，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。该死的魏人，我要你们都死！嘿，还来了一个高手，魏狗去死！乌力古气急败坏，挥动着手中刀对着谢不二猛砍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这该死的魏狗竟然在羞辱我，真的当我的刀不利乎？乌力古挥刀砍得更加卖力。怎么没力气？挥刀也是软绵绵的，不会是吃个草草好凉凉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与此同时，王五和海大河率领的骑兵也是冲了过来，杀入敌军。哈哈，不陪你玩了！解煞刀法，夜战八方。一道血色刀光闪过，乌力古眼神定格，缓缓地倒了下去。这支匈奴军队失去了领头和高手后，再也无法抵抗谢不二他们大军凶威，全部被斩杀殆尽。我们真的打赢了，哈哈！伯长，我们赢了。得意个啥？这500人真正的士兵还有200人左右，其他的都是牧民。
在我的带领下打败他们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唐云山挠挠头发，他感觉自己好像被装了一波。伯长不愧是伯长，逼格好高啊！对了，伤亡如何？战死了8个兄弟，伤了10几个兄弟。赶快清理物资，准备离开。是。这个伤亡结果，谢不二勉强还能接受，毕竟面对的是他们几倍的敌人，刀剑无眼，战场上怎么可能会没有伤亡？这个肾虚的男人带着一队人马深入草原内部，不断游击匈奴敌军。此刻他们也是刚刚解决一队匈奴辎重营，把需要的物资收集好，带不走的统统一把火烧掉，将伤员和战死的弟兄们都带走。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伯长，我们现在去哪？去哪？当然是去杀敌了。去哪里杀？这是匈奴的地盘，到处都是敌人，你说去哪里杀？这家伙是喝多了吗？不久后，众人骑着马朝一个方向离去。2个半时辰后，已是中午，一队匈奴骑兵来到了他们的扎营地。队长，这里有人驻扎过的痕迹，虽然掩盖过，但是很粗糙。能不能判断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大概是早上。该死，这些魏人真狡猾，竟然敢深入我们草原。昨天他本以为这些魏人劫了物资会想办法回安宁关，结果前去阻拦了关个寂寞。给我追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地盘闹事。此刻谢不二他们也是遇到了一个匈奴部落，弟兄们随我冲！顷刻间50余骑冲锋杀向匈奴部落。敌袭！下一秒一支箭矢贯穿了他的身体。快，敌袭，上马迎战！乌木魂大喊，然后快速冲向战马，其他青壮也纷纷上马迎战。一轮冲锋下来，50来个乌木部落青年又只剩下10来个人。谢不二调转马头继续冲锋，他并没有打算放过这10来个匈奴人。杀了有能力反抗的乌木部落青年，谢不二他们转身策马冲进部落。听着，谁敢再反抗，统统杀无赦！把所有人都集中到一起来，谁敢反抗，杀！能听懂谢不二的大喊声的，准备去拿武器反抗的都犹豫了；那些听不懂的，依旧愤怒的拿起武器反抗。结果就是一具具尸体倒下。不然，战争没有对错，只有立场，把人都拘押到一起来。手下的士兵纷纷将所有人都押到一起来。这什么呀？非让我给你送过来，伯长可得转我运费哈！你想坑我？这个是我左下角领的手机包邮的。嘿嘿，那是不是还有一台是我的？想要自己左下角领，这些都是粉丝的。我咋没看到可以领蓝？是真的，我这在左下角领的都已经发货了，还以为会和伯长的一起到呢。必须给你安排。你好，15 Pro 和 Mate 60 Pro 再加一批，我的粉丝没领到。好的，已经加好库存了，从左下角上线即可参与。爱真有啦，靠谱的我才搞活动。左下角这次量大管饱，屏幕前刷到这条视频的粉丝都可以抢，点左下角链接就能参与，让你们领个够。谢谢伯长。所有高过车轮的杀，既然死了那么多人，就多死一点吧。唐云山等人将乌木部落里高过车轮的人不久后，吃完午饭，谢不二他们就继续动身转移。毕竟这是在匈奴的地盘。等匈奴那一队骑兵来到乌木部落的时候，看着乌木部落的惨状，匈奴骑兵队长怒火直冲天灵。这个部落里的青壮、高过车轮的少年都被斩杀殆尽，这是在断我们匈奴的根呐！敌人有多少人？大人，敌人有60多人。60多人就敢这般猖狂，简直是不将我们伟大的匈奴勇士放在眼里。我托罗欧发誓，一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敌人往那个方向走了，那个方向，捞着手指谢不二他们离去的方向。跟我走，追击敌人。下，托罗欧率领着骑兵朝谢不二他们离去的方向追赶而去。与此同时，谢不二等人在草原上游荡，看着小部落有冲杀，一路扫荡了6、7个小部落。他们现在拥有的马匹都已经不下500匹，但他们留下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显。傍晚，他们在一片沙漠里过夜，吃的依旧是牛羊肉。伯长，正在修炼吞吐天地灵气，转化为武道真元的谢不二被喊醒。怎么了？伯长，一个派出去的斥候回来了，说是我们后方10几里外有一队骑兵正在朝我们这里来，他怀疑是来追我们的。现在什么时辰？寅时末。谢不二看了看天空，就快要天亮了。将士兵们都叫醒。唐云山快速去将所有士兵都叫醒。怎么了，不二兄弟？伯长，发生了什么？你来说。是伯长，我们后方大概有300匈奴骑兵正在朝我们这个方向而来，我怀疑是冲我们而来的，因此赶紧回来汇报。看来我们还是被发现了。一路走来，他们留下的痕迹都很明显。诸位，区不过百骑，可敢与我迎战？有什么不敢的？100骑而已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干他娘的匈奴鸟人！好，不愧是我带的兵，这才是敢战之兵，我们必胜。不久后，布置好陷阱后，谢不二等人骑在马上，等待着那一队匈奴骑兵的到来。东方一抹鱼白浮现，一队骑兵踏着霞光而来，披星戴月的赶路，可算是追上这群魏老鼠了。勇士儿郎们，前方那些人就是该死的魏人，现在随我冲锋，砍下他们的头，回去击败我做儿郎，提告他们的在天之灵。匈奴骑兵爆发铺天盖地的喊杀声，看着冲锋的匈奴骑兵，谢不二露出了笑容。旭日初升，一片火红，正适合杀敌。看着凶悍冲锋的匈奴骑兵，众人坐在马背上纹丝不动。这些魏老鼠，该不会是被匈奴伟大的骑兵冲锋给吓傻了吧？竟然不逃跑，也不冲锋。想到这儿，霍罗欧将战马驱赶得更快了。霍罗欧很幸运地越过了万马索，雄神保佑，
他幸运地避过了陷马坑，但是他身后的骑兵就不是那么幸运了。骑兵速度非常快，不断有马匹踩到陷马坑，或者是撞上前面的马匹摔倒。该死的喂狗，卑鄙无耻！你过来了！该死的喂狗，我杀了你！托罗欧气疯了，不管不顾的冲锋，他身后的匈奴骑兵也只得继续跟着冲锋。此刻谢不二抽出战刀，他身后的士兵也跟着抽出战刀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！杀奴寇！两军冲锋，战马奔腾，金戈铁马，热血飞腾。我们的队长仅一个回合就败了。在匈奴骑兵队长被砍死后，谢不二他们一阵冲锋而入，血气如雷。在谢不二他们身后又只剩下战马，快救治伤员！不久后，打扫完战场，谢不二带领士兵离开，继续换地方。中午时分，谢不二他们又遇到了一队匈奴运输物资的军队。看着那一队运输物资的军队，唐云山等人看着谢不二，伯尝干不干？现在的他们遇到匈奴人，不再想着打不打得赢，而是干他丫的，然后将东西全部抢过来。兄弟们，现在眼前有一块肥肉，你们说吃还是不吃？吃，必须吃！伯长，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冲锋了。士兵们一个个眼里战意昂扬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冲锋。受伤的士兵留下来照看马匹，其他人全部跟随我冲锋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显精，看着冲来的骑兵和射矢箭士，匈奴运输物资的这支军队在后知后觉。敌袭！匈奴军队中的士兵快速的躲避，而那些被征来的普通牧民躲避不及，被箭矢射杀了20多人。上马反击！匈奴军队中的骑兵纷纷上马，冲向谢不二他们。看着冲来的100余骑兵，谢不二等人丝毫不惧，纷纷抽出战刀迎了上去，一刀斩杀了匈奴军队将领。谢不二如同猛虎冲进了匈奴骑兵中，他所过之处便有人死亡。果然不愧是妖孽怪物，这才多久，血杀刀法就精进到这种程度？我练了2年半的血杀刀法，也才堪堪小成啊！打扫战场，能带走的都带走。傍晚吃完晚饭，他们并没有多停留，继续赶路。带着这么多马匹和物资，在这草原上多待一会儿，就会多一分危险。此刻左贤王营整了，废物该死，一个小小的安宁关都拿不下来，这都多少天了？霎时间，底下的将领大气都不敢出。这小小的安宁关，要是那么容易拿下，我们早就拿下了。真当大卫是软柿子啊！报告左贤王，有军情。说，大王，我们后方有2支物资运输队遇袭，一队100人骑兵消失，10几个小部落被扫荡。上报的人说，疑似有敌人进入我们后方。什么？有敌人摸到我们后面去了？好歹这真当我是泥捏的吗？给我派出2000骑兵，一定要将其找出来灭了。此刻谢不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是已经通报到左贤王那里去了。这个肾虚的男人带着一众人马深入草原，纵横转战，杀穿草原。而此刻，他们也是带着上千马匹和物资，成功绕回安宁关。一喜戒备！瞬间，城南的守军纷纷拿起武器，戒备的看着城下那上千骑。城上的兄弟，我们不是敌军，我们是第7营第10队的。要是我想闹出笑话来，那蛾子就大了。城上的守军听到喊声，纷纷有些狐疑。下面的营口音确实纯正，不像是匈奴敌军假装的。可是第7营、第10队，那不是在袭营的时候全部战死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会不会是被匈奴人抓住了？现在来炸城，等等看，如果情况不对劲，就动手。城上的兄弟，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可以通报上去，让将军们过来。我们真的是第7营第10队的。去一个人去通报上去。很快，烟尘散去，城上的守军看到下面马匹有上千匹，不少马匹上都驮着物资，而人却只有60来人。我操，下面只有60来营，看起来不像是炸城啊！小心谨慎一点，现在可不能出一点错。报，有何事？报告将军，城南门外有一队人马，自称是我安宁军第7营第10队的，他们带着上千匹马而来，现在请将军请示。什么？其他几位皮将也是神色不可思议的看着传讯兵，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不是说第7营已经全部战死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出现了？你确定是第7营第10队？禀告将军，来人是这么说的。将军，我去看看。行，你带上吴校尉一起去看看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这回匈奴大军在攻城，他不能走开，要坐镇战场，以防止匈奴大军中的宗师出手攻城。是将军。不久后，孙浩和武校尉赶来城南城墙上，往下看去，谢不二等人坐在战马上，每一个人都牵着10几匹战马。真的是这小子？武校尉，下面的确定都是你们营第10队的吗？禀将军，有10几个不是，好像是其他队的。这些家伙不是传言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还活得好好的。那就好，快开城门，放他们进来。不久后，城门打开，兄弟们入城。看着浩浩荡荡的战马，孙浩将军、武校尉等人张大了嘴巴。每一匹战马都是上等好马。孙将军、武校尉，无需客气，你们这是去打劫匈奴骑兵了吗？弄了这么多好马回来。这小子真是好本事啊，带着部下消失了5、6天，回来就弄了这么多战马回来。回将军，我们确实是去打劫匈奴人去了。详细说说，60来人竟有这般本事。于是谢不二将这几天的经历都说了出来。此刻武校尉和周围的士兵嘴巴张大的能塞得下鸡蛋。1000多匹战马，这么多物资，还斩杀那么多敌人，你们可是大功一件，待我上报杨将军，必有大赏。小子果然不凡，加上袭营的功劳，若是修为够，完全可以直升校尉了。这才多久，竟然已经武者大圆满了。前几天这小子才5图境界吧？
不久后，谢不二等人归来，很快就传遍了安宁军。老王他们竟然没死，你很希望他们死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们竟然又复活了。阿呸，不对，他们竟然没有被匈奴砍死。闭嘴吧你！不会说话就闭嘴。张大牛挠挠头发，乖乖闭嘴。他只不过是听到谢不二他们还活着，有些激动，嘴说秃噜皮了。此刻城楼上，杨业看着匈奴大军军营，眉头微皱。匈奴大军增兵了。其他4位将军看到匈奴大军增兵，眉宇间带着几分忧愁。边关告急，他们不管不问，还在争夺那个位子。边关百姓在他们眼里到底是什么？书生注意言辞，此话岂是能乱说的？赵永安这才发现自己失言了。其他几位将军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是也与赵永安一样，多少有些不满和愤怒。夜晚，谢不二被杨业将军所召见。将军，谢不二已到，带他进来。谢不二被带进议事厅，里面5大皮将都在。拜见杨将军、诸位将军。不用多礼，这就是我们安宁关新起小将，果然一表人才。确实不错，那一夜袭营，你可为首功，敢打敢拼，未来可谓一将才。我手下缺一个兵卫千夫长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来我这个团？李道，你当着我的面抢人不太好吧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那叫做抢人，只是千夫长位置更适合他，放在你们团里有点屈才了。此刻谢不二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些大佬怎么还开始抢上人了？行了，你们别争了，这小子我另有用。几位将领一看，这是准备大用这小子。谢不二以前是一个书生，被拉了壮丁，首战展现不俗的剑道天赋，后老兵转军中修炼功法，武道天赋异禀，战斗勇猛，杀伐果断。这是已经调查过我了。你别害怕，我并不是查你的底细，现在叫你来是有一件事交给你去做。将军请说。今天匈奴大军又开始增兵了，忽略有5万兵马，而我们没有援军。又增兵5万，他们还没有援军，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听闻了你这些天的事情，现在我需要你带兵再去一趟草原，可敢去？当然这件事很危险，我不会强迫你，给你2天考虑的时间，2天后你再答复我。不用去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去草原能自主杀敌，比守城杀敌要好，身怀杀戮系统，只有在战争中杀戮，他才能快速变强。说说看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会满足你。我要多一点士兵。行，我给你500铁骑，征你为兵卫，只要你去草原断匈奴大军的粮草就行。这又升官了。兵卫可是千夫长，统帅1000人，更8品武官。记住了，只需要袭击骚扰匈奴运送粮草的军队，其他的并不需要你做太多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下去休息2日，我会挑选500精锐铁骑交给你，能不能拖延匈奴大军攻城，就看你的了。没有想到这刚回来又要去草原。对了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，我都给你准备好。禀将军，我还需要会说匈奴语言的士兵，还需要对草原熟悉的人。按照谢不二的了解，这个世界有一点点大，草原也非常的辽阔，草原上也不是只有匈奴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，匈奴只是这片草原上其中之一的霸主。行，我会给你安排。还有吗？疗伤丹药多配一点。没有，换一个。安宁军已经很久没有领到朝廷发放的丹药了。那行吧，没有就算了，没有丹药，大不了到时候就去抢匈奴人的，把我那队士兵也算到里面。那些部下我用起来已经习惯了。行，这个没问题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你现在武者大圆满，我给你一枚4品破境丹，让你突破到50境界。你现在的修为有点低。谢谢将军，有这枚丹药就可以节省一些杀戮值了。这是一枚传功玉符，里面是我主修的霸王枪法，也赐予你了。其他5位皮将看到这一幕，有点羡慕谢不二。杨业将军这是将谢不二当成传人了呀。骑兵冲锋杀敌，还得是枪和几等武器，杀敌凶猛。谢谢将军。行了，回去吧。不久后回到住处，谢不二就迫不及待地使用传功玉符，加点8系统。下一秒，大量的霸王枪法经验涌入他脑海，就好像是他练习了2年半的霸王枪法一样熟练。次日太阳升起后，匈奴大军又开始攻城，听着城外响起的号角与战鼓声，谢不二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。虽然杨业将军让休息，可休息那里有杀戮值更加重要呢。谢不二当即拿上战刀，背上弓箭，就上城墙去战斗。伯长，你这是要去参加战斗？我去参与守城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没有战斗任务啊。你们就好好休息吧。此刻部下的士兵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伯长这是杀敌杀上瘾了，谁知道呢？此刻匈奴骑兵在城外不断朝城墙上射箭，替匈奴步兵接近城墙创造条件。休息，只有废物需要休息，我需要吗？谢不二搭弓拉箭，一箭射出3支箭。谢不二没有停顿，继续搭弓拉箭，城外的骑兵放。这是哪里来的神射手啊？敢射杀我匈奴士兵！城外的匈奴骑兵当即搭弓拉箭，就朝谢不二射来。谢不二快速闪躲，二话不说，他抬手就回将射击。
不是，那小子我不是让他去休息了吗？怎么又跑城墙上来了？嘿，好家伙，这剑术了得呀！射杀匈奴骑兵没有一箭落空，这一手剑术在我们军中怕也是屈指可数。这家伙怕不是个战斗狂，根本闲不住。很快，谢不二被箭楼里的30支箭射完，射杀了30个匈奴骑兵。兄弟，把你的剑雨给我啊！哦，给你。旁边那个弓箭手回过神来，眼里对谢不二满是崇拜。这简直就是神箭手啊！谢了老哥，等战事结束，我请你去宜春楼找最漂亮的姑娘。好说好说。拿到箭雨，谢不二不断有骑兵被他射落马下，给我射死他！此刻谢不二也是招来匈奴骑兵的针对，上百骑兵搭弓拉箭朝他射来。看到铺天盖地的箭雨，谢不二赶紧躲避，然而旁边那位给他箭雨的老哥躲得慢，被射成了刺猬。貌似匈奴骑兵替我省了一笔银子，该死的匈奴人，这可是我好大哥啊！谢不二奋起反攻，当即射杀了3个匈奴士兵。不久后，匈奴士兵也是攻上城墙来，而看到匈奴士兵爬上来，谢不二露出开心的笑容。怎么感觉这个人看到我们很高兴？那笑容像极了青楼老鸨看到客人的时候。此刻谢不二抽出战刀，画步上前，一刀斩剑，下一秒一刀两断，人和刀硬两断。看着源源不断的有匈奴士兵攻上城墙来，谢不二打心底的觉得开心。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。城墙上暗杀声不变，谢不二大神的血炸刀法如同死亡收割机，不断有匈奴士兵死在他的刀下。死！武师谢不二并没有感到畏惧，挥刀上前，主动发起攻击。血炸刀法，雨夜带刀，撩刀斩血，夜战八方。这个看起来不过武者大圆满的魏人，一身实力竟不弱于我。歹徒发力，一身血气澎湃，谢不二也将体内的真元运转到极致，整个人如同一头杀戮猛兽，疯狂与歹徒厮杀。好掐！此人是哪个营的千夫长？不知道，我们营的2个兵卫不是他，恐怖如斯，恐怖如斯。周围的安宁关守军看到如此凶猛的谢不二，都震惊无比。然而就在众人还在震惊时，匈奴大军中突然2道军御空而来，气息铺天盖地。杨业出来受死！好胆，谁敢这般直呼将军名讳？应该是匈奴强者。宗师大人们出手了！攻上城墙的匈奴士兵纷纷露出喜色。放肆！一道身影出现在天空中，枪来！来战！杀！瞬间3方兵器横横，如同天雷响彻天地。此时谢不二与歹徒停手，两人看着天空中那3道罡气笼罩大战的身影。这就是宗师吗？如此威势，胜过武者千百倍。谢不二快速的收敛心神，看了一眼歹徒，对方还沉浸在宗师强者的伟岸中，眼里满是畏惧和憧憬。这可是好时候！当即，谢不二照着歹徒的左腰子一刀就扎了进去。狗头袭人！50后期20点杀戮值。天空宗师大战让战场都陷入停滞，所有人都在观看宗师级别的大战。我不明白，现在是战场啊，宗师大战关你们什么事？谢不二提刀对着观望大战的匈奴士兵就冲去。此刻谢不二如同绞肉机一般，不断有匈奴士兵倒下。该死！杀！夺取城墙！城墙上大战重启，血液横飞，残肢断臂，血腥毒液。加点8系统，消耗300点杀戮值，突破至50初期。修为突破，实力暴涨。谢不二提刀杀入匈奴敌军人群，血炸刀法在他手中魂火如金，不断收割着匈奴士兵的生命。都退后，我来对付他。匈奴士兵中，一个浑身肌肉的壮汉走出来。千夫长出手，此人必死！杀了他，此人斩杀了我们这么多族人。匈奴士兵一个个大喊。呼图浩手持长刀，目光凌厉地盯着谢不二。谢不二提刀起手，血炸刀法出神入化，每一刀猛血都变化果断，杀杀力。对方的力量还在我之上，明明境界比我低2个小境界，可实力竟然比我强，难道是天生神力？大战过100招，谢不二一刀斩下了呼图浩的左手臂，左臂被斩，呼图浩脸色苍白，痛苦不已。周围的匈奴士兵一个个看向谢不二的眼神变成了恐惧。武士大圆满的千夫长大人都不是对方的对手，我们能力敌吗？谢不二一刀斩下呼图浩的头颅，但他自己也受了伤。还得喜欢碾压式的战斗，这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战斗，打起来真的很累。斩杀了呼图浩，周围的匈奴士兵没有能挡得住他一刀。很快，周围这段城墙上的匈奴士兵就被他杀戮干净。天空中大战2匈奴宗师依旧奈何不得杨业，只能无奈退走。看着匈奴2尊宗师退走，杨业转身飞回城楼顶，站在那里，血红的战袍飘荡，金甲凛凛，异常的耀眼。傍晚，城墙上一营士兵只剩下不到300人，可想而知战争是何其惨烈。面对敌军，他们亦不曾后退一步，他们亦是热血男儿。平均墨画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这就是战争。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下了城墙。平均墨画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好诗句，这小子文采斐然啊！听闻此子以前是一个肾虚书生。看了看地上的尸体，有敌人的，也有部下将士的。他第5营如今只剩下200多伤残，死伤几乎超过了90%。
这就是谢不二的感悟吗？当真是平均墨画封侯氏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下了城墙，谢不二就看到了老兵。你又上城墙去杀敌了？杀敌报国乃吾辈荣耀。正经一点。嘿嘿，叔，强者在战斗中才能快速成长啊。说的不错，强者应当在战斗中成长。今日杨将军大战匈奴2尊宗师，叔你看到了没？那威势简直惊如天人。看到了，宗师强者确实恐怖如斯。我也要成为那等强者，威震一方。不错，有志向，叔精神上支持你。对了，听说过2天你又要带兵去草原。叔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事知道的人很少吧？除了杨将军和5位皮匠。这事本来就是保密的，但杨将军找到我，让我也去，不过我拒绝了。这样吗？去洗漱一下，吃完晚饭来找我。老兵说完就走了。夜晚吃完晚饭，谢不二便去老兵那里。叔，我来了。来了就进来。谢不二走了进去，张大牛还在，却不见李不四的身影。不四哥呢？死了。轻飘飘的2个字，却让谢不二心顿了一下。生死有命，我二兄弟不必伤感。我等军营将士战死沙场，本就是宿命。这些天他已经见惯了生与死，只是听到熟悉的人战死了，有时间有点接受不了。跟我来。叔，有啥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这书是我从一个乞丐手里买的。那老乞丐说这是浩洋武帝流传下来的修炼功法《大日心经》，我研究了大半生，不得入门，现在传给你了，希望你能修炼出什么来。大日心经，叔，你这本武功秘籍是从一个老乞丐那里买的？对啊，花了我1两银子。然后叔你修炼了大半辈子，什么也没修炼出来。看你小子武道天赋异禀，所以我才传给你。这可是武帝级别的修炼功法，放在外面能引来无数强者争抢。叔，你确定不是被骗了吗？怎么，你觉得我很傻，这么容易被别人骗？老兵瞪了谢不二一眼，透露出几分危险的气息。谢不二看着老兵那要打人的眼神，他很识趣的将说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。叔你绝顶聪明，怎么可能有人骗得了您呢？行了，滚吧，要是不想要就还我，我还不想给你呢。这可是我花了1两银子买回来的。谢不二拿上古籍就开溜，他还真怕老兵削他。这个肾虚的男人意外获得杀戮系统，只要杀敌就能不断变强。而此刻他也是刚从老兵那里获得了一本秘法。这字写的真丑。谢不二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，然后开始翻看起来。一时间，谢不二看得入了迷，在他心田中仿佛出现了一轮火红的大日，气息浩荡高远。将书籍中的经文看完后，谢不二手中的书籍竟然无火自燃了。这本武功修炼心法竟然是真的。这么说，老兵没有被老乞丐骗，而是买到真功法了。一夜参悟修炼，并没能让大日心法入门，但是他的体魄却比以往更加强大。明天就要带着部下继续兵出草原了，就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再让部下的人去休息，但并不代表他也去休息。吃完早饭，谢不二背着弓箭，腰挎战刀，继续上了城墙，抵御匈奴敌军。不久后，匈奴左贤王营帐内，看着1万多人攻城，不少士兵已经攻上城墙去了，可依旧拿不下城墙。左贤王已经失去了耐心，为何区区3万安宁关守军如此能打，耗了这么久都没有将安宁关守军的有生力量给耗光？持我手令，再去调1位宗师强者来，我就不相信杨业是无敌的。左贤王不想再继续拖下去了，大察隅那里已经陆续来了几道谴责令，命他迅速拿下安宁关。是一个传讯官接过左贤王的手令，匆匆而去。面对匈奴大军的不断强攻，而此时的大魏朝堂动荡，皇子明争暗斗，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北境边塞，现在是烽火连天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也是到了勇闯草原的时刻了。兄弟们，此去凶险，将该交代的事都交代好，也许我们这一去就回不来了。我也没有其他可以给大家的，就给你们1人1部华为 P60 Pro 吧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喂，我左下角可是有足3000台。不可能，左下角我去过，早被抢完了。听说华为 P60 Pro 已经被兄弟们抢完后，我便立马联系左下角厂商，额外给大家追加了3000个名额。这次还送苹果15，都是全新正品，1年内还支持全国联保，让大家用着放心。进去不会是骗人助力砍1刀的活动吧？当然不是，活动由我把关。抓到我视频左下角的兄弟们，点进链接下载注册，上线填个地址就有机会拿下，首开的当天就给你发货。好，我一会就去领。伯长，我们参军本就是无路可去，来博一个前程，战死沙场也死得其所，此去何惧？对，此去何惧？要么战死，要么荣耀归来。其他人也同样是眼神坚定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兵，此去要么战死，要么荣耀归来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带着部下来到城南门口，杨业将军已经带人在这里等候着了。将军，你们来了。将军，这是你昨天掉的战刀。杨业接过黑金战刀，抚摸了一下刀身，接着送给你了。真的吗？杨业身后的孙浩、赵永安等几人也很是惊讶。怎么不想要？不是，有把趁手的刀才好杀敌。我希望你能缓解安宁关的压力，一旦城破，就是无数个家庭沦陷在匈奴铁骑下。定不负重托。这把枪也是我让人给你打造的，还行，能用。希望你能让它以匈奴血。这里是1000精锐铁骑，我们安宁关最后的家底。现在我将他们交给你，希望你带领他们在草原上驰骋，大放异彩。是，上马。
士们，我等你们凯旋，为你们庆功。出征！谢不二率领骑兵开始出发。这个肾虚的男人带领1000铁骑再次深入草原。此刻，少年得意马蹄疾，一杆鹰枪红袍衣，风吹草低没有牛羊。一夜行军，在天亮前，一队铁骑进入了一望无际的草原。谢兵卫，我们不先去断匈奴的粮草吗？谢不二看着身后郭小平，此人也是兵卫千夫长，50大员马，现在归于他麾下。不急，现在离匈奴大军有点近，要杀就杀入草原深处，闹他个天翻地覆。他们这一队铁骑说是精锐，但是与匈奴精锐铁骑相比，差远了。到下午时分，他们已经深入草原200里。到了现在，谢不二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，原来这片草原是有前世那个3、4倍大。国场有情况，前面20里外有一队匈奴物资运输队伍，有多少人？大概有1000多人，运送的物资不少，估计有300车。人多，运输的物资也多，就拿这一队匈奴人来开刀吧，准备战斗。谢不二一开口，身后的士兵一个个瞬间就做好了战斗准备。骑兵速度很快，20里的路程半个时辰不到。远远的看着前方那一队匈奴运输军队，冲！铁骑冲锋，迅如风。谢不二一马当先，冲锋在前，隆隆的马蹄声瞬间引起了匈奴大军的注意。敌袭戒备，一轮箭下，等匈奴大军突然挺起来抵抗，已经晚了。谢不二一马当先，冲入敌营，一杆长枪如同死神的收割镰刀，不断收割着匈奴士兵的生命。铁骑如同钢铁洪流，直接将匈奴敌营冲了袭来。一个冲锋，营地上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匈奴敌军。打扫战场，王武，你带着斥候向周边散发，继续打探情况。是。王武带着几个斥候，很快又消失在草原上。伯长，不对，现在要叫兵卫了。谢兵卫，有弹药，很多弹药。郭孝平和另一个兵卫胡兵2人一听有弹药，瞬间高兴起来。走，过去看看。郭孝平和胡兵2人跟着谢不二过去。破镜丹，这里有一些破镜丹。破镜丹，我看看。郭孝平和胡兵2人争抢着上前去查看破镜丹。4品破镜丹，哈哈，4品破镜丹。郭孝平激动的大叫：什么4品破镜丹？2人都已经修炼到50大圆满境界，一直迟迟不能突破。现在看到4品破镜丹，2人怎么可能不激动？怎么只有2枚？2人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又看向谢不二。怎么了？那个谢兵卫，这4品破镜丹只有2枚，2枚就2枚呗，有收获就行。不是那个，有事就说，你俩吞吞吐吐的干嘛？这2枚4品破镜丹如何分配？他们很想要，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你们2人都是50大圆满了吧？对，郭孝平2人用力的点点头。那就给你们2人用，争取突破后天境界。我们在敌人后方也多几分安全。2人听后心里一喜。那你呢，谢兵卫？你们不用担心，我现在不需要丹药也能突破。行了，这2枚丹药就分给你们了，抓紧时间，赶紧突破。是，谢兵卫，以后差遣莫敢不从。 2人内心对谢不二非常的感激，可是没有丹药，以他们的资质，想要突破到后天，少说都得要2年半的时间。将丹药都分发下去，让将士们手里都有疗伤丹药和修炼丹药，将破镜丹也都将其分配给合适的人，尽量将修为提升上来。是，谢兵卫。唐云山欣喜的领域，能将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做，看来兵卫大人心里还是有他的。兵卫大人，物资很多，肉、粮食、武器、弓箭，很多，怎么办？将马匹都带走，粮食、肉和武器能带走多少算多少，其他的都烧了，然后撤退离开。之后，谢不二带着上千铁骑在草原上游荡，专门找匈奴运输物资的军队下手。1天后，10几支运输物资的军队被灭，使得前线匈奴大军粮草断了。报，左贤王大人，我们运输物资的军队出问题了。运输物资粮草的军队又怎么了？今天10几支运输物资粮草的军队被袭击了，物资粮草被烧毁，人员统统战死。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运送物资粮草的部队可是在我们的草原上，为什么会被灭？是戎狄人还是那个部落心生反意？具体情况未知。传讯的士兵感觉汗流浃背，左贤王的盛怒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派人下去给我调查清楚，再派2000骑兵给我找到这伙人，敢在这个时候与我为敌，我要把他挫骨扬灰。夜晚，谢不二这支安宁骑兵在缴获的丹药的帮助下，所有人的实力都有所提升。次日清晨，天还不亮，就已经有士兵将早饭做好。此刻，郭孝平和胡兵2人走出帐篷，2人露出的嘴角比 AK 都还难压。哟，看2位这般高兴，怎么昨晚做春梦了吗？我俩像是那种没出息的人吗？好歹也是年过30的人了，没少去宜春楼扶贫，怎么还会做这种梦？谢兵卫到。叫这么难看干嘛？不会被我说中了吧？郭孝平和胡兵面面相觑，这个统领性子还真是一言难尽呢。谢兵卫，我们突破后天境界了。哦，好巧，我也突破了哎，要不来切磋一下？2人头摇得四波浪鼓，自知之明他们还是有的，并且他们没有受虐倾向，多少有点遗憾。这刚突破，拳头有点儿痒，却找不到沙袋。吃过早饭，还没等清晨的太阳升起，谢不二等人就继续前往了草原深处游荡。早上看着没有进攻的匈奴大军，杨业等安宁关守军将领明
白，这是谢不二他们动手了。看来这招断粮还是有效果的。确实是有效果，但是谢不二他们也危险了。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归来吧。但这话显然是一种奢求和愿望。匈奴大军是不会放任粮草被切断的，必然会派重兵回去剿灭切断粮草的人。杨业没有开口说话，他心情沉重。这本就是拿命去换取安宁关守军喘息的机会，只不过是换一批人去死而已。这个肾虚的男人率领1000铁骑，在草原上不断袭击匈奴运输辎重营，或是匈奴大军断了粮草。此刻他们也是彻底引起匈奴大军的注意。报告左贤王大人，袭击辎重军队的人大概是一支上千人的骑兵部队，好像是安宁军骑兵。安宁军骑兵1000人就敢来触本王的虎须，好大的胆子！给我派3支骑兵去，将这1000颗头颅提回来见我。这些天他的火气有点大，带来的奴婢都被他弄死了好几个了。是大王。不久后领了命令，一位匈奴将军立马派出了3支骑兵去剿灭断粮草的人，而这些谢不二他们并不知道。借兵卫，前方运送粮食物资的军队好像加强了，看来我们已经被匈奴知道，被发现是迟早的事。他们一天摧毁匈奴10几支辎重军队，要是匈奴不知道才叫怪事。谢兵卫，前方的运输军队，光是正规军队就有1000人，那1000牧民一是持有武器，放他们过去还是？放他们过去，到我嘴边的肉，从来没有放弃一说。兄弟们，随我杀敌，冲锋！1000骑冲锋，犹如万马奔腾，大地都在颤抖。敌军都尉有敌军，我眼不瞎。赫连铁树看着冲来的安宁铁骑，嘴角上扬。让我看看是何方神圣，竟然逼得让我一个都尉来运押粮草。勇士们，随我冲锋杀敌！500匈奴铁骑跟随赫连铁树。此刻谢不二目光锐利，体内气血沸腾，他的目标是匈奴大军中的领头，而赫连铁树的目标亦是谢不二。谢不二大喝，手中长枪犹如擎天之棍劈出，赫连铁树却挥动战刀劈砍而来。一声轰响，赫连铁树被连人带马给一枪劈碎。都尉大人竟然被对方将领一枪连人带马劈成肉泥！杀！谢不二一马当先，冲杀入匈奴骑兵阵营，长枪所过，人又一具死尸，让他自己腰上不断骑兵冲锋，迅疾如风。败了，大军败了。这支魏人铁骑好强，骑兵都战死了，跑啊！看着500铁骑战死，牧民丢下武器就跑。铁骑冲锋而过，很快这支匈奴辎重运输军队就被斩杀殆尽，那些逃跑的牧民也没能幸免。速速打扫战场，能带走的带走，不能带走的都焚烧了。报，将军捡到台奇怪的东西，这我前几天领的，没想到居然被他们偷走了。这就是你领的华为，看着也没什么特殊。这能在没信号的地方打卫星电话，有助于我们对抗匈奴。这么牛，那你给我们也安排一台啊？放心，这就是左下角特意赞助的，还额外准备了 iPad Pro 给我们。有了此物，我们定能早日打败他们。你通知下去，这次厂家做福利，视频升级成了24小时补货链接，随时都能领，领到填好地址就发货，让大家都去试试。这还挺简单。听说是下血本搞宣传，放出狠话，领不到卸载就行。将军，反正不花钱，这能省不少呢。而且现在上线就能进入全新鬼服版本，一人独占全服资源，挂机3天也能升上千级，华为轻松就能到手。我替大家谢谢将军了。不久后，手下士兵快速打扫完战场，一把火烧掉带不走的物资，快速的离开。很快，1天的时间，谢不二率领骑兵横扫了10几支运输物资粮草的匈奴军队。当匈奴骑兵寻到被斩杀的运输军队时，只能看到满地的尸体和被烧成灰烬的物资。该死，该死！不管你们是谁，我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贺兰关山怒喝，策马朝谢不二他们离去的方向追击。在他身后，匈奴2000精锐铁骑铁甲铮铮，亦是策马疾驰。入夜，谢不二率领部队停了下来休息吃饭。谢不二一个人吃了1头牛，才感觉勉强吃饱。今天虽然成功袭杀了10几支匈奴辎重军队，但是带出来的骑兵亦是有30多人，永远的留在了这片草原。夜晚，谢不二看着天空中的繁星，并没能看到熟悉的形象。得提升一下霸王枪法了，骑兵冲锋，马上对战，还是长枪杀敌快，加点提升霸王枪法。下一秒，无数关于霸王枪法的修炼和经验涌入他脑海，如走马观花。他像是修炼了霸王枪法10几20年一样，现在手握长枪，谢不二异常的熟悉。下一秒，他抬枪就演练了起来。不远处的郭孝平和胡兵看着谢不二演练霸王枪法，看到阵阵心惊胆战。这枪法太凌厉霸道了，难怪今天那匈奴后天武者被一枪连人带马劈成肉泥。这是杨业将军的霸王枪法，他怎么会的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杨业将军传给他的。可是这熟练度像是修炼了10多年的，这家伙不会是从娘胎里就开始修炼的吧？郭孝平和胡兵2人小声嘀咕着。次日清晨，谢不二率军离开了临时营地。今日他们的目标不变，依旧是袭击匈奴粮草运输军队。不久后，谢不二与一支匈奴骑兵遇上，2支大军在广袤的草原上相遇。贺兰关山看着对面的骑兵，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微笑。总算是找到你们了，前方就是屠杀我们族人的敌人，勇士们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杀！诛杀了这支敌军，将人头带回去，他能被册封将军，而不再是部队。
杀！贺兰关山拔出战刀，大喝一声，便率领骑兵冲锋。兄弟们，你们怕不怕？不怕。见部下并没有一丝惧意，谢不二满意的点点头。面对强者，敢于亮剑，不愧是安宁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诸军随吾冲锋。谢不二大喝，坐下白马，立即刺李显的剑飞射出去。冲啊！谢不二身后的上前铁骑便怒吼着冲锋。喂狗，拿命来！谢不二没有喊口号，而是将全身状态提升到巅峰，长枪与战刀携带劈山断海之势。贺兰关山被强大的力量给掀飞。此刻谢不二携虎为势，杀出匈奴骑兵阵营，长枪所过范围内所有敌军没有。匈奴骑兵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我们比他们强，比他们狠，一样能杀得他们人仰马翻。你们有没有信心将他们全部斩杀？安宁铁骑大喝，气势也在不断上涨。在谢不二的带领下，这支铁骑此刻气势如虹。很好，诸军且随吾冲锋，斩杀敌寇，誓死保卫家国。谢不二高声呐喊着，继续发起冲锋。看着对方骑兵继续发起冲锋，贺兰关山眼里发黑。勇士们，我们草原上狼是草原上的王，随我斩杀敢于入侵我们草原的敌寇。杀！双方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。霸王枪法，千军。当烟尘散去，贺兰关山已经没有了气息，一身骨骼断裂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谢不二并没有回头，真正的强者从不回头。此刻打出最全力的一击，他的肌肤细胞都在颤抖。刚才那一击已经达到了他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。那可是后天大圆满啊！就这样被轰杀了，这个年轻的兵卫实力到底有多强？此刻安宁铁骑也是热血沸腾，跟随着谢不二的步伐，冲杀入匈奴骑兵队伍中。贺兰关山一死，再也没有人能抵挡他的盖世雄威。2000匈奴骑兵没有一人活下来，统统战死。我们胜了，哈哈哈！安宁铁骑威武，谢兵卫威武！安宁铁骑不断大喝着，庆祝此战的胜利。以1000骑兵对战匈奴2000精锐骑兵，将敌军全歼，他们只伤亡100来骑，这是何等的大胜！看着欢呼的士兵，谢不二慢慢平住体内沸腾的热血。金戈铁马，征战沙场，何等的豪情万丈！经过这场胜战，让这支安宁铁骑不管是精神意志还是信心实力，都蜕变得更加强大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带着麾下骑兵继续游击匈奴辎重军队，出征草原的使命他们并不曾忘记。辎重军队被袭，断了粮草，使得匈奴大军停止了进攻安宁关，而安宁关又迎来平静的一天。袭击粮草的敌人解决了没有？左贤王帐下的将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个都不敢开口。岐山要塞在3天前就已经被右贤王攻破，而我现在还被阻拦在安宁关前，你们让我怎么争那未来的大单于？说话怎么都哑巴了？回大王，还没有消息。废物，2天了还没有解决，尔等还是草原上的雄鹰，还是草原上的勇士吗？给我继续派出1万铁骑返回草原，围剿他们。这个肾虚的男人率领1000铁骑，如同幽灵般出没在草原上。经过1天时间里，他们也是斩敌7000余，转战上百公里。而此刻，他们也是遇到了一队有着重兵护卫的运输辎重队。谢兵卫，看来匈奴已经改变了策略，派出了大队人马保护粮草。前方那支2万人的运输军队中，足足有5000骑兵护卫。看来断掉匈奴粮草这个计划在这里破产了。匈奴部落可有驯鹰之术，匈奴中却有驯鹰之术用来侦查。不好，我们位置暴露了，疏忽了。这是匈奴培养的探查鹰，我们可能中计了。那3支小运输部队是诱饵。下一秒，谢不二当即搭箭拉弓，射向那只鹰。兵卫竟然没有射中，他喵的，竟然射歪了！加点，消耗250杀戮值，弓箭手等级提升到神箭手。我就不信这次还射不下来。谢不二再次搭箭拉弓，下一秒一箭射出，箭矢如同一道金色的流光划过天。走。不久后，一支4000人的匈奴骑兵来到了谢不二所停留之地，居然被发现了。看来这支队伍中有神箭手，应该没走远。追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敢来草原上撒野，就让他们埋骨草原，让来年的草长得茂谢。4000骑兵浩浩荡荡沿着地上的马蹄印追去。另一边，谢不二他们一口气跑了100多公里都不带休息的。兵卫，我们这样跑也不是办法，迟早会被追上。不跑能怎么办？如果后面的追兵超过2000，我们这点人怕是要被围剿在这片草原上。先弄清楚这支匈奴骑兵有多少，要是不多，我们就杀他个回马枪。兵卫，我带人摸上去看一下，小心一点，平安回来。放心，我还舍不得死，宜春楼的小翠还等着我回去呢。王武带着2个侍候折返了回去，注视着王武3人远去，直到看不见谢不二才收回目光。如今无法继续袭击匈奴运送粮草物资的军队，那就拿那些小部落开刀，将匈奴那些小部落统统扫灭。
半个时辰后，王武三人平安归来。可算回来了，我福大命大，目前还死不了。情况怎么样，王武兄弟？此刻众人也是看着王武。我们身后有4000匈奴精锐铁骑，距离我们30里左右。此刻众人神色凝重起来。我们该如何摆脱这支匈奴骑兵的追击？要是能让马蹄印消失，让匈奴骑兵找不到我们的痕迹，便可轻松摆脱匈奴骑兵的追击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可如何才能让马蹄印消失？这才是重点。要是我能想到，不早就说出来了。对啊，让马蹄印消失。我们缴获的物资当中可有皮革或是布匹？谢兵卫，你要皮革干嘛？我有大用，有就速速去取来。兵卫，我们缴获的都是食物、武器等物资，没有皮革。此刻谢不二看着唐兵卫大人，我没犯什么错吧？把你的衣服脱下来。啥？众人也是一脸惊诧的看着谢不二。那啥，兵卫大人，我没有那种爱好。你想死吗？我是说把战袍脱下来。哦，要战袍啊，吓我一跳。你要这战袍干嘛？我有用。此刻众人不解的看着谢不二，将所有马蹄都用布包裹起来。快！不久后，匈奴骑兵追到这里，看到驻扎过的痕迹，却找不到离开的方向。报，诸位，痕迹到这里就消失了，找不到敌人离开的痕迹。怎么回事？痕迹消失了？对方明显在这里驻扎过，可却没有离去的马蹄印。难道这些人会遁的不成？找，分头找，掘地3尺，也要将他们给我找出来。行，分头行动，以少英联系，一旦发现敌人行踪，立即联系，围也要将他们围住。若是无功而返，他们的这个都尉就到头了。摆脱追兵，谢不二并没有继续逗留在草原上，而是进了一片小沙漠。呸！这风沙真大！躲进沙漠里来，他们的痕迹消失得更加彻底。次日，众人出了沙漠，来到了草原。兵卫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做？我可不想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袭击不了辎重粮草部队，我还袭击不了那些小部落。走，作战目标换成匈奴小部落，将那些小部落青壮杀光，粮草烧光。这个冬天也别让这些匈奴人太好过。转变作战目标，他们就开始继续在草原上游荡，看见匈奴小部落就转身出击，将青壮和高过车轮的房子都整杀干净，粮食烧毁，牛羊马匹驱赶解散。1天的时间，他们就扫荡了20几个匈奴小部落。第2天一早，谢不二等人在冲击一个上千人的部落时，一队匈奴骑兵匆匆赶来，给我冲！全体列阵！匈奴骑兵大部队他们对付不了，但是1000骑，他们自负还是能灭掉的。杀！一枪斩杀匈奴领兵将领，谢不二强势杀入冲锋的匈奴骑兵中，手中霸王枪把自动爆发，不断收割着一个个匈奴骑兵的生命。不久后，匈奴大部队骑兵赶到，地上只有遍地的尸体。该死的魏老鼠有种出来决战了！不杀了他们，我呼南雷誓不为人。追，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，也一定要将这些魏老鼠找出来。谢不二带着部下就跑，一路上遇到小部落就挥起屠刀杀过去，遇到匈奴大部队骑兵就跑，完全不与匈奴骑兵接触。当左贤王发现游荡在草原上的安宁关铁骑还没有被灭，气得他七窍生烟。命令各部落发兵参与围剿。一连几天，谢不二带领部下灭了40-50个小部落，灭掉上千匈奴小股骑兵。当消息传入围剿的匈奴大军里赶过来时，谢不二部早就远遁，消失了踪影。该死，这群人是鬼魅不成？一定要将他们找出来，不将这队人消灭，5等脸都要丢光了。而此刻，谢不二他们躲在一座小山脉里，正在煮牛羊肉吃。兵卫，现在参与围剿我们的匈奴骑兵越来越多了，我感觉我们好像捅了马蜂窝。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太刺激了。这里暂时还比较安全，暂时先躲2天，也不知道安宁关那边怎么样了。相信杨业将军他们，安宁关一定能守住。不能喝酒真难受，这么多牛羊肉配上酒才是享受。等回去后，我请你们喝3天3夜。众人边吃肉边聊，整个营地都是肉香味。入夜后，谢不二开始打坐修炼。这些天转战也杀敌不少了，是时候再提升一下修为境界了。加点，消耗500杀戮值，修为提升到后天大圆满，力量增长到3万击，实力提升了，这才有安全感。休整了2天后，他们便离开了这里，开始继续扫荡匈奴小部落。此刻安宁关内3万援军，这些官老爷们知道害怕了，家底都派出来。哈哈哈，这些官老爷们也害怕了。还不是听说兖州、西州被匈奴铁骑肆虐，他们生怕安宁关破，死在匈奴铁骑之下，这才不得不将郡兵和宪兵调来。岐山要塞被攻破，边关3州之地沦陷，据北关压力大增，也不知道镇北将军能不能扛得住。现在只能靠他们自己硬扛了。金道荣那家伙真该死，身为岐山要塞守军将领，为了保全实力，竟然丢弃岐山要塞跑了。让兖州、齐州和登州3州之地沦陷在匈奴铁骑兵锋之下。那贪生怕死的家伙，只怕是早就倒向了二皇子麾下了。守关可没有保存实力，帮二皇子争夺大位重要。不管怎么说，有了这3万士兵，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。也不知道谢不二他们如今怎么样了。匈奴大军这几天又开始攻城了，说明断匈奴大军粮草计划已经失败。生死有命，只能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。另一边，
谢不二带领部下扫荡了20多个小部落，短短几天时，谢不二带领部下转战上天里。兵卫，我感觉我们得回去了，不断袭击匈奴小部落，我怕我们走不出草原。经过这些天的厮杀转战，士兵900不到了。谢不二看了看身后的士兵，虽然一个个精神抖擞，但是眼里掩饰不住的疲惫。往边关靠，我们回去。草原上的风太冷，他们生长在关内，对不起，他要带领活着回去，但殊不知一场危机正在等着他们。安宁关外，匈奴的骑兵探子如黄豆般撒在了边关这段草原上。这么多匈奴骑兵探子，为的就是寻找谢不二，堵死他们回去的路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该死的魏浩子！这次看你们还能往哪里跑！集结骑兵擒拿他们！3000铁骑浩浩荡荡，全速前进。附近另一部2000人匈奴骑兵在接到传讯后，也在往这个方向赶来。而这一切，谢不二部还丝毫不知。整整5000骑兵正在边关围堵他们。敌人有敌人，准备有敌军。王武等人身后一支箭射，铺天盖地。快上马，准备战斗！还在休息的士兵听到谢不二的命令，纷纷爬上马背。骑兵冲锋卷起的烟尘如同狼烟升起，铺天盖地。将士们准备战斗！士兵们纷纷抽出战刀来，准备应战。谢不二看了一眼身后将士，本来他还想着将他们全部都带回去的，只可惜天不遂人愿。诸军随我杀敌！杀！带领大军冲锋的拓跋焘和呼南雷看到谢不二部上去迎战，将前方敌人的脑袋都砍回去，祷告死去的族人。谢不二眼神犀利，看着敌方2个将领，体内的血气沸腾，如气血浓烟，直贯人心。那可是后天大圆满的武者，除非先天强者出手，否则不可能一击将他轰杀的。一击轰杀掉一个敌军将领，谢不二拔出黑金战刀，朝另一个匈奴敌军将领斩去。为什么会如此强大？击杀了敌方2个将领后，谢不二策马一将扎住匈奴敌军大开杀戒，其他将士们跟随着谢不二杀入匈奴骑兵阵营，与敌军厮杀在一起。一阵冲杀而过后，地上满是尸体，血水染红了大地。谢不二身后还剩下600多人，大部分带伤，战死了200多部下。敌军3000人，还剩下不到1半。将士们，随我冲垮他们！谢不二一马当先，杀入敌营，手中长枪要杀入敌军。匈奴骑兵斩于马下，战斗异常的惨烈。谢不二虽然拼命斩杀匈奴骑兵，可是匈奴骑兵人数很多，死亡在所难。没等谢不二部喘一口气，远处草原上又传来了骑兵冲锋的声音。兄弟们，今日就杀他个痛快！谢不二带领诸军减伤的敌人一个个眼神凶杀。不明白马匹主的一家为什么会有如此恐怖强大的力量？谢不二一个率先冲入敌军阵型，将冲锋阵型给冲乱。郭小平、伏兵、王武等人跟在谢不二身后杀敌无数。不久后，战斗结束后，谢不二身后只剩下300来骑还在战里。兄弟们，我们胜了！万岁！万岁！来人，把这些给大家发下去。这是华为 B70 Pro， 还不多谢将军？多谢将军，给大家的一点心意，辛苦了。将军就是太贵重了，您破费了。这手机没花钱，是和左下角游戏合作送的，还准备了几千台送给粉丝呢。将军，咱们刚打胜仗就开起玩笑了，哈哈。不开玩笑，我兜里1穷2白，你们也知道，可拿不出这么多 P70，骗你们我还有好处不成？你看，就点我左下角链接下载之后，就能参与领苹果15和华为 P70的活动了。只要上线八卦机升级都能领到。那不是能让家里头也领？对，只有刷到我这条视频的左下角链接都可以领，见者有份，赶紧冲！现在上线就能进入全新鬼服版本，一人独占全服资源，手机到手快得很。印马河边满是尸体，血水浸染土壤，渗透到河中，河水都变红了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归梦里人。不二，我们要赶紧走了，如果还被匈奴骑兵围住，剩下的兄弟们都走不了了。看着战死的袍泽尸体，谢不二沉默了。他们连给战死的袍泽收敛尸体的时间都没有。继续赶路。很快，谢不二他们便带着3000战马离开了印马河。不久后，又有一支匈奴骑兵赶来，却只能看到满地的尸体和到处游荡无主的战马。都尉，我们来晚了。拓跋都尉、副都尉和一都尉都战死了，5000勇士无一幸免，壮烈牺牲。敌人战死多少？570来具尸体，不到600具。如此战损，对方到底有多强，又有多少人马？这可是5000匈奴精锐铁骑啊！面对大魏3万步兵，都敢直接冲锋，却全部战死在饮马河边。会不会是这一支队伍中有先天强者？要不然3个都尉都是后天大圆满，怎么可能都战死了？能杀死3个后天大圆满的，只能是先天武者。我们还追不追？追！夜晚，谢不二他们在一处山脚休息。
你不要太过自责的，我们军人战死沙场，就是归宿宿命。我本可以都带他们回来的。战争就是如此的残酷，从我们入伍的那天起，就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，你不必自责，记下这笔仇，以后定让匈奴人血债血偿。谢不二沉默的点点头，残破的半卷龙旗猎猎在黑夜中随风飘动，受伤的士兵在包扎伤口，不用疗伤丹药疗伤。来，不二兄弟吃个羊蛋补补肾。好意心领了，我不需要补。要是文武老哥你现在还是多补补吧，要不然再过几年就用不了了。郭小平、吴斌、庞云山等人纷纷大笑起来。话说，宜春楼的花如月姑娘，那歌声是真的好听，人也长得很漂亮，可惜就是。能打退匈奴，我请大家去宜春楼消费1晚。到时候我要点10个菇。10个，你吃得消吗？不是，你们什么眼神啊？想当年我一夜10次郎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如今放水还能成一条线不？我特么，我才30多岁，不是60多岁。次日清晨，队伍继续行军朝安宁关而行。下午时分，他们才赶到安宁关南城门。这小子活着回来了，快派人去禀报杨业将军，谢不二不回来了。谢不二他们接近城门，林校尉带着一小队将士迎了上来。谢兄弟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林校尉看着谢不二身后只有300多人，林校尉神情凝重。很快，杨业将军也是过来了。将军，我没能将他们都带回来。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不必自责。他们的牺牲，我整个安宁关都会谨记。我不摧毁匈奴大军粮草无数，先后斩杀几十支匈奴粮草大军，后摧毁上百匈奴小部落，斩杀匈奴8000余骑。今日归来，没能完成将军嘱托。好样的，他们都是我大卫好儿了，你们功劳重大，你们是我安宁军的骄傲，我以你们为荣。迎英雄归来，迎英雄归来。听完谢不二汇报了这些天的经历，杨业等人只觉得震撼。这小子此番功劳甚大，如此大的战功，足够升任6品皮将了。能在草原上带兵来去自如，天生就是带兵打仗的料啊！妥妥的猛将，未来怕是不可限量。出去一趟，这小子貌似又强大了不少。就先升他当一个校尉吧。现在朝堂不稳，皇子正位也没办法上报功劳，让朝廷册封谢不二皮将一职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去看了一趟老兵，他对下的士兵只有张大牛一个熟悉的面孔了。猪大牛哥，我来看你们了。回来就好。不二啊，听说你们此行斩敌8000余骑，这也太勇猛了。那是分好几天击杀的，都是兄弟们用命拼出来的，有什么猛不猛？可惜我不在你的麾下，要不然也跟随你们纵横草原了。要不我送你去不二麾下？哎，那啥，我还是愿意跟着你。算你识相，不像王五那家伙，跑到谢不二麾下，到现在都不敢回来。猪，我成了，嘿嘿，跟我进来。真的练成了？真的。谢不二运气大日心经功夫，浑身都开始泛金光。这不对啊！什么不对？没什么，我是说你修炼成功了，叔真替你感到高兴。我教你修炼呗，叔。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不错，叔没有看错你。半晌后，修炼不了，无法入门。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修炼。这门修炼心法真的这么邪门？小子，你修炼这功法千万别传出去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是叔。还有，不成5圣，不可破纯阳，否则你修炼不到5圣境界。5圣，大宗师之上就是5圣，不到称圣，一尊5圣可镇一国，寿500载。那武帝呢？他所修炼的大日心经，不就是武帝强者开创的吗？武帝那是传说。行了，记住我的话，不到5圣不能破了纯阳，否则你将与5圣无缘。这岂不是说修炼到5圣境界就不能碰女人？叔，那为什么其他5修又可以？你自己修炼的功法是什么特性？你自己没有研究过吗？叔，你误我了。晚上，杨业将军给谢不二部下的300将士们弄了一场庆功宴，让将士们好好大醉了一场。弄完庆功宴回来后，谢不二便开始修炼起来。为了能早点成为真正的男子汉，他要努力的修炼，努力修成5圣。这个肾虚的男人率领1000骑兵勇闯草原，战敌8000骑，带着剩余300人凯旋归来。但还没等众人吃上肉夹馍，匈奴大军就又派出了2万大军发起攻城，直接给安宁关守军上强度。此刻城墙上银金之破伤风之剑一砸一人之手。杨业出来受死！呵，2个败家之犬也敢言勇，今日你必死！就凭你们，置我一枪！黄龙，匈奴宗师黑袍鼓动，所有真元凝聚于手掌，一场开来。乌云盖顶的气息宣泄，另一个匈奴宗师一刀也是斩向杨业。3人不断大战横跨，高空之中将士强大的武圣先天不知多少。突然，匈奴大军中再次出现一道身影。不好，匈奴大军中还有宗师强者。这些匈奴人真卑鄙，竟然派出3尊宗师围杀杨将军。坏了，杨将军危险了，怎么办？守了将近1个月，还是要守不住了吗？大魏不是没有强者，也不缺宗师高手，可他们安宁关却只有杨业一尊宗师强者在安宁关死守。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大魏老皇帝垂垂老矣，皇在增位，杨业不愿意站队。将士们，杀死这帮奴寇，杀1个够本，杀死2个赚了。安宁关守军疯狂反扑，抱着必死的心态，能杀1个是。谢不二此刻在匈奴敌军中飞身战招，在那血，他的战袍依然在那周围密密麻麻的。
匈奴士兵。看着谢不二如此恐怖，林校尉、周校尉、武校尉这些人都感到惊骇。这家伙是什么个怪物？去一趟草原，回来后实力翻天覆地，什么怪胎啊？这实力增长也太恐怖了吧！他喵的竟敢肆意屠杀我匈奴大军！没想到他的力量如此强大，丝毫不弱于我，这完全不是一个后天武者能拥有的。此人乃是先天武者，实力深厚，绝对不是刚突破那种。亲手终结一个大卫妖孽，也许会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修图要举拳朝谢不二轰杀而来，谢不二挥起黑金战刀砍去，血煞之际，滔滔不绝，拳刀相碰，谢不二被震退了2步。先天武者的真元很是强大恐怖。杀，只死杀敌，与奴寇共赴死。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。城墙上很是惨烈，不断有守军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安宁关守军此刻怀着必死的心拒敌，听着城墙上的喊杀声，城内的人看着城墙方向，娘还不孝，还是要去杀敌了。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？兄弟们，走，随我去杀敌。守军拼光了，该我们上了。城中健壮的青年，懂些拳脚的武夫都在朝着城墙而去。天空之上，杨业节节败退，面对3个宗师，他对付起来非常的吃力。一个黑袍匈奴宗师大手朝杨业后背开去，其他2位宗师亦是动用杀手锏，准备围杀杨业。老王，你他妈再不出手，我就要死了！哎，老杨，这就抵挡不住了，我还以为不需要我出手呢。此刻围杀杨业的3位宗师也是突然一顿，还有帮手，一道身影自城内一步踏出，御风而来，迅如魅影。王轩一身玄黑衣袍，无风自动，长发飘逸。别骚包了，你再不出手，我就要被弄死！杨业一掌震退一个匈奴宗师，又转身与另一个匈奴宗师对峙。他们还弄不死你。宗师强者，哈哈哈！我们也有宗师强者支援。杨业，没想到你也准备得有后手，请了强援。早就知道你们不死心，我岂能不防备一手？老王，你拦下2个，我先杀了这个。喂，我们说好的价格可不是这个，我只帮你挡住一个匈奴宗师啊！杨业此刻心为响动，势必要诛杀一个匈奴宗师强者。看到突然出现帮忙的宗师强者，安宁关守军军心大定。该死，不是说安宁关没有支援的吗？汉子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安宁关中有一个宗师强者？王轩一硬是压制住了。杨业把王枪大刀凶往，将2尊匈奴宗师打得节节败退。早知道如此，就多请求2尊宗师前来了。今日一定将你斩杀！匈奴那尊宗师完全抵挡不住王枪的凶威，快来救我！此刻另外2尊宗师死死被王轩拖住，根本分不开身前去救援。今日谁来了都救不了你。匈奴这尊宗师被杨业一枪挑杀在空中，一尊宗师惨死，这将无数匈奴士兵的心气神都吓破了。赶快撤军！杀！兄弟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，随我杀敌！谢不二也跃下城墙追杀匈奴大军，城墙上的守军自发来守城杀敌的居民，通通跟随着杀出关外追杀匈奴大军。不久后，战争结束后，关外遍野的尸体，杨业并没有带着大军继续追杀入草原。我们胜利了，大圣万圣，我们守住了！笑着笑着，不少安宁守军就哭了起来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可饮匈奴血。老师，好一个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可饮匈奴血。大才硬气，不愧是读过书的书生，吟诗作对，才气冲霄，提刀上马杀敌一凶猛，简直就是文武双全。壮志豪情万丈，吾辈男儿笑沙场。不二，再来一句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驽马渡鞍山。老师，大才，好一个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驽马渡鞍山。此刻匈奴大军内前后将近20万大军扣关，安宁关没能拿下，反而自身损失惨重，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。剩下的将领一个个都低着头，2尊宗师已经离开，回草原深处去了。他们不愿意再去送死。夜晚，安宁城很是热闹，城里的居民都在庆祝胜利。宜春楼也重新开始营业，不少人开始聚在宜春楼饮酒作乐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可饮匈奴血。那位谢兵卫简直是豪情万丈，杀敌勇猛，文采亦是斐然。就是此句是好气魄，好豪情，笑谈可饮匈奴血，这是何等的意气风发！我跟你们说，那位谢兵卫乃是我家邻居，以前是个肾虚读书人。杨兄，要是你专心武道，不为君无所累，现在只怕是已经突破大宗师了吧？如此选择，你不后悔吗？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你知道的，从小就在边关长大，习得这身武艺，自然是守卫边关，护一方百姓安宁。就像王兄你一样，从小自江湖中长大，向往的是江湖的快意恩仇，自由洒脱。只可惜我没有你这天赋，要不然早就突破大宗师，开宗立派了。你堂堂宗师强者，想要开宗立派，不知道多少人挤破脑袋上门学艺。行了，我们的交易也完成了，你这报酬是不是也该结算一下了？真不知道你这家伙一本枪法，你要来干嘛？你可是练拳的，你不懂。枪法和拳法其实差别不大，我要借鉴一下你的枪法，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。那祝你有所得。行了，报酬到手，再见，希望下次再见，你还活着。
谢不二被提拔为校尉，升任校尉一职。虽然升任校尉，但是他麾下只有那300多骑兵，跟随他出草原活着回来的那300来人。校尉，恭喜恭喜！不错，都是校尉了，看来离当将军也不远了。校尉，恭喜恭喜！校尉，恭喜恭喜！校尉，今日升职，我们营幼师放假，要不去宜春楼上，我请客去喝花酒。对，谢校尉，升职了，应该请我们去潇洒一下吧？不是你丫的，说好战事结束，你请我喝酒的，怎么现在却叫我请你？那可不行，你可是校尉，应该是你请我们才对。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。好，那今晚宜春楼我请客，郭兄，今晚我请，你就下次再请兄弟们吧。行，没问题。这个肾虚的男人在杨业将军的带领下，刚打赢了一场守城战，肉夹馍还没吃上热乎的，此刻河西县就传来一道不好的消息。禀报将军，戎狄3万大军扣关，河西县2000守军已经战死一半，如今已岌岌可危。河西县令请求安宁军出兵支援。这真是多事之秋啊！事后来报，祖先王大军后撤了20公里，并没有率兵回草原深处，只怕是心有不甘，对我安宁关依旧虎视眈眈。你们说说该怎么办？派谁去增援？此刻赵永安、孙浩几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要不就让谢不二那小子去吧，他的实力堪比先天，去了想来应该能抵挡得住戎狄部落，毕竟不是戎狄大部落。不错，我也推荐这谢不二，这小子打仗就是一把好手，而且还是好战分子，让他去，他肯定愿意。既然如此，也只能让他走一遭了。调派士兵，将他麾下的人马补全，让他立即出发支援河西县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就接到了军令。什么？让我们营增援河西县，300人去增援河西县。将军有令，调兵优先补全你们营，让谢校尉你立即带兵出发，增援河西县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带队来到教场，杨业已经将部队集结完毕，2000匹战马，1700个士兵。禀报将军，我部已奉命集结。现在河西县告急，我给你补齐2000士兵，你带2000骑速速赶去增援，不能让戎狄攻破河西县南下，能否做到？誓死捍卫领土，驱逐敌寇。好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不久后，2000铁骑浩浩荡荡驶出安宁关，朝河西县疾驰而去。看着谢不二带兵出发，杨业目送着队伍远去。河西县城此刻4道城门紧闭，戎狄大军兵临城下，3000戎狄大军不断攻城。此刻守城士兵顽强抵抗，石头、金质的不断往下破。将士们挡住，很快安宁军的援兵就能赶到，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。将士们守城成功，这些都是你们的，拿上来。大人，这么多手机都从哪里来的？都是左下角链接里领的。现在不仅有华为 P70和华为 Mate 60 Pro， 还有最新款的平16 Pro Max， 下载注册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。大人，我这怎么没有看到呀？我看看，左下角换了新链接，活动火爆，库存不足，等我把库存给你加上。果然有领取界面了。那当然，县令还会骗你们吗？看我的华为 P70都已经拿到手了。大人这么快就拿到了？左下角现在急速发货，保证24小时内包邮到家。那我现在就去领。现在看到视频的粉丝们，只需点击左下角参与活动，领个手通礼包，华为 P70和苹果16 Pro Max 轻松领。公子为何不直接大军压上去，拿下这河西县，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？县邮书对待猎物一击必杀，并没有快感，我们要享受追逐捕猎的过程。来人，再派3000人压上去，我要让这些魏人感受什么叫做绝望。此刻武城指挥着士兵不断御敌，陈天化这位县令书生亦是提剑杀敌。坚持住，援军在来的路上，等援军一到，我们一定能够打退戎狄敌军。安宁关与匈奴敌军大战1个月之久，现在怕是也没有能力能拿出太多的士兵来增援。他之所以说援军快到了，也不过是让守城的士兵有一个念头而已。戎狄大军一直攻城到中午，守军顽强抵抗，没有让戎狄大军攻上城墙。与此同时，谢不二正带着部下将士策马疾驰。北境的10月，树叶草木已经枯黄，在黄叶纷飞的道路上，一队骑兵正在疾驰。中午时分，吃完午饭，戎狄大军就又开始攻城了。城破人亡，诸位县令大人都在城墙上奋勇杀敌，尔等可敢携手中3尺剑，与我一同上城墙杀敌？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教驽马渡鞍山。安宁关那位谢小将亦是一介书生，他都敢奋勇杀敌报国，吾等亦可。吾等虽是读书人，但也略懂几分拳脚。走上城墙杀敌！一群书生提3尺清风，便上了城墙。上，打死这些戎狄人！喝老子的大粪吧！滚烫的金之入雨下，瞬间烫得不少戎狄人从云梯上摔下去。拼死血战到下午，河西县城墙上的守军已经只有300多人。县令大人，我们的援军什么时候到？快了，就快要到了，我们坚持守住。小伟，坚持住，你不能死啊！这就是父亲所说的大伟吗？骨头果然够硬啊！再派3000人将河西县拿下吧。是，小王子。看到戎狄大军又派出3000人加入攻城，陈县令眼里露出一丝绝望。诸位，我们可能等不到援军赶到了，你们怕不怕死？此刻城墙上所有的士兵都看着他，不怕，敢死他！我全用住！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怕个卵，干死他丫的！好，诸位都是勇士，都是我大卫好男儿。陈某以和你们一起作战而感到骄傲。现在吾与尔等共赴国难，是与犬戎血战到底。血战到底！无能的狂吠，今日就与吾等9尺之躯，以报国恩。杀！
戎狄大军如潮水般涌来，气势汹汹，河西县已然无法阻挡这一波戎狄大军，县城沦陷不过顷刻之间，终是没能等来援军。与此同时，谢部二部情况如何？禀报校尉，戎狄大军还在攻城，河西县已经岌岌可危，全速前进，不能任戎狄攻破河西县城门。郭孝平，你带500士兵入城去城墙上帮忙御敌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是校尉，尔等跟我走。谢不二带领1500骑直冲敌营，黄敦的马蹄声隆隆作响，传出去很远。大卫好儿郎们，随我杀敌，若有来事，咱们定当把酒言欢。小王子，有敌骑，大卫援军到了，1500骑。1500骑就想来就想河西县，来晚了，派2000骑兵去给我灭了这1500骑。是。戎狄大军中一支2000骑兵快速离开，朝谢部二部方向而去。县令，你看，怎么了？援军，我大卫援军到了。众人一听，纷纷看过去，远远的地平线上，大卫大军旗帜迎风招展。援军，我们的援军到了。此刻，郭孝平带领500士兵率先入城，杀上城墙。哈哈哈，有救了！尔等退下休息吧，现在由我部守城御敌，我等还可杀敌。不少士兵拒绝了，他们现在依旧能提刀杀敌。此刻，戎狄将领与谢部二部在旷野平原上相遇，直接拉开阵型，就开始冲锋厮杀。杀！双方骑兵铁骑滚滚，战旗猎猎，直接冲撞上去。无双破军。斩掉一个戎狄将领，谢不二大开杀戒，大王枪法如夺命魅影，一枪铁将杀穿的戎狄骑兵阵型。不好了，小王子，我们派出去的骑兵被魏人骑兵一个冲锋全灭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敌方将领太强，先于飞都尉一个照面就被敌方将领斩杀于马背上，然后我们的骑兵就被屠杀殆尽。要不我带队去灭了这支骑兵？那就麻烦仙游叔带3000骑兵去灭了河西县最后的希望吧。此次出征，他带了3尊先天武者来，这股力量足以摧毁河西县。是小王子。仙游带领3000骑兵就朝谢不二部杀去。此刻谢不二也不再隐藏，直接加点提升修为，在他体内形态开始强化他的血肉骨骼。这是在变强，这是突破了。后面那尊戎狄先天强者还在追我们，看来已经有取死之道了。当距离够远后，谢不二便策马停下来，部下士兵也纷纷停下，跟在他身后。吴兵、王武、唐云山等人此刻很是兴奋，兄弟们要开始反击了！麾下将士立于马上，站在他身后，安静地看着戎狄大军追来。这是认命了，儿郎们随老夫杀敌。你们在一旁候着，待我斩杀了那尊先天强者，你们再冲锋，将那3000骑兵围杀。说完，他就跃马冲了上。谢不二手中长枪，先天真气凝聚，铁枪变得金黄璀璨，绽放着金光。此人乃是一尊先天强者，难怪能轻易的就击败了我们2000骑兵，那2000人死的不冤。先由先天真气爆发，手持大戟冲上。霸王枪法千军。那强横恐怖的力量将先由震得身影倒飞出去。谢不二挥舞着长枪，犹如一条金龙杀来。霸王枪法狂龙。看着强势杀来的谢不二，先由只能拼尽全力对付那恐怖的气势，让吴兵等人只能远远的看着。校尉好强啊，刚一突破就如此强大，完全是在压着戎狄那尊先天强者的。话说谢校尉不会是那个老怪物转世吧？这修炼速度也太快了。那些圣地宗门嫡传亲弟子，恐怕也只与校尉相当。这个肾虚的男人率领2000骑兵支援河西县，如神兵天降，管大法名将倾，让河西县残余士兵燃起了生的希望。而此刻这个男人正与一名先天武者。明明只是先天初期，怎么却像是在面对一个先天大圆满的强者？霸王枪法定江山。先由拼尽全力抵挡，还是难以敌，被一枪换死。霸王枪法扎肾，一枪扎出，在仙游的腰上扎出一个窟窿，血流不止。欺人太甚，要杀就杀，为何辱人？手滑，手滑，划你老母！算了，打的差不多了，送你去归西吧。霸王枪法天火燎原。仙游看着被一枪绞碎的心脏，嘴角流血，缓缓倒下。兄弟们，跟我杀！此刻戎狄骑兵转身策马就跑，谢不二一指飞跃上，策马冲锋，朝戎狄骑兵追杀去。不久后，戎狄骑兵留下2400-500多具尸体，只有不到500来人逃出了追杀范围。留下一部分人收拢战马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不好了，小王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敌军中有强者，仙游大人战死了。什么？小王子能斩杀仙游老疙瘩，怕是一尊先天大圆满，我们得准备赶紧撤退。先天大圆满，就算是2万大军，也很难挡住先天大圆满强者带兵冲锋。此刻，远处的旷野上传来轰隆马蹄声，声势浩大。不好，那尊强者带兵杀来了！挑眼望去，一道血气狼烟升起，滚滚而来。那强大的血气令他感到颤抖。如此恐怖的血气，至少是先天大圆满，说不定快要突破宗师了。要命了，要命了！收兵，收兵，快撤退！于丹军带着部下前往，还在攻城的戎狄大军突然听到撤退的号角，不明所以。我们就快要拿下河西县城了，怎么大军在撤退？貌似还是在逃跑。
此刻城墙上的郭孝平、陈县令等人看到戎狄大军撤退，大喝起来：“退了！戎狄大军撤退了！我们打赢了！我们打赢了！”戎狄狗贼别跑啊！米夏野还没有杀够呢。别逞能了，再来多一点戎狄大军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！哈哈哈，将士们，我们赢了！赢了！郭兵卫，那位将军就是谢校尉吗？不错，那位就是我们校尉大人。我还带了点东西抬上来。这些都是谢校尉送给我们的礼物，大家一人领一台，这么多全是。无妨，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。借花献佛，这些都是我左下角合作的厂商送给大家的，我不过是转交而已。我们校尉大人听说上一次那粉丝和观众朋友们都不够领的，特地给大家再要来的一批，那我替大家多谢大人了。这些送给全部将士可能不够，没领到的可以去我左下角看看，里头还准备不限量的 iPad 和5000台华为 P70 Pro， 只要看到这条视频点左下角链接上线就能升级免费领。这么多，那我要给家里领一台。是呀是呀，那你们赶紧点左下角能下载，现在上线还有机会拉满红装神武，解锁了3界地图，御龙飞行直通3界，升级快人一步。我替大家谢谢谢大人。如此猛将，难怪能做出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可饮匈奴血如此豪情壮志的诗。与此同时，谢不二眼看追不上戎狄大军，当即拿出弓箭来，直接气息锁定一个先天强者。这是神箭手，不错，我们校尉是一尊神箭手。戎狄大军中，党坤心中惶恐，我咋感觉自己被大恐怖盯上了？就像是有一尊宗师强者盯上我了。完了，怎么了？他丫的，快跑！有林一把抓起于丹军这位小王子，不要命的先逃跑。党坤大吼，他要强势对抗这一剑，为自己争取一丝活命的机会。此刻城墙上，陈县令等人站得高，陈县令说话都不利索。先天，眼看追不上戎狄大军，谢不二就将目标盯上了攻打城墙撤退的那些戎狄人。尔等不要动手，围住那些戎狄人就行，别和我抢人头。吴兵、王武等人将人围住，阻住了这1000多戎狄士兵的去路。谢不二冲入这支被抛弃的戎狄士兵人群，便大开杀戒，手中长枪不断收割着戎狄士兵的生命。不少戎狄士兵丢下武器就跑，谢不二一枪扫出，瞬间斩杀10几个戎狄士兵。饶命呀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看着谢不二如此大的杀性，王武等人都被谢不二身上的杀戮气息给吓到了。校尉大人不会是走杀戮之道吧？这谁敢相信？校尉大人以前是一个书生，读书人啊，读书人杀起人来真狠，都不眨一下眼睛。满地的尸体，血流成河。谢不二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手中铁枪在滴着血。杀戮值13717，系统可升级。系统可升级，这是要升级为 T1 版本吗？升什么级？当前 T0 版本觉得蛮好用的，不需要升级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带领军队进入城内，恭迎谢将军。我代表整个河西县所有百姓，感谢谢将军援救，打退戎狄大军，拯救整个河西县。此乃我辈军人的职责，不必如此。在百姓的欢呼声中，谢不二部被陈县令带到军营中去。谢将军暂且请贵部在此休息，晚上我会为贵部接风洗尘庆祝。谢将军你们的功劳，我会上报朝廷，为你们请功。行，陈县令，你且去忙，我部暂且接替城防。那就晚上我好好陪将军喝几杯，安抚百姓，抚恤阵亡将士，安排人处理尸体等等事情，都需要陈县令去处理。不久后，谢不二来到了伤兵营里。校尉杨军，诸位将士安心接受治疗，我会让陈县令多找些大夫来给你们治疗。我希望你们尽快好起来，我们再一起杀敌。这位是。会将军，若是我们校尉吴成力战搏杀2尊戎狄后天强者，自己也重伤垂危。谢不二拿出了一颗收藏的疗伤丹药，掰开武成的嘴给喂了下去。至于能不能活过来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夜晚，军营里烧着柴火堆，陈县令弄来了不少的肉食酒菜招待谢不二部。陈县令，酒就不喝了，大家以茶代酒，吃好喝好就行。是我糊涂了，那就下次喝，大家吃肉。谢将军，我们县的兵已经被打残，在朝廷没有派兵来之前，还请您多多操心。陈县令见识到谢不二的强大，早已偷摸耍起小心眼，上书朝廷和安宁关守军，让谢不二镇守整个河西。这是我的职责。听闻谢将军以前乃是读书人，怎么又弃文从武？我从小就向往戎马生活，征战一族，读书只是家父的要求。家父去世后，就投了军伍。此刻一旁的王武嘴角直抽搐。谢将军如此年轻，就是先天强者，前途必不可限量。那里，两人聊着天，互相彼此熟络。这天，谢不二接到杨业将军的命令，让他暂时镇守河西县，不用急着回去。在没有战士的日子，谢不二就带着部下拼命的练，只要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。转眼间到了10月中旬，河西县下起了大雪，鹅毛般的大雪飘扬，一夜之间，这西北边境成了一片雪白的世界。大
大雪覆盖，戎狄大军想要南下都困难，看来是无法再对河西县发起进攻了。这大雪天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冻死。希望百姓们备的柴草足够度过这场雪吧。除了被戎狄洗劫的几个村落，其他村镇问题不大。朝廷可有消息，什么时候派遣士兵将领来镇守河西县？再等等，朝廷还没有做出回应。谢不二对大魏朝堂并不了解，自然不知道现在大魏朝堂为了大魏之争，皇子们已经斗得水深火热，谁管得上一个边境小县城的校尉安排？陈兄可是颍川出身，算是其中一支分支吧，分出来很久了。怎么，谢将军询问这是做什么？想弄些丹药来给部下修炼。难，丹药除了黑市上偶尔有卖的，就很少会拿出来出售。谢将军可能不知道，这丹药只有道门能炼制出来，那么多势力都盯着道门流放出来的丹药，你想要找渠道购买丹药几乎不可能。道门中又有哪家炼丹技术为最？道门中炼丹技术最好的就属焚灵山丹宗，大魏天下80%丹药都出自焚灵山丹宗。丹宗，谢不二喜欢和陈县令喝酒，就是可以慢慢的从陈县令这里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。傍晚，河西县城中最热闹的就是烟柳楼。哟，陈县令，稀客贵客啊！这位小郎君好生俊俏，不知是何方贵客？这位是谢将军。谢将军啊，贵客，贵客，谢将军能来我们烟柳楼，那是蓬荜生辉啊！快请，快请，两位。这个肾虚的男人带兵暂时驻守河西县。10月中旬，河西县下起了大雪，戎狄大军也无法发起进攻。而此刻，他也是被陈县令带去烟柳楼去捏脚修行。秦瑶姑娘呢？我要见秦瑶姑娘，让她陪我喝酒。张员外大人，你别喊了秦瑶姑娘再陪贵客，惊扰了贵客，你我担待不起啊！贵人有多贵？我张县难道不是贵人？咱张员外怕是喝醉了吧？敢这般大声嚷嚷，不知道秦瑶姑娘在陪县尊大人和谢将军吗？嘿，能看他那像猴屁股一样红了脸，就知道喝多了。张员外，秦瑶姑娘在陪县尊大人和谢将军饮酒，你确定要撒泼？什么？那我可是惹不起。知道秦瑶姑娘在陪陈县令和谢将军，张员外灰溜溜的跑了。谢将军，美人相邀，你就做一首呗。若是美人相邀我作诗，我当场作10首。这丫的怎么变成舔狗去了？来来来，陈兄你来，想必秦瑶仙子很欣赏陈兄的才华，10首诗词算什么？小气，陈大人做他个100首。那啥，那个我今天没有灵感。谢不二白了陈天化这家伙一眼。将军大人，妾身这身姿配不上一首诗吗？若是能为奴家作诗1首，今夜奴家便陪大人共度良宵。真是羡慕嫉妒恨呀！看着秦瑶那魅惑无双的容貌，谢不二之感觉体内血气翻涌，压都很难压住。这女人是狐狸精吗？竟然如此懂得魅惑。也罢，仙子如此相邀，我便送诗1首。见谢不二答应，秦瑶立马就去拿笔墨纸砚来。我来为谢将军研墨。谢不二看研墨的变成了陈县令，恨不得将其一脚踢飞。要你丫的献殷勤！将笔墨纸砚准备好后，谢不二就开始动笔抄诗。不对，是班诗。读书人的诗怎么能叫抄呢？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这是将我形容成瑶台下的绝世仙女吗？哪里来的诗歌声？好像是2楼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诗好美，此诗何人所作？大才，惊世大才！老鸨，2楼那雅阁里是何人在里面？贵客，那雅阁里乃是县尊大人和谢将军大人。如此旷世佳作，在他这烟柳楼中产生，定将名扬天下。县尊大人和谢将军在里面，那会是谁人所作？还能是谁？想来是县尊大人呗。县尊大人可是进士出身。不对，不对，县尊大人虽然是进士出身，但是却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诗词。那你说是谢将军喽？必然是谢将军。别忘了，谢将军可是有2首传世诗的。谢将军以前也是读书人。谢将军的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可饮匈奴血，还有可怜无定河变故，又是春闺梦里人，现在传遍大江南北，如此佳作，定是谢将军所作无疑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诗好美，不枉此行，不枉此行，哈哈哈！今晚烟柳楼沸腾了起来。谢将军之才华，秦瑶佩服，感谢谢将军为妾身作此诗篇，我以为报。啥意思？要一声相许，日后再报。秦瑶仙子，下次说话别停顿，答应我好吗？好诗，好诗啊！还行，一般般。此话一出，陈县令差点被自己口水给呛死。让他装到了。谢将军，你这样说好，很容易被打的。你打不赢我。陈县令拳头捏紧，家人面前不能唐突，忍了。
这些不二倒是好生有趣。这秦姑娘也太诱惑迷人了，要不是我修炼大日心，竟无法破纯阳。我看陈县令甚是喜爱秦瑶仙子，不如就让陈县令与姑娘共度良宵吧。好啊，好啊！他看向谢不二的眼神都变得和善了，不愧是好兄弟。秦瑶仙子，陈县令，我军中还有军务要处理，就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聊。看着谢不二告辞离开，秦瑶拿不准谢不二的心思，真的是不受我所魅惑，是个正人君子，还是……离开烟柳楼，谢不二朝军营而去，今夜的消费就交给陈县令了。陈大人，谢将军走了，你还不走吗？啊，我这就走。陈县令起身就走了。走出雅阁，陈县令突然反应过来，我怎么这么听话的就走了？不应该啊！今晚不是要抱的美人归吗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被迷住了！靠，这秦瑶仙子该不会虚有魅惑之术吧？丢人丢大发了！这回他想起在雅阁里自己的表现，真的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真的是个祸国殃民的妖精，这地方邪门，下次可不敢来了。没想到大卫在这边陲偏远地区还遇到如此有才华的人，貌似修为还挺高深的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回来军营，这么晚才回来，不二兄弟。今夜王五老哥值守吗？不对，你身上怎么有胭脂香味？你是不是去烟柳楼了？不是，你属狗的吧？这都能闻出来。好啊，不二兄弟，你学坏了，去烟柳楼都不带我，亏我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感情淡了，没意思了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是陈县令请我去的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回到住所后就开始修炼，大日心经运转，他如同一轮燃烧的太阳，体魄在缓缓变强坚。此刻大卫落京二皇子府内，殿下，昨天夜里兵部尚书王大人去了太子府。这个老匹夫，本皇子拉拢他无数次，他都推脱拒绝，现在是彻底倒向了我那位大哥了吗？户部尚书那个老匹夫呢？户部尚书佐堂大人前几日去了三皇子府上。好，都很好，一个个都不看好我是吧？左相呢？左相依旧称病在家休养，已经多日不曾出门。是你们逼我的，公之公理，准备动手。二皇子韩非宇的声音如同从地狱中传来，在黑暗中回荡，是密探如魅影般消失在黑暗中。来人，派人去让唐将军、程将军率军进京。使我手令，据天牢将金道荣将军放出来，让魏武将军进言皇宫，武城兵马司徐将军和邓将军带兵接管皇城。看着二皇子那坚毅的眼神，他府下的那些幕僚追随者一个个眼神火热，激动且忐忑。走，随我进宫。府内侍卫、大臣、幕僚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皇宫而去。站住！尔等何人？夜晚皇城尽宵，再敢靠近乱箭射杀！吾乃二皇子，有事要进宫见我父皇，都给我让开！守卫们放下了手中的弓箭。禁军大统领魏武将军顾胜刚传命令来，今夜除了二皇子，谁都不允许进宫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！二皇子连夜带人进宫了。什么？坏了！走，快出城！太子韩彻带领心腹连夜匆匆出了城。他知道那个二弟要干嘛，可是他现在阻止不了，也不想去阻止。同一时间，三皇子韩渊也接到了手下探子来报。该死，这家伙得势新疯了吗？来人，给我派人去给传信方将军和吕将军，让他们带领兵马朝皇宫集结，给我阻止二皇子。快速传信给陆将军，让镇守豫州的陆将军带兵入京，镇压二皇子谋逆。三皇子他要在二皇子动手之后夺取胜利果。二皇子一动，让今夜的洛京瞬间动荡了起来。六皇子、九皇子欲夺嫡的几位皇子也各自做出了反应。左相府灯火阑珊，左相傅香如坐在书桌前，手里拿着书，但却并无心去看。看着窗外的星辰，良久，他才悠悠地说道：“起风了。”这个爱吃腰子的男人驻守河西县修炼练兵1月，始终未见朝廷派新校尉镇守河西县，而他殊不知洛京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，谁管得上一个边境小县城的校尉安排？陈兄倒是好雅兴，整日煮酒赏雪。谢将军这是在嘲讽陈某吗？不过是忙里偷闲罢了。说吧，找我来，不会是今晚又想去烟柳楼了吧？这些天来，他被陈县令哀求着去了好几次烟柳楼，只为看秦瑶仙子。谢将军把陈某想成什么人了？你个海狗！谢将军总说海狗，这海狗为何物？夸赞你品质高雅。那海狗也不错。说吧，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？谢将军可知道大魏洛京之事？我哪知道，整日在军营里练兵，在洛京我也没有熟悉的好友。明帝崩，皇子夺位，新帝立。老皇帝死了吗？新帝是谁？毕竟现在端的是大魏的饭碗，顶头上司大老板还是要认识一下的。你猜？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？谢不二白了陈县令一眼，多大的人了还玩这种烂梗？你真就不好奇哪位皇子登临大魏？谁当皇帝我们不要穿衣吃饭，天高皇帝远，这边关之事皇帝也懒得管吧。反正又不是他当皇帝，他操哪门子心？真是服了你了，登临大魏的并不是皇子，而是七公主韩江雪。啥？七公主韩江
江雪，一尊女帝，一个女人当皇帝，那帮子朝臣能同意？看到谢不二那吃惊的表情，陈县令的心里这才舒坦一下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惊讶？我收到消息的时候也是感觉不可思议，确实很吃惊。历史上第一尊女帝还是出现在500年前的大黎王朝。陈县令将大魏洛京最近1个月发生的事告诉谢不二，谢不二也觉得这皇室夺位可以拍成一部曲折的大型连续剧了。此次10多位宗师将领被下狱斩首，厉侯也被牵连，估计是要被发配西南边疆抵御妖族。皇室夺位历来残酷，牵连其中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。这么多宗师都派到边疆去御敌，也不至于燕齐3州之地沦陷。陈县令很是赞同谢不二的话，这河西县本就是西北边疆，却没有一尊宗师镇守，时常被戎狄族侵略，百姓过得都不安稳。大魏洛京皇宫正和殿，此刻女帝韩江雪正在处理政务。谢不二1500骑斩敌5000骑，17岁的先天。这是河西县令递上来的奏折，请求册封谢不二为6品天将，镇守河西县，防御戎狄。谢不二这名字好熟悉，你听说过？回陛下，此人做的一首诗在京城里流传很广，说来听听。传闻那谢不二给青楼一叫秦瑶的女子做了一首诗，现在被不少文人士子青楼清晚传唱。云想衣长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何等女子当的这首诗月下瑶台女神？呵，诗是好诗，人吗？韩嫣然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，不敢再开口。这天下除她这尊风华绝代的女帝，谁人可配这事？一介青楼女子真是浪费。我要这谢不二的信息。是。韩嫣然转身去了一趟悬疑卫，大魏悬疑卫，上监察百官，下监察黎民百姓。不错，有勇有谋，是一员猛将，诗才也不错，文武双全。随后又找出安宁关将领杨业给谢不二的请功奏折。既然如此，就封此人为骠骑将军，镇守河西县，抵御戎狄。半个月后，一道自京城来的圣旨到达河西县。圣旨到，刚才那太监喊什么？好像是什么圣旨到。圣旨。谢不二身边的王武、郭孝平、吴兵等人一惊，校尉还不赶紧去接旨？谢将军赶快接旨。啥？我接旨？谢不二，谢将军接旨。臣接旨。他身后的部将也纷纷拱手行礼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将领谢不二作战勇猛，屡立奇功，今册封谢不二为骠骑将军，镇守河西县，抵御戎狄，护卫边疆安宁。钦此。念完圣旨，那太监看着谢不二，谢将军接旨吧。公公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谢不二将圣旨接过来，他身后的部将一个个欣喜若狂，比谢不二还要高兴。还请公公稍作休息，今晚我宴请公公。不了，谢将军，小人还要回去复旨，多谢谢将军款待。恭喜恭喜，谢将军名正言顺，升任骠骑将军一职。谢不二拿着手中圣旨，他有些迷糊，怎么突然就被女帝册封为骠骑将军，镇守河西县了？谢不二哪里知道，坐拥使者就是他旁边笑盈盈恭喜他的陈大县令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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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从今以后，我们都要叫谢将军了。来时好好的，现在回不去了。谢将军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了。谢不二看着陈县令，这家伙笑得很不对劲。以后也请陈县令多多关照。谢将军今天升职了，不得请我们去烟柳楼喝酒。就是谢将军升职了，可不得带我们去烟柳楼庆祝。去什么去？军中这么多事，陈县令军务繁忙，改天。你不是说再也不去烟柳楼的吗？咋说话不算数？陈县令略微失望的走了，没能去见秦瑶仙子，甚是想念。谢不二看着部下将士们一个个眼里闪烁着光芒。今日我们将自成一军，便要肩起守土之责。我命令那1000宪兵归入我部，再招2000人满编，然后再招2000预备军。郭孝平听令，今日任命你为1营校尉。是，多谢将军。吴兵听令，任命你为2营校尉。是，多谢将军。谢不二的部下一个个都有了任命，这支军队独属于他的嫡系。杭云山、海大河也如愿以偿当上了国场。谢将军，2000士兵没问题，但那2000预备军有点困难呀，这是越级的行为了。陈县令，你怕啥？我都不怕，赶紧给我将兵员召集，要不然开春戎狄来袭，我们拿什么抵挡？在谢不二一顿扒拉下，陈县令只能又招了2000预备军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为了训练军队，谢不二整日都待在军营里。陈县令来了几次，想让谢不二带他去烟柳楼，都被谢不二拒绝了。有了军队，又有了驻地，谢不二心心念念的重甲铁骑似乎也可以开始打造了。当部下听到谢不二要打造重甲铁骑后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将军，重甲铁骑消耗太大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打造啊。他们只是一支5000人的军队，朝廷给的俸禄军饷还要多养2000预备军，想要打造重甲铁骑，完全就是痴人说梦话。重甲铁骑那玩意，别说是我们，就是安宁军也没有资本打造。镇北军20万大军，也只有3000重甲铁骑。谢不二知道打造重甲铁骑就是烧钱，归根结底就是钱。无妨，我自有打算。1天后，军营外来了一个人，拿着手谕要进入军营。军营门口的守卫看着眼前这个一身黑衣的人，又看了看手谕，他们也拿不准，不敢放人进军营来。去禀报将军，让将军来定夺。
将军，军营外来了一个人，拿着兵部的手谕，说是要来我们军当校尉。不久后，谢不二来到军营门口，看了看兵部手谕，谢不二又看了看萧楚一。兵部手谕没错，但是这是京城谁家公子哥，竟然能托关系拿到兵部手谕，跑来击北边塞军队中来当一个校尉，萧霸天是吧？谢不二看着眼前长得清秀的人，怎么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字？又不是2米壮汉，萧霸天真是霸气，和眼前这人完全就是一种反差。眼前此人就是以1000骑斩杀匈奴8000骑的谢不二，那个作诗名传京城的边关将领。你来晚了，我麾下2个校尉已经有人了。他可不想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来到他麾下当一个校尉。手谕是陛下让兵部先发的，怎么你要抗旨？要留下来也行，我手下没有多余的兵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军营里自己找地方住。说完，谢不二就走了。突降一个校尉，让谢不二感到不舒服，这是上面派下来监督他的。才刚升职就派人来监视我，这女帝心眼有点小啊。军营里来了一个关系户校尉，很快就传开了。几天后，萧楚一则是找到了陈县令，让陈县令给他也招了2000士兵。谢不二听后不禁感叹，果然关系户就是关系户，有背景靠山就是好，招纳2000军队轻轻松松。将军，士兵们太能吃了，我们都快没钱没粮了。没钱没粮了？将军你心真是大，这都不管。来钱最快，无疑就是去抢。可现在关外大雪封路，想去草原上找戎狄、匈奴打秋风都没条件，去叫王武来。是将军。郭孝平很快就去将王武叫了过来。将军，你找我？我这有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做。什么事？尽管吩咐。我要你去收集一下方圆几百里内哪里有匪患巨寇，抢不了匈奴、戎狄。谢不二将目光投向了关内。大魏地大物博，不可能处处都管得到，天下太平这不现实。收集匪患巨寇消息，行，我这就去，等我好消息。王武带着10个他训练的斥候，悄无声息的就出了河西县城。谢不二摸了摸下巴，剿匪抢钱抢粮总归是小道，只能是暂时的。要做点什么呢？香皂、酒、镜子、盐不行，这玩意是朝廷明令禁止的，被发现要砍头。想啥想，去找陈县令借钱，凭我们的交情，借个万把几万两银子，小意思吧？怎么了？这时也没感冒啊？这么冷的天，多冷死一些戎狄人和匈奴人就好了。这个爱吃腰子的书封，仅仅指上了几回次战场，就被封为了骠骑将军。但此刻因为他越级多招了几千士兵，他也是即将面临缺钱缺粮的局面。老爷，谢将军来拜访。谢将军来了，赶快迎进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进来了。哟，吃的不错嘛。谢将军快坐下，一起吃饭。陈管家，给我来双碗筷。稍等，大人。来，谢将军陪我喝点。谢了。今天怎么想起来找陈某了？将军大人不是整天都在练兵吗？来找县令大人，那肯定是有事。说说，将军大人可是难得找上陈某。那萧霸天是何来头？萧霸天，这位大小姐真会玩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我都不能说。你悄悄告诉我，我不告诉别人。你觉得我像是个傻子吗？有点。你就为这事来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吃完饭你就回去吧，我要去烟柳楼。别，还有其他事。就算你要去烟柳楼，秦瑶仙子也不会见你。什么事快说，帮不帮不一定。借我点钱。多少？10万两白银。滚，快滚，别来我家。别急啊，怎么还带急眼的？10万两，我就是贪污，3年5年也贪污不够。你是真敢开口？不是说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吗？县令大人，您上任也有3年了吧？10万两白银都拿不出来。谢不二，我们俩绝交，你滚，快给我滚！别那么大火气嘛，怎么还急眼了？哪有你这家伙这样侮辱人清白的？哎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来找县令大人你的。几千人嗷嗷待哺，没钱吃饭了啊！朝廷发放的1剂钱粮这么快就没了，该不会是你这个家伙贪污了吧？你是不当家，不知道有米贵，那可是9000人，5000战马。对了，那萧天霸招的2000人是你弄给他的，你理应该负责才对。我管着一个县10几20万人口，有米有多贵，我比你们清。10万不成，那就5万呗。没有，烂命一条，要就拿去。3万不能再少了。陈县令闷头喝酒，并不想理谢不二。不是，当这么多年县令，你一点油水都没有捞到，这家伙真是一个清官。你行你来，这县令位置让给你了，我这就上书陛下。嘿，要不是我连秀才都考不上，你以为区一个县令我稀罕啊？说吧，最多能借我多少？给个准信，我等着钱买米下锅呢。陈大人也不忍心看9000将士们饿得嗷嗷叫吧？最多5000两，这是我全部身家爱，要不要？啥？5000？你可真够穷的，这家伙的县令怎么当的这么失败？不借了，你走吧，我家不欢迎你。别，5000就5000，几天后就还你，干嘛那么小气？最终，谢不二从陈县令这里借到了5000两白银，暂缓军营缺钱的问题。不久后，谢不二返还军营，刚好碰见去侦查的王武。将军有目标了，说说。那天陵县多山区有一伙巨寇盘踞，人数有上万，匪头是一个先天境界的武道强者。定州府兵围剿多次，都奈何不得这伙匪徒。上万人，还有先天武者，看来这伙匪徒不简单啊。
这伙匪徒雄踞天灵县已经有10年之久，想来家底殷实不菲。这句话直接刺激了谢不二的神经。干他丫的，就他们了！天灵县距离我们这里有多远？骑兵1天就能到达。检验这帮狼崽子的时候到了，再怎么练也得先见血，要不然练多久都是新兵。郭小平、胡兵将军，你们2个好好守住河西县城，本将军有事要外出一趟。是将军，是将军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带上他直接统领的那1000人，带着2000匹战马，悄无声息地出了河西县城。等第2天早上，萧楚一发现军营里谢不二和那支1000人军队都也消失了。萧楚一敏锐地察觉到有事情，当即找到郭孝平。郭校尉，谢将军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这我哪知道？谢将军要做什么，去哪里，还需要向我这个校尉汇报不成？萧楚一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萧楚一只能回去继续练兵。谢不二部趁着夜色连夜赶路，来到了天林县地界。王武，你带队去摸清楚那火炬扣的位置、防卫情况等。是将军。王武带着20个斥候脱离军队，很快就消失在视野中。其他人原地休息，明暗哨散出去，防止有人接近营地。他们在一片林地里停下休息，林地里利于隐蔽。傍晚，王武带着斥候回来。将军查探清楚了，这火炬扣将营地设立在平山镇外的一座村庄后山头上，地势易守难攻，不过防卫很松懈，想要摸上去也不难。好，现在出发，赶在寅时末发起进攻，那个时候防御会更加松懈，人也犯困，摸上去比较容易。集结军队前往青山镇虎啸山。寅时末，也就是凌晨4点，这个时候熬夜的人最容易犯困。将军，我带人先将那些守护关口的土匪给灭了。你挑10个武者跟你一起行动。王武带上10个武者便摸了上去。山道上微弱的火光下，几个看守山道的普通匪徒昏昏欲睡。困死了！该死的，总是安排我们来守山道，又冷又困的。王麻子，你不想活了？要是被小队长听到，你死定了！我呸！那唐黎平不过是将他亲姐送给七当家的当小妾，才换来这个小队长嘛，神气什么？他姐不知道在七当家的肚皮下叫得多惨。闭嘴！你不要命了？不要牵连我们，敢议论七当家？你想被点天灯吗？山道上又安静了下来，靠着火堆，又冷又困。很快，5个看守山道的人又开始昏昏欲睡。深呼吸，头晕是正常的，很快就不痛了。王麻子等人一点响声都没有发出来，就被王武等人轻松摸了脖子。与此同时，谢不二带着军队在后面缓慢上了山。此刻，王武等人摸到寨门前，不巧一个肾不好起来撒陈尿的家伙朦胧间看到了他们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杀！10个武者冲上去，将那个起来撒尿的人砍成了尸板。跟在后面的大军看到意图被发现，便直接发起进攻。铺天盖地的海沙声将匪营寨里不少少人从睡梦中吵醒。谢不二带领大军冲入营寨，就大开杀戒。敌袭，军官攻打上来了！不少匪徒连鞋子都来不及穿，拿上刀剑武器就出来对付敌军。杀了他们，赶来攻打我们虎啸营，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兄弟们，杀了这些狗官军，捉拿狗军官，赏银100两。谢不二看到那些50境界的匪徒，弹指射出一道真气，如同6脉神剑，瞬间贯穿头颅而亡。由谢不二做事，不断诛杀匪徒中的强者，只放了一些实力弱的匪徒过来，给部下练习剑气。以鸳鸯阵对敌，他挥转士兵完全没有上。滔天的海沙声将匪营中的那几个当家的吵醒。来人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这般吵闹？他身旁只穿片履的女子目光呆滞，带着恐惧，显然已经被揉虐的不成样子。大当家的，有军队攻打上营寨来了，弟兄们正在围剿官军，走，出去看看。大当家的，走去看看是哪来的官军，敢如此大胆，敢来劳资虎啸营闹事，反了他们了。对于魏虎来说，只要不是州府军队来，他都无惧。谢不二一巴掌将后天初期的7当家给拍死在地面上。放肆，住手！一个先天初期，一个后天大圆满，这伙匪徒实力还真不弱，难怪能够雄踞此等多年。小畜生，劳资叫你住手，你他妈耳朵聋了！谢不二目光一沉，看向魏虎，如同看一个死人。这个爱吃腰子的温柔书生率领1000新兵进山剿匪，使用鸳鸯阵法斩掉悍匪上千。此刻他们也是惊动山匪老大出动。小杂种，你他娘的挺能耐啊！带着1000人就敢攻打老子的营寨，滚过来跪下求饶，你家爷爷说不定饶你一命！哈哈哈！放肆，好生猖狂，敢对将军大人粗言不逊！谢不二彻底怒了，不再压制身上的气势，身上的气势突然爆发。难怪有底气，原来是一尊先天强者。不过，就算是先天强者，我这虎啸营也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。好恐怖的力量，竟然直接轰碎了我的手臂！魏虎爬起来，顾不上手臂粉碎的疼痛，迈开腿就跑。小样还想跑？谢不二一脚落下，踩废了魏虎的丹田，废了其修为。此刻，所有的匪徒都停止了进攻，呆呆的站在原地。叫啊！刚才不是很能叫唤吗？大哥大爷，别杀我！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你糊涂啊！你死了，那些东西也是我的。虎啸营的那些匪徒，此刻一个个神色惶恐。大爷，祖宗，求求你放了我！谢不二抬起脚，又一脚跺碎了魏虎另一条腿。
找死的杂毛小子，你敢对我动手，你死定了！哈哈哈！小畜生，杀了我，你也要为我陪葬。谢不二抬起脚，又是一脚跺地，将其左手跺得粉碎。我背后的大人物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会为我陪葬的。杀一个不留！跑啊，快逃！大当家死，二当家也死了，三当家也死了。妈妈，我要回家。魏虎等一众当家死亡，普通匪徒完全失去了抵抗的信心，疯狂逃跑。观音饶命！我家里上有80老母，下有2个月，孩子嗷嗷待哺。我连蚂蚁都没有踩死过，我很善良，没有做过坏事。君爷饶命！喊杀声、求饶、呼喊声在整个匪营响起。谢不二部下士兵疯狂追杀这些匪徒。听到动静，那些被掳上山来的良家妇女一个个麻木地从房间里出来，看着官军在大肆屠杀那些匪徒，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都去死，都去死，哈哈哈！死得好，魔鬼就该去死。那一个个衣衫不整的女子大笑着，眼泪淋湿了脸庞。那些虐待他们的恶魔正在被屠杀，他们感觉苍天终于开眼了。当所有匪徒都被斩杀殆尽后，整个营寨血流成河，尸骨堆积如山，血腥之气冲天。收获杀戮值8300，安排一队人寻找，可还有活口，其他人都给我找贼寇的粮食和金银财宝。是将军。此刻一群女子有400-500人，纷纷跑过来，跪在谢不二面前磕头。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救我们脱离苦海。快起来，你们快起来！那些女子大的有30多岁，小的才14、15岁。怎么回事？将军，我都问过了，他们都是被这些匪徒抢上山来的良家妇女，一直被匪徒凌辱至今。大家都起来！谢不二看那些女子，只知道磕头，完全就不起身。他只能下令让士兵们去将这些女子拉起来。将军发现匪徒藏宝库，王五，你照顾好他们，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。谢不二进到洞里，就看到了堆积如山的粮食，还有那一箱一箱的金银珠宝。点过没有？这里有多少金银珠宝？禀报将军，有价值30万两白银的金银珠宝，粮食5万担。如此收获，谢不二简直是喜笑颜开，收获太丰富了。给我看好这些金银珠宝和粮食，谁敢动斩谁？是，属下拿人头保证，谁敢动我亲自斩了他的头。谢不二面对如此大的诱惑，他无法保证这些士兵不会被贪念欲望和诱惑迷了眼。去叫其他人来，赶紧将金银珠宝和粮食搬走，一粒粮食都不能留。是将军。将军，谢不二，你快来啊！我扛不住了，那些女子要寻死，我劝不住。谢不二一听那些女子要寻死，赶紧过去看看。谢不二回来就看到20-30个女生在上吊。干嘛？都愣着干嘛？救人啊！那些个大头兵傻愣愣的看着，听到谢不二的话，才赶紧上前救人。看到上吊都不去救人，也是服了。难怪一个个在家的时候找不到老婆，活该。将军，您就让我们死了吧，我们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他们被匪徒抢上山来，在村里镇上都传开了，如今有家也不能回，天下之大，何去何从？诸位听本将军一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活下去才需要更大的勇气。你们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活下去吗？可这叫我们如何活得下去？我们如今有家不能回，靠什么活得下去？大家听我说，吾乃河西县守将骠骑将军，若是你们无家可归，可以和我们一道回河西县，我来安排你们。人活着才能看看这美好的人间。真的，我们可以跟将军你们走吗？不少人听谢不二说可以带他们走，眼里燃起了一丝希望。本将军说话算话。有了谢不二的承诺，那些眼里满是死志的女子眼里恢复一丝清明。一个女子瞬间跪下来朝谢不二磕头，民女叩谢将军活命之恩。其他女子也纷纷跟着跪了下来，叩谢将军。谢不二人都麻了，这怎么又跪下磕头了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拉人啊！你们站着跟木头似的干嘛？将这群女子的情绪安抚下来，谢不二才松了口气。看好他们，要是谁情绪不对，赶紧安抚。不是，你真打算带他们回去啊？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安排？不然呢，让他们都吊死在这山上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我们是守军，这么多女子安排不好会出大乱子的。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将军，从那大当家的房间里搜出来的信件。那定州府州尉是谁？定州府州尉，定州崔氏家族家主的弟弟。这崔氏乃定州大氏族之一，那崔郎任定州州尉一职，先天大圆满，统领5000州兵。呵，这背景不错，白手套、黑手套都有。看来我们这是惹了一个大敌呀！怕什么？别来惹我，惹了我踏平他崔氏，将所有的金银珠宝、粮食、武器等都收集起来，带到山下，1000匹战马，勉强能将缴获的物资带回去。你们2天后放火将这处山寨都烧了，摸出痕迹，然后再回来。是将军。回到河西县已经是傍晚，当陈县令赶来谢不二部，看到这么多良家女子，满脸的震惊。谢不二，你纵兵去哪里抢这么多良家女子来？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啊！不是，你别瞎嚷嚷啊！我谢不二是那种人吗？你不是那种人，那他们怎么解释？解释不清楚，别怪本官不讲情面，向陛下参你一本。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他们都是苦命人，是我带兵去剿匪，将他们从匪营里救出来的。谢不二将这几天出去剿匪的事情告诉了陈县令，陈县令听完后
后，那严厉的神情才消失。天灵县那伙巨寇，我也听说过，没想到做的恶事竟然这么多。哎，陈县令也无奈，他知道那些世家大族都会养匪自用，这种事不说很常见，但是不会少。所以这些女子需要陈大人你找个住处安排下来，你放心，吃的我来解决，只需要暂时给他们提供住处。行，交给我，我来安排。你这些天擅自离手，就为了去剿匪，你可真大胆！一个边关守将，不好好的守边，跑去剿匪，抢周兵的生意。诺，这是借你的5000两银票，现在还你。抢了多少？陈县令接过银票，说什么抢？会不会说话？是缴获，缴获懂不懂？行，缴获。那缴获了多少钱？不告诉你。看着谢不二离去的背影，陈县令咬牙切齿。什么人啊？大晚上的叫我来帮忙，现在连一句谢谢都不说。第二天一早，萧楚一发现谢不二回来了。萧楚一来到谢不二前面，这几天你去哪了？我去那里，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不需要，但是请你记住，你是这河西县的守将，不可轻易离开河西县。一旦河西县被敌人入侵，守将不在，是何等的危险！一县之地的人命都将葬于你的手上。说完，萧楚一转身就走了。谢不二撇了一下嘴，好家伙，麾下一个校尉教训起我来了。回来后，谢不二将鸳鸯阵交给郭孝平和胡兵2个校尉，让他们训练部下，学习使用这鸳鸯阵。将鸳鸯阵交给2人后，在2人羡慕崇拜的目光中，谢不二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现在暂时有钱有粮了，不需要操心。可依照现在这样练兵，那30万两银钱和5万石粮食也用不了多久。想要强军，一个字还是得搞钱。谢不二看着那么多粮食酿酒的想法就一发不可收拾。二位并不缺粮，缺粮的只是他们自己。只要有钱了，就不怕搞不到粮食。这个爱吃腰子的威武四僧，仅仅只上几个战斗就被封为了骠骑将军，而此刻堂堂一个守军将领，不好好训练士兵，竟然要建酒房酿酒喝。王五老哥，我这有件事需要你去做。不二兄弟，我刚回来啊，你就不能让我歇口气吗？牛马都没有这么使唤的吧？又不是叫你去离地，是叫你帮忙找点人而已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就是个劳碌的命。别这样嘛，办完这事，我带你去烟柳楼看秦瑶仙子。真的，可不许再骗我，再骗我，我跟你没完。真，一定真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去帮我把整个河西县会酿酒的人给找来，我要酿酒。啥？你要酿酒？酿酒干嘛？想要喝酒买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自己酿？你瞎嚷嚷啥？我打算酿一种全新的好酒拿去卖，然后赚军费，打造重甲铁骑。哦，你还会酿酒？赶紧去，还想不想早点见到秦瑶仙子了？交给我。看着被忽悠的5迷3道的王五，谢不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拿捏的死死的。王五走后，谢不二决定将酒房建在军营旁边，有大军镇守，到时候也不怕宵小回事。谢大将军，你这又是干嘛？军营不够大，建立一个酒坊，打算酿点酒喝。啥？酿酒喝？我说谢大将军，你想喝什么酒？我去给你买来。您好好练兵，我们整个河西县大魏的西北大门都需要你来镇守啊！看着旁边像是唐僧念经一样的陈县令，谢不二知道为什么孙悟空会头疼了。我是认真的啊！你。几天时间后，一座大酒房就建好了，而王五也不辱使命，带回来了10几个酿酒老师傅。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，别忘记了你的承诺。知道了，这事记在心里。谢不二将目光落在那10几个老农打扮的酿酒师傅身上。将军，诸位师傅不必多礼，你们都会酿酒吧？回将军，我们都只会一些浅显的酿酒技术，酿点粗劣的酒，自家人吃。没事，会酿酒就行。酿酒师傅找来了，现在就需要找工人了。将军，谢不二一来，那些女子纷纷围上来打招呼，这些女子脸上也多了几分笑容。怎么样，过得还好吧？姐妹们过得还好，那就好。我过来是想问问你们，愿意不愿意去酒坊工作，自己赚钱？真的，将军您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将军，再苦再累我们都愿意。谢不二想着，让他们有了工作，自己赚钱，就不会胡思乱想，想着轻生。转眼间10天后，酒房里传来高兴的呼喊声：将军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哈哈哈，终于成功了！好哀，终于成功了！酿酒师、宫女和参与酿酒的士兵无不欢呼。谢不二闻着酒香味，浅尝了一口。我们成功了！将军，给这个酒取一个名字吧，就叫西风烈吧。西北的风很烈很冷，这酒又烈又能暖身。不错，西风烈，好名字。从现在起，抓紧酿酒，酒推出后，定能引来无数商客。杜师傅、夏荷姑娘，未来就辛苦你们了。将军折杀我等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将军给我们这些苦命女子提供了安身之所，我们理应报答将军大恩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西风烈问世开始量产，谢不二身心舒悦，期待下金蛋的鸡产蛋。笑得这么开心，有什么好事啊？嘿嘿，老陈，我成了。成了？什么成了？你成宗师了？我酿的酒成功了。真的假的？给我尝尝。谢不二将酒缸打开，瞬间一股浓烈的酒香就扑面而来。好香啊！打了一勺出来，陈县令一口饮尽。啊，好酒，好烈，好酒，绝世好酒啊！就算是宫廷里面的御酒，也没有这个酒好喝。陈县令又打了一勺，一饮而尽。喂，你少喝一点，这酒容易醉。怕啥？我酒量好着呢，你不是舍不得给我喝？
喝吧喝吧，我看你能喝多少。第5勺下去，陈县令就感觉眼前有一点花。谢将军，你怎么还会分身术啊？谢不二无语地看着陈县令，这家伙脚已经开始不听使唤，人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。将军，县令大人这是。没事，喝多了。谢不二刚说完，陈县令有一个踉跄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嘿，看你还说不说，我小计，起来继续喝啊！小扒菜，来人，将陈县令送回府去。是将军。2个亲卫将陈县令给抬起来，送到县令府去。杜师傅，接下来酿酒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将军放心，酿酒这事就交给我们了。如此绝世美酒，我们若是不将其酿出来，让世人品尝此美酒，那就是犯罪。剩下的酿酒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不久后，谢不二也回去练兵，在等待这段时间，谢不二也顺便提升了一下修为，将修为提升到先天极限。陈县令被送回去，醉了一整天。哎呦，我的脑壳哀！老爷，您可醒了？我这是睡了多久了？老爷已经睡觉了1天1夜了。什么1天1夜？陈县令愣了一下，这酒劲真猛，竟然让他醉了1天1夜。好酒，真是好酒啊！不行，这么好的酒，我要找他要一些。谢不二一边练兵，一边关注酿酒进度。他麾下4个营9000人，在大量银钱及肉食药膳辅助下，士兵皆练成武徒，实力大增。半个月后，第一批新西风烈酿了出来。晚上，谢不二让王五叫几个士兵带上酿好的几坛酒，叫上陈县令，就要去烟柳楼。这烟柳楼龙蛇混杂，消息传播最快。将军真的能见到秦瑶仙子吗？这小子也是冲着秦瑶仙子来的。你们要去烟柳楼干嘛？我要去哪里？还要跟你汇报？咋地？你一个校尉想管我这个将军不成？我也要去。军营里需要你镇守，你去烟柳楼干嘛？回去。陈县令拉了拉谢不二的衣袖，示意谢不二别忘了对方的背景。行，去就去吧。话说霸天兄，你老爹咋想的？你也没长得5大3粗啊，给你取名萧霸天，名字霸气，人却反而长得秀气。萧楚一不回答，清冷面。老鸨看到谢不二和陈县令，赶紧迎接上来。谢将军、陈大人，贵客，贵客，快请进。霸天兄不会是第一次来吧？等会我帮你叫一个漂亮的姑娘，让你开婚。哎呦，这位小郎君好生俊俏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烟柳楼的姑娘最是水灵了，包你满意。不用了。嘿，还害羞上了，大男人一个，平时将部下训练的嗷嗷叫，这会怎么娘娘唧唧的？老鸨将谢不二一行人带到2楼养，请秦瑶仙子来陪我等小饮几杯，我有点事找她帮忙。得嘞，我马上去叫秦瑶姑娘。诸位大人，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王五感觉天灵盖差点被掀开，一眼望去，看的痴呆。原本眼神清明的陈县令也瞬间痴迷，似着了魔。萧楚一看着秦瑶，崛起全身魅意，一举一动皆能魅惑人心。秦瑶仙子，请坐。谢过谢将军，听闻谢将军找妾身有事，不知道妾身可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？真是个妖女，难怪谢不二这家伙会给对方写诗，这容貌放在京城里也是一绝。秦瑶仙子，请品尝一下这酒。这酒好香啊！谢过谢将军赐美酒。好酒，这酒真好喝。听闻谢将军造酒坊酿酒，这就是谢将军酿出来的酒吗？秦瑶看着谢不二，美目中闪耀着光彩，直接将王五等人给迷成了土狗。好美，似天上仙女。秦瑶仙子，这就是谢将军酿的酒，全新的一种绝世美酒。谢将军来找妾身，不会就是单单送酒来给妾身尝吧？我来找秦瑶仙子，是想让秦瑶仙子帮忙宣传的。谢大人好生绝情，只有事才来找奴家。没事来找你干嘛？我怕你将我给吃了。秦瑶仙子别闹，是真的需要秦瑶仙子帮忙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就是这般这样。可以，不过需要一首诗作为报酬。只要不是要钱就行，一首诗而已。我抄。不是借鉴一首就行，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先要诗。萧楚一打量谢不二，想看他作诗，验证其是否如传言中诗才无双。谢不二看着桌上酒，有了主意。反正秦瑶未规定做什么诗，只要做出来就行。绿以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可饮一杯无？怎么样？可以了吧？绿以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秦瑶看了看屋内，嫣然一笑。谢将军倒是滑头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如此诗才，堪称无双。亲眼目睹谢不二就这样做出一首诗来，萧楚一的眼神都变了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当即陈县令就倒了一碗西风烈喝起来。啊，真烈！他喝的是西风烈，不是兑过的那种酒。另一种酒吗？不错，这酒更烈，不如刚才喝的这种温和。我尝尝。秦瑶仙子，我给你倒酒。不好，衣食品失去了，居然被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抢了先。谢谢。王五一脸嗤笑，满脑子都是秦瑶仙子的笑容。他竟然对我笑了，真好。
果然够烈。隔壁雅阁内的人闻到了飘过来的酒香味，什么酒这么香？事也做了，酒也喝了，秦瑶仙子拜托了，交给奴家就是。秦瑶仙子，秦瑶仙子下来了，在哪？在哪？秦瑶仙子好漂亮啊，这就是秦瑶仙子吗？真美。今日为在座的诸位献舞一曲。秦瑶翩然起舞，如月像女神，舞姿妙曼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柔弱。楼上的谢不二都看着湿了，王五和陈县令两眼放光，口水流到嘴角。美，太美了。谢，一帮没见过世面的男人。萧楚一看了一会，便回去坐下喝酒，语气酸溜溜的。酒来。谢不二将2坛酒扔上舞台，秦瑶接过酒，2坛一起打开，酒香四溢。他一坛喝2口后，将酒坛摔向舞台下，酒洒出，整个1楼弥漫酒香味。不辱使命，多谢仙子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酒？造孽啊！如此绝世美酒就这样摔了。如此美酒叫什么名字？刚才诗句中不是说了吗？绿蚁新醅酒，应该是叫绿蚁。这绿蚁酒哪里来的？我要买，我要喝。老鸨，老鸨。对，老鸨，给我们上绝世美酒。快，本老爷要喝刚才秦瑶仙子喝的仙酒。1楼所有人都嚷嚷着要喝刚才那种酒。诸位贵客官爷，我们烟柳楼没有这酒啊，这酒不是我们烟柳楼的。不是，你敢说不是？信不信本公子将你这烟柳楼拆了？老鸨急得都快哭了。这真不是我们烟柳楼的酒。那你说说，这酒哪里来的？这酒是谢将军自己带来的。这个肾虚的男人为打造重甲骑兵造绝世佳酿，此刻他略施小计，也是成功让他的酒出名了。谢将军厉害，略施小计就能造成如此效果，看来这酒要名扬天下了。秦瑶仙子夸奖了，目的到达了，谢不二也很快告辞秦瑶离开。我还以为你要和那秦瑶仙子共度良宵呢。我是那种人嘛，本人正人君子一个，从不留恋青楼，感情专一，绝世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绝世好男人。萧楚一做了一下呕吐的动作就走了。嘿，萧霸天，改天我不整死你，我就不姓谢。你要是整死他，你也活到头了。老陈，你将他的背景说出来，看我现在能不能惹得起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神神秘秘的，他的背景还能强过皇帝不成？萧楚一和陈县令走后，就只有几个亲兵跟在谢不二身后。这秦瑶仙子好美，不二兄弟，下次来一定要带上我。下次再说。别啊，我们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。那就看你表现了。第2天一早，谢不二属下士兵就来报，将军有负伤求见。昨晚他们在烟柳楼看到巨大商机后，彻夜难眠，今天一大早就来军营外等着。这些商人闻这味就来了。他也没有晾着对方的想法，洗漱完就来到军营门口。谢将军，将军大人。一众商人纷纷行礼。行了，不用多礼，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走吧，跟我去酒坊，到酒坊去谈。众人跟着谢不二来到酒坊，酒坊这边200士兵巡逻，将整个酒坊围得严严实实的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诸位，你们的来意我也都知道了，现在酒就在这，你们先尝尝。那我们就厚着脸皮先尝尝了。众人纷纷露出陶醉的神色。好酒就是这个香味，如此芳香的酒真的举世罕见啊！这就是绿蚁酒吗？果然比常的酒好喝几十倍。谢不二又将一坛西风烈打开，再尝尝这款，香味更加浓郁，想来是昨天那酒其中一款了。好辣，好烈！将军，这酒叫什么？好烈的酒，绝世美酒啊！这款酒叫西风烈，先前你们喝的叫绿蚁。西风烈，好名字，好酒，这种美酒简直是天下仅有。酒也尝了，现在来谈谈价格吧。我酿酒出来也是为了卖钱攒军费。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谢不二自己也不说价格，显然是想让他们竞价了。绿蚁30两银子一坛，西风烈40两银子一坛，如何？冯老鬼，这么舍不得给价吗？我给40两一坛绿蚁，50两一坛西风烈。不错，我们愿意出这个价。我这酒只卖独家，价格令我满意者得。我这酒出产量不多，因此不会大肆出售。诸位想好了再开口。绿蚁酒我能出70两，西风烈我能出100两。显然谢不二对这个价格不满意，但其他人不敢再竞争。100两一坛的价格，他们拿去至少要卖150两一坛才能回本。将军，绿蚁酒我们出100两一坛，西风烈200两一坛。这个价格一出，其他人都看向胡氏兄弟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，这是狠人呢。还有没有人出价？若是没有，那这酒的购买权我就给他们了。那就请诸位先回去吧。除了胡氏两兄弟，其他人都离开了酒坊。嘿，这胡家两兄弟真的收好大的胆子啊！这么高的价格拿下酒来，就算是绝世佳酿，一旦卖不出去，他胡家怕是得倾家荡产。等着看好戏就行。嘿嘿，就是我还不信了，这么贵的酒，到时候卖不出去，都砸在手里，我看他降不降价。众人离开后，就只剩下胡氏两兄弟。两位，你们能够吃得下多少？将军，我们打算购买2000坛绿蚁酒，1000坛西风烈，不知道。不过我不拖欠，立马结账，酒你们拉走。2000坛绿蚁100两一坛，得20万两白银；西风烈1000坛200两一坛，也是20万两白银，成本人工不到1万两，暴利无疑。将军，请给我们2天时间，我们这就将银钱凑齐，交给将军。好，本将军等你们好消息。胡氏两兄弟起身告辞，回去凑钱。
2天后，胡氏兄弟筹集了50万两白银，准备将3000坛酒拉走。弟弟，你带1000坛西风烈去武州，那里宗门众多，多武林豪杰，武林豪杰多吸引烈酒。行，哥，我带上这1000坛西风烈去武州。但是哥，这西风烈要卖多少钱一坛？最少要卖500一坛。胡雪被吓了一跳。500？弟弟，你要相信这酒的魅力，你也是尝过的，相信它值这个价值。好吧，我尽量。两兄弟在河西县富商关注下，踏上豪赌之路。谢不二的酒坊第一次盈利40万两白银，他拿出2万两白银来奖励赌师傅夏河众女等人，每个师傅奖励50两白银，夏河你们每人奖励10两白银。将军，我们不需要这么高的赏银，您给我们吃，为我们提供工作，已经是感激不尽了，我们怎么可以要这么高的赏银？我说了给你们奖励，就说给你们奖励，都听我的，收下。等以后你们成了家，也有足够的钱，不是？大家努力工作酿酒，争取过上美好的日子。将军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酿酒的。谢不二有了钱后，准备打造重甲骑兵。将军，你可真是逮着我使劲使唤啊！怎么不想去看秦瑶仙子了？我现在就出发，马上去找。整个定州我翻个底朝天，绑也绑一批打铁制造铠甲的工匠来。快去，越快越好。得嘞！看着风风火火离去的王五，谢不二一笑，拿捏不死你。12月，这北境的雪更大了，长长白雪覆盖天地。谢不二弄出来的绿衣酒和那首诗，很快就传遍了天下。胡言怀揣着60万两银票，差点幸福的晕死了过去。赌对了，赌对了，也不知道弟弟那边如何了。胡雪将1000坛西风烈好不容易运送到武州，即使是他喊价500两一坛，也很快被那些武林豪杰抢光。王五也为谢不二高价找来了一批打铁、打造铠甲的工匠。谢不二迫不及待的就购买生铁来，让工匠们开工打造重甲。他又弄了100坛精酿的绿衣酒，派人送往洛京皇宫给皇帝上供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得打点好最上头的大 boss。兴许那尊女帝陛下一高兴，就又给他升官了。谢不二也派人送了50坛西风烈给老兵杨业将军等人。不错，这酒够力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呸呸，这酒真够烈，难怪叫西风烈，这才是我们大老爷们喝的酒吗？好酒，绝世佳酿啊，喝下去浑身发暖，如同火烧。这小子够厉害，又会作诗，又会酿酒，真是个人才。将军，这酒怎么分？你们1人3坛，剩下的都是我。别啊，将军，你不能这样。众人哀嚎，这么好的绝世佳酿，他们竟然只分到3坛、40坛，杨业一个人霸占了25坛。与此同时，老兵看着送来的10坛西风烈尝了尝，不错不错，绝世佳酿，这小子有心了。咋了？私藏？没什么，你出去，别进来。张大牛摸了摸头，他还不知道谢不二送给他的酒被老兵吞了。皇宫里，正和殿女帝韩江雪在忙着处理奏折。陛下，西北边关河西县将领谢不二送来了100坛绿衣酒，说是上宫给陛下岁日时饮用。绿衣酒就是最近京城新出现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卖到300两银子一坛的绿衣酒。正是，陛下，此酒乃是谢将军酿造出来的，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否？也是圣将军做出来的。行，你让人收下，晚上我尝尝。是，陛下。汇报完，侍女韩嫣然便退下。谢不二倒是一个有趣的人。工匠坊开工打造重甲后，谢不二就待在了工匠坊。为提高产量，他让王五找更多打铁工匠，多招人，捞起衣袖就是干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心心念念的重甲骑兵。这个肾虚的男人竟靠酿绝世佳酿来打造重甲骑兵。此刻就在他找更多打铁工匠来打造重甲时，河西县城来了一队人，10个人，一个个身穿玄色黑服，腰间挂着腰牌和战刀，头戴斗篷，分开打探，探查河西县城，发现可疑踪迹，立即上报。是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从我手里跑了。烟柳楼中，秦瑶站在窗前看了一下天空。烦人的狗又追来了，真的是属狗的，才安静了2个月。秦瑶回到桌子旁坐下来，端起一杯绿饮。酒是好酒，只可惜没有可畅谈之人。县令府才吃上一口暖和的饭菜。陈县令倒是清廉，吃的尽是些粗茶淡饭。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陈县令一跳。谁？魏一宁从阴影中走出来，在陈县令对面坐下。你是谁？夜闯我县令府，好大的胆子！魏一宁将腰牌放到桌子上。陈天化看着桌子上的金色腰牌，顿时脸色一变。炸腰丝的大人当面没能认出来，还请大人不要怪罪。不知者无罪。我且问你，最近几个月来，河西县城可有发生过什么怪异事件？回大人，除了2月前戎狄大军入侵，并无怪异事件发生。你确定？下官敢确定。魏一宁皱眉，他关陈县令的话并没有一丝作假。若是发现任何异常，一定要上报本官。是，若发现异常，下官一定第一时间禀报大人。魏一宁退入黑暗，便消失在黑暗中，仿佛没有来过一样。可千万别出现大妖，河西县好不容易安宁一段时间，经不起太多的折腾。将军，今天城里来了10个神神秘秘的人，不知道是何身份，是否要重点监视？那些人进来后都在做什么？那些人似乎在城里寻找着什么，可有接近我们军营的意图？暂时没有。那继续监视即可。是。
只是最近手机信号不好，怕延误军情。这个给你用，可以卫星通话，信号到哪都嘎嘎好。谢谢将军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在左下角免费参与领的新款苹果、华为多的是，都轻松到手的。哎，我之前也下过，根本领不到啊。之前有盗版盗用我视频，下错了吧？从我左下角参与是真送 Mate 60和苹果16 Pro Max。你看，兄弟们领货名单和快递信息都在这呢。我试试，真是爱，上线就能看到入口了，还有专属客服选配。我怕兄弟们领不到，专门更新了库存，还增加了1000台新款3折叠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哇，刚挂机就有专属客服来问我要啥型号和地址爱，包贴心的，大家都认准，这波速度冲吧。2天后，魏一宁看着部下9个银牌斩妖石，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吗？大人，一点异常都没有发现。面对部下的回答，魏一宁眉头紧锁，会不会是情报搞错了？那尊大妖并没有来这河西县。不可能，我们追查了那么久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河西县，没有一丝反常，那就是最大的反常。这河西县还有什么地方你们没有搜查过？军营那边防卫森严，我们没敢去。那边不太可能，军营里有一尊先天强者坐镇，大妖级别的妖物还不敢去军营。那烟柳楼呢？烟柳楼我们也去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也没查出妖气。魏一宁目光扫视，想从这座县城找出一丝妖气来。整个县城一片祥和，没有一丝邪异妖气。他们斩妖司寻妖的一切法器进入到这河西县城，好像都失灵了。风雪中，一个道人腰间挎着2个玉葫芦，踏雪而来，在他脚下没有留下一个脚印，显然是一个修道有成之人。狐妖，希望你还在。不久后，谢不二才出军营大门，就被一个道士拦住了起来。将军，小道丹臣子，听闻将军酿出了绝世美酒，不知道小道可否购买一些？丹臣子，你是丹宗之人，正愁无处购买丹药给部下修炼呐，这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，不是上天眷顾是什么？走，我先带你去酒坊。将军这酿酒术天下一绝，喝过这酒，其他酒怕是难以入喉了。这是绿蚁，道长再来尝尝这个西风烈。丹臣子二话不说就端起酒碗来品尝西风烈，爽，这才是真正的酒，好酒。将军出个价，我要买上1000坛，不5000坛。这是大客户啊，5000坛，也不知道现在的存量够不够。道长先别急，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价格吧。我这酒世间仅有，价格不便宜。将军但说无妨。绿蚁酒300两银子一坛，西风烈500两银子一坛。这个价格可以。将军手里有多少西风烈和绿蚁，我都要了，就按将军说的这个价格来。谢不二感觉丹臣子此刻闪闪发光，就像是黄金，毫无人性，那属于土豪的光辉简直要瞎了他的双眼。那个道长，在下有一个小要求，请说。我想要丹药结算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遇到丹宗之人，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。谢不二要是不抓住机会，那就真的是可以天打雷劈了。丹药结算，我出门没有带多少丹药在身上，怕是不足以支付。只需要道长后续将丹药派人送来就行。你就不怕我赖账？不怕，我相信道长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道长，现在绿蚁有3000坛，西风烈有2000坛，不知道够不够？也够了，喝完我再来购买。 3000坛绿蚁，2000坛西风烈，一共190万两白银，不知道能换多少丹药？这要看将军需要什么品阶种类的丹药了。1到3阶的修炼丹药，4阶修炼丹药和疗伤丹药也要一些。目前他部下的士兵绝大部分都是武徒境界的普通士兵，武者和武师比较少，后天武者更是只有4个校尉。1到3阶修炼丹药吗？那倒是不贵，1阶修炼丹药5两银子一枚，叽里呱啦，嘎啦叽里。谢不二听后觉得这丹臣子道长太良心了，黑市上的丹药价格至少要高3倍。可以，我们就以这个价格交易吧。丹臣子将腰间的一个玉葫芦解下来，放到桌子上，里面丹药很多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。光芒一闪，这酒坊前堂就出现了无数个小玉瓶。空间法器，将军说的是这储物法器吗？叫空间法器也没错，气宗的杰作之物，就是太贵了，我也只买得起2个。看着丹臣子的笑容，谢不二觉得这是在炫耀。空间法器啊，让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储物法器，想不到今日得见。来人，快过来帮忙清点丹药。将军刚在左下角参与的 Mate 60这就发货了，官方给的加速链接当然又快又贴心，认准我左下角下载就完事了。我也去试试。道长，清点出来了，1阶修炼丹药7万枚，2阶叽里呱啦嘎啦叽里，这些丹药总共价值130万。行，那我欠你60万，下次来一并补给你。来人，将丹药都运到军营里去，交给郭孝平，让他严格看守。是，将军，若有闪失，张某提头来见。3000坛绿蚁，2000坛西风烈都在这，道长需要我派人帮你送回去吗？这么多酒可不是小数目，谢不二觉得丹臣子的玉葫芦空间法器应该是装不下，不需要。丹臣子以法力催动，就飞到那3000坛绿蚁酒和2000坛西风烈上空收。此刻谢不二看的是目瞪口呆，5000坛酒就这样被丹臣子收入空间法器中，果然如画本小说中描述的那样，手段神奇。将军，小道还有事，暂且告辞。那60万白银的丹药一定不会少，等酒喝完，我下次再来，你可得准备好。无碍，道长下次来，提前给我一个消息，我提前
前将酒准备好。丹臣子点了点头，喝着酒就走了。不久后，丹臣子喝着酒就来到烟柳楼。狐妖啊狐妖，真是好本事！我丹宗之人，你也敢杀？哟，道爷来玩玩，我们烟柳楼的姑娘个个都水灵灵的，是吗？丹臣子笑着走进了烟柳楼。嘿，真是长见识了！这年头，道爷也上青楼吗？这算啥？上次在州府，我还见到了一个和尚上青楼的呢。此刻，魏一宁与部下9个银牌坐在一起，百无聊赖地喝着酒。魏金牌，现如今这河西县只有这烟柳楼头牌花魁秦瑶，让人感觉有一丝异常。探查清楚没有？属下调查过了，这头牌花魁乃是2个月前来的，并非是从京城来，而是从延州来，并且见过此女容貌之人都对其异常的痴迷。等会找机会鉴赏一见，若是那妖女，便出手斩杀。魏金牌来了一个道士，丹宗之人。丹宗之人，听闻丹宗一位弟子死在那位狐妖手中，莫非是丹宗之人也追来了？若丹宗之人追来，那8、9不离10了。别慌，让那位丹宗之人先去试试。听闻贵楼有位头牌花魁，貌美似仙，可否让小道见上一见？道爷要找秦瑶仙子啊，我这就去请。秦瑶优雅地走下3楼，目光落在丹臣子身上。还是来了吗？雅阁内，魏一宁等人目光死死地盯着秦瑶。怎么回事？气息不对，寻妖法器也没有反应，不应该啊！气息容貌都可以变换，寻幽法器也可以屏蔽。狐妖，小道问你，何为要杀我师弟？你说的是丹峰吗？可是他自己愿意将命给我的呢。丹臣子心神一晃，但很快就醒过来，他差点就着了。好本事，果然不愧是狐妖，但是敢杀我丹宗之人，那就请你跟小道回去接受处罚吧。呵呵，冠冕堂皇，你以为你丹宗是什么？想处罚审判我？那就别怪小道了。秦瑶转身化成一道红光就往外飞去。狐妖哪里跑？魏一宁拔出刀来，9个银牌斩妖时，大喝着冲出雅阁，追了上去。这个肾虚的男人刚穿越就被抓起当壮丁，幸好觉醒了杀戮系统，从此不断杀人，逐渐成为盖世强者。秦瑶仙子啊，是狐妖？真的假的？我不信，秦瑶仙子啊，怎么可能是狐妖？对，秦瑶仙子要是狐妖的话，那我们岂不是早就被吃了？谁他喵乱造谣啊！秦瑶仙子要是妖的话，我他妈吃10斤屎！妖！老鸨吓傻了，谁能想到他烟柳楼头牌竟然是只妖？狐妖受死！秦瑶回头，一手引动，妖元滚滚，将那道高光击碎。大卫斩妖司的人，你们还真是死缠不休啊！秦瑶立身于空中，衣袂飘荡，如仙似妖，魅惑横生。天空中飘起了片片雪花。妖女胆敢祸乱心神，醒来！魏一宁大喝，声如雷鸣，他身后陷入魅惑中的9个银牌快速醒来。狐妖，还是跟随本道回去受罚吧。赵定大圆满修士，刑天大圆满武者，真以为本尊怕了你们不成？秦瑶身上红色妖气滚滚，仿佛一尊绝代大妖将，强大恐怖的威压将那9个银牌不断倒退。妖女受死！丹臣子手中法剑绽放光芒，直接就射向秦瑶。此刻，魏一宁和丹臣子2人与秦瑶大战在一起，灵气波动，血气如虹。在工匠方忙碌的谢婉目光看向天空，他感受到了那个方向有血气波动，灵气翻滚。什么人在城内大战，敢在城里动手？这事没有将我放在眼里呀！谢婉随后一步跃起，飞上房顶，快速朝血气、灵气波动的方向进来。有一股恐怖的血气朝这个方向而来，再不走，恐怕落不到好处。下一秒，秦瑶化作一道红影朝城外而去。妖女往哪里跑？丹臣子身如飞燕，也是追了上。不一会的功夫，那3道气息就出了城。谢婉追到城墙上，就没有继续追。将军不必多礼，刚才是什么情况？回将军，一个强大的武者和一个道人，好像追着一个红衣女子飞出城去了。加强警戒巡逻。是。很快，秦瑶是妖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河西县城。难怪如此，那妖女我一看就觉得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你是被迷得神魂颠倒吧？不是说要吃10斤奥利给吗？我那是放屁。河西县城里不少大老爷们都在讨论着此事。陈县令找到谢婉，谢婉正在与工匠们讨论设计中甲。谢将军，陈县令怎么了？谢将军，秦瑶仙子是妖。秦瑶仙子是妖？对，那秦瑶是一只狐妖。此事已经传遍县城了。今天斩妖司的人还有一个道长在烟柳楼揭穿了秦瑶仙子的身份，双方之间大打出手，然后打到城外去了。狐妖，原来那道陌生气息竟然是秦瑶的。既然有斩妖司的人出手，我们等着就是。恐怕难，有妖出现可不会这么简单，说不定他们会让将军你出兵帮忙斩妖。到那个时候再说。陈县令不会是怕被牵连吧？我怕啥？我又没有帮秦瑶仙子，不对，我又没帮那妖女做什么事。本官行得正，做得直。你想睡人家，可惜得不到。陈县令还是有点担忧的，他之下出现了大妖，一个失察之责是跑不掉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一听到秦瑶是大妖就赶紧跑来找谢婉。谢将军，你说会不会是妖族有阴谋，想要在县城里搞事？怕啥？有我在城里镇守，区妖物，还能反了天不成？谢将军有信心就好。有了谢婉的保证，陈县令心里稍微有些踏实下来，马上就是心碎了。岁日那天一起喝一点。说实话，他有点想喝西风烈了，可谢婉这家伙竟然要他用钱来买，一坛都不送给他，气得他有3天没有理谢婉。行啊，到时候来军营和我们一起过。
不久后，安排完酒房这边，谢不二来到了酱房这边。今日工匠房也开始放假。诸位，今日我们放假，好好休息，每天酒管够，肉管够。酒管够，真的吗，将军？怎么，我谢某在你们面前还说过假话不成？老爷，我要喝西风烈，我要喝一坛，你还想一个人喝一坛？怎么不美死你？现在西风烈在外面可是好几百两银子一坛。哈哈哈，没事，这都是我们自己酿的，我们自己人吃，可不兴这么算的。安宁关整个大卫都开始沉浸在新岁到来的喜悦中。谢不二很忙，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军营来。将军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郭孝平等人看到谢不二回来，一个个仿佛等的花都谢了。今晚岁日，除了轮值的士兵，每人一碗西风烈。将军万岁！快点，谢将军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陈县令也在，大家都吃起来，喝起来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争取变得强大，打入草原，让那些戎狄人知道我们的厉害。近万将士高声呼喊，附近的居民都下领调。当听到是军营里的守军，又安心了下来。军营里热热闹闹的过岁日，迎接新年元日的到来。而此刻，丹臣子、魏宁等人却是追着秦瑶来到了隔壁绥远县清源山脉。这山脉中生活着一只黑狼妖族，那黑狼妖族的狼王是一头堪比人类先天大圆碗的大妖。大魏洛京王宫中，女帝韩江雪在宴请群臣。诸位爱卿，新岁希望诸位与朕一起将大魏治理得更好，让大魏更加鼎盛。陛下万岁，大魏万年！群臣纷纷举杯回应。绿蚁酒，大臣们没想到今晚女帝韩江雪宴请他们用的居然是绿蚁。好酒啊！这酒果然名不虚传，只可惜老夫没有买到。嘿嘿，我运气好，买到了几坛。这酒听闻已经被抬升到500两银子一坛，真是贵得离谱。听闻此酒乃是西北边关一将军酿，我大魏果然是人才辈出。随州一处山腹中，白莲教据点，曾经的大魏六皇子韩商正在修炼白莲教秘术。韩江雪，想不到你才是隐藏最深的啊！呵呵，等着我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来来来，喝！一帮小扒菜，我一个人将你们都喝趴下，都不在话下。我还不信了，我们这么多人喝不过将军你一个人。那行，我就先将你喝趴下。很快，2坛西风烈下肚，郭孝平就觉得胃里火辣辣的，整个人都有些飘忽。来，继续接着喝啊，喝！然后又一坛西风烈下肚，郭孝平就吧地呱起来。看到郭孝平被喝趴下，吧地呱起来，看热闹的士兵们忍不住高声呼喊起来：“来，下一个王武、唐云山、海大河，你们也来一起喝！”将这些部下都喝趴下后，谢不二只感觉微醺。没办法，体内的先天真气太雄厚了，这点酒喝下去，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影响。不久后，谢不二来到了城墙上，目光看着皑皑白雪。新的一年对他来说是新的机遇与挑战，也许是时候突破宗师了。谢不二境界，先天极限加杀戮值8017，系统可升级。加点。下一秒，6000杀戮值瞬间消失，庞大的能量远渡他。此刻他体内的精神力也变强大了，对周围的事物感受非常的轻。这就是突破宗师境界带来的变化吗？谢不二一步踏出，御空而行，半炷香的时间，谢不二就来到了城外10几里。他右手捏拳，一拳朝地上去拳。如今随意一拳打下去，戎狄匈奴大军不得死伤一大片啊！突破宗师后，谢不二的力量增长到恐怖的12万斤，堪比荒天地斑血境界。宗师境界可御空飞行，谢不二来无影去无踪，没有人知道他出城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回来，更没有人知道他已经突破宗师境界。还是先将气息境界给收敛到先天中期，以此来迷惑外人吧。现在还没有强到无视大宗师，大宗师之上还有5圣，且苟住，现在还不是他向世人发出他的声音的时候。清源山脉中，黑煞在狐妖秦瑶的蛊惑下，不仅与之恋联手对付魏一鸣和丹臣子，还派出狼妖冲出了清源山脉，袭击绥远县。定州知府冯之礼收到妖祸求援信后，立马叫来了定州州尉崔朗。崔州尉，绥远县发生了妖祸，你立马带兵去镇杀妖族，绝对不能让妖祸扩大。清源山的狼妖下山了，清源山那尊大妖，他出手貌似也难以对付，那清源山狼妖一族轻易不会下山的。绥远县令发来求救信息，说是绥远县出现了大量的狼妖，袭击村镇，猎食百姓。行，我带兵去看看。该死的，这狼妖好生猖狂，竟然敢走出山脉，袭击百姓！这些畜生不怕我大魏大军来镇压吗？都怪那妖女，当真是狐狸精！那尊黑狼族大妖都被他给蛊惑了，竟然派出狼妖袭击村镇，以百姓为血食。别抱怨了，赶紧将这些狼妖清理了，别让他们肆虐。要是事情闹大了，我们也吃不了兜着走。魏一宁手下的9个银牌不断在绥远县行走，斩杀狼妖，可是狼妖太多了，太过狡猾，声东击西，运用的非常的精通。清源山脉中，苏公主，我已经按照你的指令派出了部下下山，那斩妖司的武者和那道人，我也出手帮你对付了。现在你的承诺该兑现了吧？秦瑶不应该说是苏瑶，他嫣然一笑，风情万种，魅惑众生。黑煞也不敢多看，生怕被迷了心智，成为苏瑶手下的狗。这一瓶力是一滴狼族妖皇的精血，足够你突破妖王。黑煞目光死死地盯着苏瑶手里的玉瓶，源自于血脉里的渴望，像是致命毒药一样诱惑着他。想要啊！黑煞向头哈士奇般点头，眼里满是渴望。想要也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
件。公主还请说。黑煞此刻就是苏瑶让他一个人去杀了山中那2个人族强者，他也不会犹豫。我要你突破妖王后，替我杀了那讨厌的道士和那个该死的武者。谨遵公主命令，黑煞任凭公主差遣。黑煞的目光火热，一旦能得到狼族妖皇精血，他的血脉就能蜕变，同时也能轻松突破到妖王境界，就算是大妖王境界也不是不可。好，记住你的承诺，拿去吧。不过是一滴妖皇精血而已，培养一只妖王出来，帮我对敌也不错。公主失陪，黑煞这就去闭关，突破妖王境界，然后替公主斩杀那2个人族强者。黑煞接过玉瓶，激动的就去闭关。洞府内，黑煞盘坐，神色激动。嘿嘿，等我突破妖王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也不知道狐族公主是什么滋味，本王正是一个夫人。黑煞毫不疑迟，打开玉瓶，一滴鲜红的精血，4轮大日一般。此刻黑煞没有一丝犹豫，直接就吞了下去。庞大的力量在他体内化，他体内的狼妖血脉也在不断被提纯进化。2天后，黑煞突破妖王境界，也即是人族宗师境界。你不会以为突破妖王后就肆无顾忌了吧？我听不懂苏公主什么意思。苏瑶手腕上的银铃一摇，清脆的铃铛声响起。白死，你对我做了什么手脚？你有听说过苗疆吗？那里有一种噬心蛊，专门啃食心脏，只要我这铃铛一摇，它就啃一口。白死，你在妖皇精血里下了噬心蛊。银铃一响，黑煞就像是被万一噬心一般，完全没有一点反抗之力。寻公主殿下，快停下！小妖绝对不敢再与公主作对，求公主殿下放过小妖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贪念妖皇精血，竟然落入别的圈套之中。小狼甘愿为公主殿下驱使，不敢有丝毫的违背。陈狼，收起你那小心思，好好听命于我，你可活，否则本公主不介意让你变成蛊虫的养分。想他堂堂一只黑狼族的王，妖王境界的大妖，一招不慎沦落成为别人的狗。是公主殿下。此刻黑煞的心里将苏瑶给骂了1000万遍。黑煞将族中妖狼都派了出去，成千上万的狼妖涌出了清源山脉，开始疯狂杀戮。定州州尉崔朗带领着3000军队来到了绥源县。州尉大人，前方有上百狼妖袭击村镇，高勇带500人去灭了这只狼妖。是，州尉大人。高勇带领部下500人快马出去。黑煞突破妖王境界，完全是他们能够力敌的。最终，崔朗为了保命，带着部下逃出了绥源县。魏一宁等人也逃了出来。绥源县被黑狼妖族占据，10多万百姓沦为妖族血食。当定州知府冯之礼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直接晕死过去。此事被传到了洛京，女帝震怒，责令斩妖司速速解决此事。斩妖司派出了数尊宗师强者前往定州解决妖祸。当陈县令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大惊失色，立马赶去找谢婉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多大的人了，就算是戎狄大军攻来，不还有我吗？谢将军，不好了，隔壁绥源县整个县都被妖族屠杀了。什么？妖族屠杀了一个县？哪里来的妖族？这是大魏西北边境，妖族不应该是在大魏西南10万山中吗？是清源山脉中的妖族，那黑狼妖族的王突破到妖王境界，让狼妖出山灭了绥源县。要知道，绥源县就是他们邻县，万一那尊妖王带领妖族大军打来，他们河西县也要成为下一个绥源县，这怎么让陈县令不慌乱？这边境简直就是危机四伏啊！北有戎狄、匈奴，西边居然还有妖族。我知道你很慌，但是你先别慌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谢将军还说这种废话？那能有什么办法？要是妖族来袭，你还能带着整个县的百姓跑不成？赶快向安宁关杨将军求援啊！只有杨将军离我们最近。行了，陈县令，你别慌，那狼妖不会来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哎，你不写信求援，我自己来些。好了好了，你觉得杨将军能离开安宁关吗？谢不二看着焦急的陈县令，他真的很想说，区区一个妖王，他就能对付。那安宁关确实是离不开杨业将军的镇守。清源山脉深处一个石洞里，殷怀然，你这3具金甲石什么时候能够练成功？快了，快了，嘿嘿。大魏斩妖司和大魏军队可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对付一头狼妖。你觉得大魏会派出几个宗师强者来？撑死了3个，到时候说不得我还会多3具宗师尸体猎尸。黑煞看着血池中的3具正在转变的尸体，眼皮忍不住跳动。他从那3具尸体上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。绥源县妖祸爆发5天后，斩妖司来了3尊宗师强者，征调了1万定州府县兵进入绥源县，准备进山伐妖。这些该死的妖族就应该通通灭绝，早就应该将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斩杀殆尽的。看来我斩妖司还是太安逸了。登老此言，陈某非常赞同，此事了结。这西境山脉中的妖族都需要清理一遍，这种事情不可再发生了。不久后，黑煞匆匆走进山洞，苏瑶和殷怀然一还在守着血池，血池上的那朵花依旧在吞噬着血池中的精血。公主殿下，大魏斩妖司和军队入山了。苏瑶没有回头，她眼里只有血池上方那朵血红色的花朵。回殿下，来了3个宗师，1万人类大军。嘿嘿，斩妖司的人还是这样，喜欢以绝对的力量解决问题，一下派出3尊宗师。不过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，这次来了就别回去了。是大人，不恭敬不行啊！这2尊狠人，谁都可以要了我的命。黑煞去指挥着妖族不断袭扰伐妖。
妖大军一步一步将斩妖司的3尊宗师和1万大军引往那处山洞去。这些狼妖似乎是在将我们往山脉深处引。我也发现了，这些狼妖真狡猾，该不会是有什么阴谋？韦以宁，你确定山脉中只有一头妖王境界的狼王？交手时那狼妖还是大妖巅峰，可过了几天后，那头狼妖就突破了妖王境界，我们就被那头狼妖给赶出了清源山脉。这清源山脉中难道出现了变故不成？走吧，继续前进，那些小妖都斩了。什么阴谋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将不堪一击。对付一个刚破境的妖王，出动3尊宗师完全可以碾压过去。伐妖军队继续前行，路途上袭扰的小妖都被军中强者出手斩杀。来到山脉深处，前方黑煞带领上万狼妖静静地等待着伐妖大军的到来。这个肾虚的男人带领1000骑兵支援清源山前线围入妖族，只因几天前斩妖司去斩狼妖，但突然出现的阴尸军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大魏伐妖大军战死1位尊宗师，死伤无数。失踪了100年的阴尸宗竟然出现在我们汀州，该死了！我得回去看看我家祖坟被挖了没有。这个过街老鼠门派又出现了。100年前，我家祖坟被挖过，我要去干死阴尸中的那些烂皮眼。当陈县令向谢不二说了清源山伐妖之事后，谢不二惊呆了。你说斩妖司发出了斩妖除魔令，怎么？你不会也想要去吧？这么热闹的事，我也想去见识妖族。他现在的杀戮值见底，得想办法去弄一些杀戮值，那妖族就挺不错的。我的谢大将军，你还是守好河西县吧。老陈，你这思想要不得，镇守边关是为了大魏百姓，斩妖除魔也是为了大魏百姓。那绥源县清源山妖族肆虐，我作为大魏将军，岂可坐视不管？陈县令突然感觉到耀眼，就像是正义的光辉洒落在他脸上，是那般的刺目。王五，把那灯掐着。你去绥源县，那河西县怎么办？我只带1000士兵去，有8000士兵守卫河西县，完全足够。再说现在戎狄和匈奴也不会南下。行吧，不早点把绥源县的妖祸解决掉，不然我睡觉也都睡得不踏实。谢不二带领1000骑兵前往绥源县，响应斩妖司的斩妖除魔号召。定州各方人马、斩妖司高手纷纷朝绥源县汇集。曾经的绥源县城这片废墟上突然热闹了起来。敢问将军姓名，自何而来？河西守军应邀而来，斩妖除魔。好啊，就是你这个小子，率兵平了我养的狗是吧？原来是骠骑将军，失敬。骠骑将军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？骠骑将军谢不二，做事很厉害那个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否？就是他做的。此刻不少人开始议论纷纷起来。骠骑将军这边请，我安排你们驻扎。看着对方客客气气的，谢不二觉得此人不错，那就劳烦了。不久后，将谢不二一行人安排到划出来的扎营地，崔朗就走了。将军，那人就是定州州尉崔朗。此人就是定州州尉杨虎啸堂匪寇那个。你说这家伙查没查到？虎啸堂匪寇是我们剿灭的没？将军别小看了这些土生土长的世家大族，他们在地方的力量不可小视。嘿，这老家伙看不出来，还是个笑面虎啊！此人就是一个笑面虎，心机深沉，坏的流脓，万万不可留。次日一早，清源山第2次伐妖开始。这一次斩妖司来了6尊宗师，势必要为邓老报仇。一声狼嚎传来，在山林里回荡。将军，前方有一剑客在和一头狼妖大战，走过去看看。不久后赶到战场，一个剑客此刻正在与一头狼妖大战，剑气纵横，剑光闪耀。将军小心，这些狼妖实力不可小视。列阵！狼妖群发出阵阵嘶吼声，那恐怖的妖气在山林中弥漫开来。谢不二等人坐下的战马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。下马防御，士兵们快速组成鸳鸯阵防御起来。随着那狼妖首领下令，狼妖大军直接发起冲锋，妖气滚滚，似狼烟弥漫。那头大妖狼直接一跃而下，扑杀谢不二。狂龙，下一秒直接将那庞大的狼妖给劈成了2半。能与我打成平手的大妖狼，竟然被一枪劈成了2半，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！收获80点杀戮值，杀！谢不二大喝一声，一跃而起，杀入狼妖群众。一杆铁枪在他手中虎虎生威，残影连连，不断收割着狼妖的生命。那些士兵以鸳鸯阵抵御妖狼的冲击，虽然斩杀的狼妖寥寥无几，但是却能将伤亡降到最低。一白剑光深化，剑气纵横，亦是不断斩杀狼妖。看着江一白不断斩杀狼妖，谢不二眉头微皱，这可都是杀戮值啊！就这样被他给浪费掉了。不久后，500-600妖狼被谢不二屠杀了大半，剩下的那些妖狼吓破了胆，逃往山脉深处。多谢将军出手相救，举手之劳，分内之事不必言谢。铁枪上还在滴着狼妖血，那血液猩红，散发着淡淡妖气。这些狼妖血肉，将军可收起来，拿去换斩妖司，换所需之物，我就不要了。如此就多谢了。这些狼妖尸体有不少被江一白斩杀的，既然江一白这般说，谢不二也就接受了。谁叫他现在缺乏物资？将这些狼妖尸体都收起来。是将军。我
我乃河西县守军将领谢不二，不知道阁下大名。剑道山弟子江一白。江兄是独自一人，还算与我们一起。若谢将军不嫌江某碍事，江某便厚着脸跟谢将军你们一起前行。无妨，多一个人也多一份力量。行，江某便跟将军你们一起进山伐妖。江一白随后就跟着谢不二他们一起朝清源山脉深处前进。将军，其实这些狼妖血肉对你们午休来说是很不错的血食大补。血食大补怎么个说法？妖兽肉含有大量的血气和能量精气，经过特殊处理，除去妖兽肉中的妖气就可以食用，可以为武者补充血气和精气，增加修为或者修炼速度。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？他以前听说过妖族，可没有人和他说过妖兽肉可以辅助武者修炼呢。江兄可知道如何去除妖兽肉体内的妖气？这些在宗门门派里都不是什么秘密，若是将军需要，我可将方法教给你。那太好了，大恩不言谢。等回去我请江兄喝酒。对于谢不二而言，只要能够提升部下士兵实力，他都会去弄。一行人继续往深山里前进，在斩杀了那些狼妖后，他们一路上都没有再遇到狼妖。山脉深处，6道恐怖的宗师气息波动自山脉深处传出来。斩妖师的强者与那妖王对上了。感受到宗师的战斗气息波动，不少人纷纷朝山脉深处望去。快走，往山脉深处去！宗师级别的大战不容错过。宗师强者动手了。走，加快速度！那些狼妖估计已经都聚集到山脉深处去了。不久后，等赶到山脉深处的战场，人类大军和武者正在与狼妖大战。此刻，一个封仙道骨的道人吸引了谢不二的目光。那道人是谁？好像是定州缥缈宗大长老。那一身笼罩黑雾的人，想来就是阴尸宗的人吧？扫视了一下天空之上的宗师大战，谢不二觉得这些宗师强者中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谢将军，江某先去帮忙。他一道剑气斩出，一头堪比后天地界的狼妖便被斩成了2半。要是出手慢了，岂不是要少很多杀戮值？你们防御好，别让狼妖冲破阵型，我去杀妖。谢不二听他越说，王武表示立即组成阵型防御起来。谢不二一杆铁枪所过，狼妖无一存活。此人好强，哪里来的猛人？那人貌似是河西县守军将领骠骑将军谢不二，简直就是一尊杀神啊！天空中恐怖的宗师大战威势恐怖，地面上是人族有狼妖大战，彼此间凶狠的厮杀。倒在谢不二枪下的狼妖也越来越多，他在不断屠杀狼妖，收割着杀戮。大魏定州府军军队中，崔朗目光死死地落在谢不二身上。此人不是刚突破先天境界没有多久吗？此威胁甚大，要尽快处理。受死！血虎猛烈的面对血虎，丝毫一人一妖继续上一次没有打完的大战。该死，这些金甲师身体怎么这么坚硬？要不是这些被炼制出来的阴尸太过强大，阴尸宗又到处挖人祖坟，惹了众怒，100年前也不被各大门派联合朝廷绞杀阴尸宗。天空中，殷怀然和天虚两人在天空中鏖斗，倒数发起进出。斩妖司诸位，尔等还不速速拿下那3尊金甲师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要不军校你去帮助天虚道长，先拿下那阴尸宗余孽，我们来抵挡住这3尊金甲师。行，就这么办。陈军校脱离战场，朝殷怀然杀去。陈军校加入战斗，殷怀然的压力瞬间大增，被2人压着打。与血虎大战的黑煞看着族中狼妖被谢不二不断屠杀，他心中杀意翻滚。谢不二就像是一尊杀戮机器，不断斩杀着狼妖。那一头头狼妖枪芒斩过，便是死亡一片。苏瑶公主，你再不出手，殷某便撤退，不陪你玩了。殷公子何必着急呢？好熟悉的声音。这个肾虚的男人率领6000骑兵支援清源山绥远县围猎，此刻就在启蒙入内，光芒一道身影来到天空中，在他身后6条虚幻的头发内。普通人看人被沉迷了进去，几位宗师大喝，声如盗雷，在无数人耳边炸响，将其唤醒过来。这一刻的失神，让不少大魏军队和武者被狼妖斩杀，损失惨重。妖女好手段，仅只是露面就将那么多人给魅惑住了，果然是狐妖，天生魅惑之体。这位大人过誉了，小女子可没有做什么呢，是他们自己心思不纯而已。陈军校等人紧紧守住心神，这好恐怖的手段，差点连他们都没能挡住那魅惑之术。谢不二抬头看向空中那道倩影，那不是秦瑶吗？怎么那阴尸宗的人叫她苏瑶公主？看来这马甲术玩得很溜啊！好胆狐妖，敢偷越10万大山，来我大魏境内为非作歹，留你不得！殷怀然和苏瑶一愣，大魏还有强者，等到现在才现身，两人心中升起一丝不妙的感觉。宗老，没想到宗老也跟着来了。一个打扮朴素的老者一步走来，直指天涯，瞬间就来到了战场。宗师大圆满高手，出动这么多宗师高手，你们斩妖司真看得起我？狐妖，尔等屠戮1县百姓，只为突破，做尽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，乖乖跟老朽回斩妖司受罚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大人可不要吓唬奴家，奴家可没有杀人，人都不是奴家杀的。苏瑶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魅惑横生，不少人都不敢站，生怕堕入幻境中无法自拔。那就别怪老朽无情了。看来只能出动压低香了。苏瑶以妖元迅速催动法器光。
天妖剑，你身上竟然有天妖剑？天妖剑是什么？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卖了，我那台旧的 vivo X100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100多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我是转转老用户了，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平板、相机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躺在家里就把旧手机给卖了，特别方便。要我说，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。天妖剑传闻乃是10万大山中狐族上一任妖皇炼制的宝物，那狐族妖皇生前乃是半步妖帝强者，这些隐秘还是他在宗门内藏经阁看到的。半步妖帝法器，该死！没想到一个狐妖身上竟然有这等法器。此刻宗庆之快速调动全身血气与真元，巫瑶催动天妖剑，恐怖的威压自天空中弥漫。一声巨响，天空仿佛都被撕裂了，恐怖的声波震得无数人脑袋嗡嗡作响。直面这一击的宗庆之被打落天空，山体都被撞塌了大半。好恐怖的力量！这天妖剑不愧是半步妖帝的圣器，如此一击，简直堪比大宗师那种绝巅的人物出手。当所有人从那恐怖的一击中回过神来后，天空中已经失去了苏瑶的身影，天妖剑也消失无踪。这就是半步妖帝炼制的圣器吗？陈君笑等人赶忙飞去查看宗庆之。宗老，斩妖司众人此刻看着那坍塌的山体，心头沉重。若是宗庆之阵亡，斩妖司的损伤也太沉重。陈君笑等人心中一喜，急忙上前去搬动废墟。宗庆之从废墟乱石中出来，头发凌乱，身体上满是伤痕，左臂断了，鲜血不断流淌。这次亏大了，伤了本源，只怕是大宗师无望了。该死的狐妖，断我道基！宗庆之抓狂，愤怒无比。本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任务，没想到栽了个大跟头，断送了他突破大宗师的希望。宗老，疗伤丹药，宗老赶紧服下。宗庆快速接过丹药服下，他体内的伤势太重了，五脏六腑都被震裂，体内武器都被震散。宗老，你怎么样了？哎，道基被伤到了。什么？几人一听，脸色大变。宗老可是斩妖司中最有潜力突破大宗师的几人之一啊！还好那狐妖实力不够，只能勉强动用天妖剑，要不然今天我就死在这里了。直面一件半步妖帝圣器，一击而不死，也算他命大。这就是我一直追着不放的狐妖。若是那狐妖动用天妖剑给我来一下，我怕是坟头草3丈高了吧？此刻殷怀然见苏瑶消失不见，转身就跑。现在不跑，更待何时？不好，那阴师宗余孽要跑，给我追！一定要将其斩杀，要不然这次我就亏大了。狼妖黑煞见情况不对，也是转身就跑，再留下去必死无疑。谢不二依旧是斩杀那些狼妖，收割杀戮值才是正的。不久后，斩妖司的人前去追杀殷怀然，各方人马将斩杀的狼妖尸体、收获等都带上，准备出山。将军，这么多狼妖血肉怎么办？弄马车，用战马都拉回去。王武带着士兵开始砍伐树木，弄马车。谢不二则是朝山脉深处而去。谢将军，你要去哪里？去找点东西，还请江兄帮我照看一下部队。他要去找狼妖一族留下来的宝藏。狼妖覆灭了随缘县，肯定搜刮了不少的金银之物，且黑狼妖族占据这清源山脉多年，肯定有不少好东西。不久后，山脉密林中不断有人影穿梭，看到有洞就钻。这个世界聪明人并不少，都知道黑狼族有宝藏存留，只要找到宝藏就发财了。来到山脉深处，谢不二漫无目的的转悠着，猛然间一股妖风起来。在没有宗师强者的情况下，还敢独自一人闯进山脉深处，不是送死是什么？该死，你不是先天。嘿，要不是我展露出先天境界修为，你会现身吗？黑煞转身就跑，本以为是个软柿子，没想到是一个隐藏的恐怖大 boss。那里跑，乖乖到我锅里去。倒在地上的黑煞从腹部到胸口，一道恐怖狰狞的刀口不断流着血。别杀我，我可以给你当坐骑。是吗？大人，小狼心甘情愿当您坐骑，追求饶小狼一命。要当我坐骑，那先拿出诚意来。大人想要什么，只要小狼有，都给大人。你狼族宝藏都藏在哪里？大人要宝藏，小狼带您去。此刻黑煞什么都愿意给，只求保密。那请带路，我看到宝藏就饶你一命。黑煞以腰圆勉强止住伤口的血，艰难地爬起来，心中那叫一个苦。在黑煞这个狼族狼王的带领下，谢不二很快就找到了狼族隐藏宝藏的隐蔽山洞。大人，我黑狼妖族的财富都在这里了。不错，你可以安心去死了。啥？谢不二的黑金战刀插进黑煞胸膛，绞碎了其心脏。你说话不算数。我也没说，要说话算数啊。这黑狼妖族屠戮了随缘县整个县的百姓，谢不二怎么可能饶他一命？在黑煞死亡的那一刻，远在200里外的苏瑶感受到是心骨的死去。看来那条狗洗了，只是可惜浪费了一只蛊虫。收获120点杀戮值。看着堆得似小山一般的金银铜钱，谢不二一时间也是犯难。没有空间法宝，这些东西也带不走，只能想办法将山洞封闭，以后再来。
来将其搬空了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带着8大块狼王尸体回到营地，士兵们打造的马车也快差不多了。谢将军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差点迷路了，耽搁了一会。看着谢不二拖回来的狼妖尸体像是小山一样，江一白傻眼了。这是那尊狼妖王尸体。谢将军，你斩杀的？讲啥呢？这是我在山脉深处碰到的，也不知道这妖王是谁斩杀的，我见没有人要，就给捡回来了。听着谢不二的解释，江一白将信将疑。怎么样，江兄，今晚吃这只狼王肉，正好你教我如何去除妖兽肉中的妖煞之气。行，我教你去除妖兽血肉中的妖气之法。不久后，一口口行军锅架上，谢不二也亲自拿了一块狼王肉来解小块。这么大的尸体，这狼妖不会是那头妖王吧？赶紧过来帮忙烧柴火。这个不在肾虚的男人率领1000骑兵围猎妖族，斩妖王，炖妖兽肉。此刻妖兽肉在特制的药物的炖煮下，妖煞之气也是化解完，可以吃了。行，那开吃。那些等得望眼欲穿的士兵，在听到谢不二说可以吃了，一个个像是饿死鬼投胎就吃起来。不少士兵吃了妖兽肉没多久，就感觉身体开始发烫，皮肤泛红。这妖兽肉乃是大补之物，吃了可强身增血气，感觉身体不适的，赶紧修炼莽牛劲，炼化妖兽肉中的精气。士兵们听了谢不二的话，纷纷起身，开始练起了莽牛劲体式，以此来消化狼王血肉精气。哈哈哈！我终于突破50了，不二兄弟，我突破到50了，恭喜恭喜！深夜，部下士兵有些还在修炼莽牛劲，炼化狼王血肉精气。系统老登何在？谢不二境界宗师初期加杀戮值23489，系统可升级加。白天他一个人疯狂杀戮了2000多只狼妖，收割的杀戮值惊人。加点升级系统，瞬间1万杀戮值消耗，系统出现了变化。谢不二杀戮值13489，系统开启商城功能和空间储物功能，空间100立方。心心念念的空间储物器，今天可算是来了。趁着夜深，谢不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营地，他要去将黑狼妖族的宝藏都收起来带走。谢不二进到山洞里，将那些金银铜钱通通都收入系统中。此次青元山伐妖，我无疑暗中成为了最大的赢家。次日，谢不二他们拉着狼妖血肉赶路了一天，才回到河西县。一进城就惊吓到了不少的普通百姓。天啊，这是狼！比牛都大的狼，不会是狼妖吧？隔壁绥远县那妖货，这些不会就是那些狼妖吧？谢将军若是带不下去，发妖回来吗？谢不二等人带着3000多具狼妖血肉回来，震惊了整个河西县城。谢将军，你们回来了。来到军营，就看到堆积如山的狼妖尸体，直接将其下杀。这些都是狼妖尸体，难不成是狗？绥远县妖祸剿灭了。那当然，本将军出手，什么妖鬼蛇神，通通斩杀。陈县令一听到妖祸被除去，悬着的心终于是安心了。谢将军，你们将这些狼妖尸体带回来干嘛？吃啊，狼妖血肉也是肉。吃，等吃过后你就知道好处了。哦。3天后，谢不二部下士兵通通都突破到了5图中期以上，实现了最低修为，士兵都是5图。2月2，龙抬头，在大量金钱砸下去，谢不二终于心心念念的重甲骑兵出炉。教场上，谢不二带领1000重甲铁骑训练冲锋，1000重甲铁骑冲锋如同滚滚钢铁红利，气势压迫天地，碾碎一切。好强！郭小平、吴兵、武成、萧楚一看了那1000重甲铁骑，无不感到震撼与恐惧。这重甲铁骑冲锋起来，简直可以横推一切啊！有了这支重甲骑兵，下次戎狄狗杂碎们再赶来入侵，非得将他们打出死来。这么威风的重甲骑兵，我也想让部下2000人都是重甲骑兵了。之前他们还觉得搞什么重甲铁骑浪费钱不说，他们还养不起。看谢不二那1000重甲铁骑，萧楚一萌生了打造一支重甲骑兵的想法。谢不二训练结束后，那些普通士兵羡慕地看着重甲骑兵，他们也想穿着那么威风的重甲冲锋。将军，我可不可以也打造一支重甲骑兵？你也要弄重甲骑兵？你可知道我弄这1000重甲骑兵现在花费了多少钱？70万两白银。7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谢不二唾沫横飞，飞到萧楚一脸上。后续的养护费用也是一笔天文数字，我可没有钱给你养重甲骑兵，你有本事自己弄。谢不二可不会惯着对方，还想借他的钱来打造重甲骑兵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你不是背景很深吗？自己有本事去弄呗。小气，真是小气鬼。将军也给我们弄一些重甲骑兵，备不多，我只要300。你也给我滚！你们赢你，给我好好的训练，我另有安排和重用。还想要重甲骑兵，想都别想。被训斥的郭孝平不敢顶嘴，一脸委屈，像是受气的小媳妇。他只是想要300重甲铁骑而已，又不是想要天上的星星月亮。见郭孝平被训斥，吴兵张开的嘴赶紧闭上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谢不二训练士兵，招募士兵，酿酒搞钱，报复强军。10天后，守护酒坊的兵卫袁勇来报，说是酒坊出现问题。你说什么？酒坊出事了？酒坊现在是金山，他们军队消耗的开支来源，万万不能有失误。回将军，杜酒师来上报说，酿造出来的5000坛绿蚁酒不翼而飞了。他是酒坊的守护将领，出了问题，肯定是要问责他的。走去看看。不久后，杜师傅、夏河等人见到谢不二来了，赶紧行礼。行了，不必多礼，说说怎么事。将军，今天李小花他们来整理库房里的酒，发现
现这5000坛酒都空了，里面的酒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只留下空酒坛子。这是不见了5000坛绿蚁，可不是小数目，问题太大了。难不成真的是大宗师境界的强者偷的？袁勇看着眉头紧锁的谢不二，心里紧张的不行，他这个兵卫怕是要到头了。该不会是那个道家高人干的吧？要不然什么人能有如此本事，让5000坛酒凭空消失？找不到一丝蛛丝马迹，谢不二以宗师的精神力来探查，不一会他就在一个空酒坛里发现了一样。谢不二上前，从空酒坛中将那个空酒坛拿出来。你们先出去吧。众人见谢不二发话，没有缘由，但是他们也只能听令出了库房。众人出了库房后，谢不二才将坛子里的东西拿了出来。是一页经书，是那秦瑶，不对，是苏瑶那只狐妖的气息。感情是这只狐妖来偷的酒。拥有天妖剑遮掩气息，确实是能瞒得过我的感知。不过这一页经书又是什么？留下来的买酒钱。谢不二以精神念力探知这一页经书，顿时感受到不凡。上面那些记载的，竟然是道家神魂修炼秘术神魔观。出了库房，众人看着谢不二，神色有些忐忑。没事，大家都别担心，丢失了就丢失了，不过是一些酒而已，我们重新酿造就是了。此事发生的奇怪蹊跷，可能是妖魔行事，以后大家多注意，看紧酒方就行。众人见谢不二并没有发火，要责备他们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将军，这是属下的失责，以后我定会加强巡逻看守。加强巡逻，提高警惕，这可是我们军的钱袋子，不能有任何的失误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回到军营自己的营房里，才拿出经书来研究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道门的不传之秘，竟然流落到苏瑶的手上。算了，想太多也意义。谢不二当即开始按照口诀修炼，以观想神魔，修炼神魂。他将自己构想成一半金光闪耀的神，一半魔焰滔天的魔，以此来观想。大为天道州、天道宗。突然，一间供奉神魔的宫殿里，那神魔像闪了一下光芒。怎么回事？老道当即掐指推算起来。怪哉，怪哉！谢不二将神魔观修炼入门，以观神魔，淬炼神魂，让神魂精神力汲取天地灵力，开始慢慢壮大。阳春3月，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戎狄仙游部落。仙游部落小王子于丹君看着渐渐融化的冰雪，目光看向了南方。蛰伏了一个冬季，是时候洗刷耻辱了。这个不再肾虚的男人，在不计成本的开导下，部队的实力飞速的增长。然而此刻戎狄仙游部落蛰伏了一个冬季，也是开始了报复行动。王兄，我现在需要你走一趟草原，打探戎狄消息。怎么要动兵了？练兵这么久，该验一下成果了。行，此事交给我，我这就带斥候去查探消息。不久后，王武领了军令，带上20个斥候，又前往草原。王武前往草原后，谢不二来到城墙上，目光看向草原方向，天空上有苍鹰在盘旋。几天后，王武带着斥候赶回来。将军有情况，探查到了什么？戎狄仙游部落有军队在集结，就是年前扣关的那个部落。仙游部落，这是冲我们来的吗？有多少人？估计人很多，应该不会少于5万。嘿，我们还没去找他们麻烦，他们倒是先找上我们了。你去继续探查监视。是将军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又招来郭孝平、胡兵4个校尉。将军叫我们来，有什么事？你们来了，先坐下。4人坐了下来，目光看着谢不二。刚才我收到消息，戎狄仙游部落大军有集结的迹象，可能是冲我们来的。什么？戎狄仙游部落那群杂碎又想来攻打我们？为了抵御仙游部落，去年他几乎战死，若不是谢不二给的一枚疗伤丹药让他挺了过来，他现在已经是一堆白骨了。坐下，你激动个啥？将军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干死仙游部落的杂碎了。仗有的给你打，仇有的是机会给你报，先别激动。嘿，这些戎狄人记吃不记打，练了这么久的兵，我都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正好戎狄人赶来，拿他们试试刀。叫你们来是让你们准备好，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。一旦戎狄人来，我们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众人摩拳擦掌，已经等待多时，建功立业，只待戎狄人来。4天后，戎狄大军旌旗猎猎，战旗漫天，如同长龙来到河西县外。谢不二手扶黑金战刀，站立在城墙上，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戎狄仙游部落大军。想不到这次竟然有宗师强者随军而来，看样子是真的想要踏灭河西县啊！竟然出动了宗师强者，这些该死的异族，犯我大伟之心，永远不死。放心，总有一天我要踏平这片草原，放牧天山。陈县令都被谢不二这股豪迈之情感染，体内热血沸腾。城外戎狄大军先锋军并没有停下休息，直接就发起了进攻。戎狄大军中铺天盖地的箭雨朝城墙上射来，以掩护攻城士兵。防御士兵们纷纷躲避，举起手中的盾抵挡箭雨。城墙上的弓箭兵也纷纷找准时机，搭箭拉弓反击，射杀冲锋的敌军。杀戮值+1+1+1。难道这也是系统金手指升级到 T1 带来的隐性变化？只要部下杀敌，我也能收获杀戮值。谢将军，你在想啥？笑得这么开心啊？你在说什么？现在戎狄大军在攻城啊！谢将军，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结婚入洞房了呢。我想到了，高兴的事情不行吗？我想到了，等打退戎狄大军，获取军功，高兴不行吗？此刻戎狄大军先锋冲到城墙下，便开始搭营梯，抱着壮木冲撞城门的冲撞城门。
停止射箭，骑兵游荡射击，掩护士兵登城。准备御敌。他麾下的士兵立马组成鸳鸯阵，在城墙上防御起来，准备杀敌。此刻，所有攻城的士兵不要命的忙着，但无一例外都被守城士兵以长枪刺杀。1个时辰后，攻城的3000先锋军只剩下1000人不到。戎狄大军中军营帐内，先有部大将军于汉看着城墙上的守军，微微皱眉。这支守军实力貌似有点强大，这河西县守军将领是谁？好强悍的士卒！叔叔，守军将领是大卫骠骑将军，叫谢不二，麾下5000士兵。但据探子传回来的消息，其麾下有9000士兵。此次出征不再是他这位小王子带领大军，而是他这位叔叔，他父亲的弟弟，先有部大将军，宗师中期修为。9000人不算多，只是这守城的士兵貌似都是汉族。以他的实力，自然是看得出来，城墙上的士兵修为都是5徒后期，这个比例是非常恐怖的。来人，给我再派5000士兵压上去攻城。于飞，你去将对方将领斩杀，下午我要在城里过夜。他才不会慢慢的去与守城士兵对战，一战定乾坤，强势击溃河西县守军。是大将军。于飞出列，率领5000士兵开始攻了上去。将军，戎狄大军又加强进攻了，还派了一支强大的先天武者率军攻来。小问题。于飞一跃而上，飞上城墙，就要大开杀戒，还不等于飞出手，谢不二一步跃起飞拳轰向。哈哈哈，你就是守军将领，我以为你会躲在后面呢。死吧，这河西县是我先游部的了。在我面前敢如此嚣张抗！城楼上，郭孝平、吴兵、武成、王武等人一个个目瞪口呆。那可是先天大圆满的强者，我看到了什么？先天中期的谢不二一拳轰杀了一尊先天大圆满。于汉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将手中酒杯捏得粉碎。该死，于飞竟然被那个看起来先天中期的卫人将领给一拳轰爆，这科学吗？不应该是先天大圆满的于飞一刀斩杀了那卫人将领吗？怎么了，叔叔？于飞死了。什么？于飞族兄死了？于汉目光死死地落在谢不二身上，可是怎么看谢不二身上的气息，最多也就先天后期。以先天后期的修为，一拳轰杀先天大圆满，难不成这大卫守军将领乃是一个武道妖孽天才不成？这将军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，先天大圆满的强者都被他一拳秒杀。萧楚一看着谢不二，心里满是疑惑。先天中期一拳打爆先天大圆满，这不是妖孽，而是妖孽过头了。此刻谢不二目光落在了戎狄大军中于汉的身上，对方目光也在看着他。此子有问题，看来得我出手了。于汉一步踏出，来到天空中，宗师的气息铺天盖地的城墙上。萧楚一、郭孝平等人脸色惨白。该死的，这戎狄狼子不讲武德，竟然有宗师强者，怎么办？看来今天我们怕是要死战了。现在就算派人去安宁关求援，也来不及了。于汉踏空而来，目光落在谢不二身上。谢不二抽出腰间飞金战刀，飞跃而起，飞上半空，与于汉对视。他不要命了吗？这样去对战一尊宗师？你身上有古怪。他总感觉谢不二身上的气息不太对劲。有什么古怪的？要战就战，还是不暴露实力先？要不然斩杀了戎狄这尊宗师将领，怕会将城外的戎狄大军吓跑。等我拿下你，再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古怪。有几分实力，难怪能越阶斩杀于飞。不过蝼蚁终是蝼蚁，蝼蚁岂能逆天？于汉手掌化拳，一拳轰向谢不二。谢不二身上的血气如狼烟，手中飞金战刀上血煞之气滚烫下来。天空中那无尽拳印被一刀斩破，声势撼天，恐怖的血气真气如海水般在空中席卷开来，让地面上观战的人心神胆寒。我看你有多少实力，能挡我几招？于汉没有留手，继续向谢不二出手打去，拳掌轰出，天地爆响，威势滚滚。大战数十上百招后，于汉神色都变了。你不是先天武者？老子不是先天武者，是你爷爷啊！管你怎么说，不管外界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承认他就以先天中期修为示人。我天资妖孽，越一个大境界，战斗不行了。看着谢不二与戎狄宗师强者大战上百招不败，萧楚一等人一个个神色呆滞。这真是一个先天武者能够做到的？这家伙该不会是宗师吧？怎么可能？这世间怎么可能有如此年轻的宗师强者？将军真的只是先天武者？不知道啊。这个不再肾虚的男人率领5000铁骑斩敌3万之军，伤亡不过500，5万戎狄大军最终留下3万6000多具尸体，只逃走了1万余残军。戎狄寇关大败后10天，有关谢不二的奏折呈给了女帝韩江雪。斩敌3万多，一尊宗师，2尊先天大圆满，此人难道已经突破到宗师境界了？好快的修炼速度！怎么了，陛下？这是西北边关递上来的奏折，你看看。陛下先喝茶，缓解一下心神疲劳。韩嫣然将灵茶递给韩江雪后，这才拿起奏折看起来。那位谢将军这是突破宗师了，好快！听说他那酒坊很是赚钱，一个月都有几百万、上千万两的银子。对，陛下，据玄义卫传来的消息，确实如此。你说封他讨戎将军，
让他养兵收复河西郡如何？奴婢不敢妄言，全凭陛下决断。算了，就先封他为讨荣中郎将，领5品武将俸禄，可统兵3万，还是一步一步来吧。虽然他也想将曾经的河西郡收回来，那里曾经是大魏的马场，可饭还是得一口一口的吃。陛下英明。河西县城军营里教场上，赶紧给我练起来，使劲的练，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，家人不流泪。哈哈，谢将军，恭喜恭喜啊！谢不二转身就看到陈县令带着一个太监走来，谢将军又见面了。谢不二这才回想起来，这是上次给他传圣旨的那个小太监。公公又见面了，恭喜将军了，谢将军接旨。训练的士兵们纷纷停下训练，聚了过来。臣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谢不二为讨荣中郎将，领5品将官俸禄，可领军3万。叽里呱啦，嘎啦叽里，谢将军领旨吧。臣领旨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不二身后的士兵也纷纷跟着喊道。郭孝平等人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。圣旨中有提到，谢不二有任命6品皮将的权利，只需报备兵部就可。有任命6品皮将的职权，还可以统军3万，这完全不是一个5品中郎将能有的权利。多谢公公了，来人，给公公拿3坛绿蚁来，犒劳公公舟车劳顿。谢将军客气了，让小喜子我受宠若惊啊！小喜子表面惊慌，但是还是将酒和银子收下。公公在宫内，若有机会，可得替我向陛下美言几句。一定一定，我只是个跑腿的而已，女帝想见也见不到。传完圣旨，拿到好处，小喜子就告辞离去了。恭喜谢将军升官加职，恭喜将军，恭喜将军！郭孝平、王武等人也纷纷朝谢不二贺喜，同喜同喜！以后有谢将军统领3万将士，我们河西县完全无拘一族了。当初将谢不二留下来镇守河西县，是多么明智的决定！那就劳烦陈县令替我召集3万将士了。这我们县怕是无法招到这么多士兵。那就向其他县招士兵，我们军饷高，待遇好，吃得饱，想来陈县令能完成这个任务吧？那行，我向其他县城帮忙招兵，发出招兵令，尽快招满军队补齐。河西县自从招兵告示发出去后，不断有人来报名入伍，3万士兵也是很快招满。暂住，军营纵地，县等人禁止靠近。兄弟，我们是来当兵的，我们招兵已经结束，你们回去吧。什么结束了？让我们回去？为了能吃饱，一路上风餐露宿，饱一顿饿一顿的，现在竟然叫我回去？你嚷嚷什么？不是，凭什么叫我回去？我就不回去！你们这是骗人！说好的招兵，我来了又让我回去，你们骗人！那些士兵以为有人来军营闹事，纷纷提刀持枪跑过来。尔等何人？敢来我军营闹事，不想活了吗？怎么，你们还要打人不成？别，诸位兄弟，我这兄弟脑袋缺根筋，不好使用，你们别与他一般见识。你们是何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操，他们是来入伍的，可招兵已经结束，我就让他们回去。入伍，阁下是何境界？不才，区区后天后期，只差一步就能后天大圆满。后天后期，好家伙，这还是第一个来入伍修为超过后天的，如此修为，将军肯定会收下的。那你呢，大块头？我叫池天生，我力气大。我特喵是问你修炼境界，你跟我说力气大。他没修炼过，但是血气旺盛，力气大，力量金万斤。一个天生神力，没有修炼就有堪比后天境界的力量，一个后天后期武者，这简直就是捡到人才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去见将军。赵丽带着2人找到谢不二。将军，何事？将军，这2人。赵丽指着王展2人将事情说了一遍。你们2人要加入我军？这是我们将军讨荣中郎将。将军加入你们军队能喝到西风烈吗？能。那好，以后我王展就是将军的士兵了。他本是落魄刀客，喜好酒，不愿意给大家族当狗，又赚不到钱，便萌生了来谢不二部下当兵的念头。将军，饭管饱，肉管饱，是不是真的？那憨厚的模样，这简直就是梦中想要的重甲铁骑将领啊！关键是还没有修炼过，就有如此强大的血气。将军，这家伙很能吃，为了不挨饿才来当兵的。嘿嘿，管饱管够，你们2人以后就跟着我，酒肉多管够。将军，我饿了，想吃肉。你去吩咐厨房给他们炖肉，拿酒。是，将军。听说你天生神力，只是力气大一点。来打我一拳，让我看看你的力气如何。这池天生看了看王展，又看了看谢不二。你这憨货怕是什么？你还怕伤到将军不成？那好吧。不错，有9000多斤的力道，果然是天生神力。这个力道已经堪比后天后期的武者了。要是让池天生修炼起来，完全就是一员猛将啊！这是捡到宝了。当即，谢不二就将蛟蟒吞吸术传给池天生，以后你就修炼这个功法，知道没有？是将军。半个月后，一个一头白发、风仙道骨的老道士来到了河西县。追寻这么久，可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老道直接来到军营前，手持拂尘，青灰色道袍一丝不染。阁下是何人？止步！这里是军营纵地。
议，莫送人禁止靠近。贫道天星道人，且去通知你家将军，让他来见我。站岗的士兵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道人看起来并不友善。快去！若非是顾忌着军营里的军煞之气，何须在这里多做口舌？两个士兵脸一变，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这怕是来者不善。其中一个当即匆匆离去，前去禀报。将军，不好了！军营外来了一个白发老道，指明要将军你去见他。对方似乎有些来者不善。道人指明要见我，我也没有与多少道士打过交道啊，除了丹臣子就不认识什么修道之人。走去看看什么情况。王展、池天生跟着谢不二就前往军营门口。到军营门前，就看到一个白发青袍的老道傲立在那，神情淡漠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不是一个正经的修道之人。修炼了神魔关的他，现在精神力很强大和敏感。阁下是何人？找本将何事？你就是谢不二。正是本将。本道天星道人，那只狐妖你认识吧？狐妖？什么狐妖？我不认识什么狐妖。谢不二摇头，但是他心里却是知道这老道问的狐妖是何人。你可知道欺骗我会是什么下场？嘿，牛鼻子老道士，你怎么对我大哥说话的？敢对他大哥不敬，他池天生就让对方见识他拳头的厉害。倒是一副好体魄，是练道兵的好料子。牛鼻子老道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信不信大药我挖了你的眼睛？天星老道没有去理池天生一只大一点的蝼蚁而已，天神岂会与蝼蚁计较？那狐妖说今夜被你抢了去，本道劝你乖乖交出来，那东西不是你有资格拿的。自己貌似被那只该死的狐妖给坑了。阁下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莫说是没有，即便是有，那也是我的东西。就凭你2句话就给你，凭什么？凭你脸大吗？上一个敢如此和我说话的人，已经被我挫骨扬灰，抽魂点了天灯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，要吃罚酒了。这个不再甚虚的男人，率领5000铁骑，大胜戎狄5万大军，被女帝升为了讨戎中郎将。就在他努力训练军队时，只因一夜惊夜，忽然就被别人打上家门口来了。此刻谢不二一跃凌空飞起，天星子见此也是化成一道白光飞上天空中。在哪里都是一样，敢忤逆本道，你必死。那要看看你这老牛鼻子有没有那个本事。谢不二挥刀便斩出一道刀光，天星道人手中拂尘一挥，瞬间便击碎了那刀光。天空中声响如雷，双方不断厮杀着。听到天空中的响声后，无数人抬头朝天空中看去。怎么回事？将军和谁打起来了？哪个不开眼的敢来我们的地盘闹事？走去看看。郭小平和萧楚一快速出了军营，朝那个方向而去。谢将军怎么与道士打了起来？陈县令看着天空中大战的那2条身影，眉头微皱，脸色很是不好看。那一派的道修竟然敢公然出手对付朝廷将领。萧楚一和郭孝平2人很快就来到军营，胡兵、武成、唐云山、王展等人都在抬着头看着天空中的大战。哪里来的野牛鼻子，竟然打上门来找将军的麻烦？这人道法精湛，不像是野修，就怕是道门大派。那老道是何人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自称天星道人。天星道人？什么？他是天星道人？你知道此道人？昆仑道宗弃徒，20年前天星道人就已经是出鞘巅峰的道修，如今只怕是已经突破阴神境界了。这些消息还是他在家里密库中看到的。一尊阴神道修对谢不二出手，谢不二能否挡得住？昆仑道宗，胡兵等人神色担忧。那昆仑道宗是堪比天宗的庞然大物，高高在上，俯视苍生。怎么办？将军会不会打不过这牛鼻子？这天星道人只怕已经是阴神境界的道家高人，能抵挡得了阴神境界道修的只有大宗师。整个定州或者是北境，就只有镇北侯一个大宗师强者，就算是此刻去求援也来不及了。该死！要不用我的新手机联系镇北侯吧？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郭孝平愤恨，他们此刻只恨自己实力不够，无法帮到谢不二。高空之上，谢不二手持黑金战刀，不断与天星道人搏斗。此子不是武道宗师后期吗？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？天星道人收起了轻视之心，认真对待。竹音，天星道人掐诀，在其背后赫然浮现了一条阴蛇，阴蛇仰天长啸，河西现成，无数人纷纷捂住耳朵，痛苦万分。去！天星子一声轻喝，那条庞大的阴蛇杀向了谢不二。御魂之道，鬼王宗秘术道法，这天星道人不是昆仑道宗之人吗？怎么还修炼魔门道法？谢不二手持战刀，眼神凌厉，斩出绝巅一刀。那条浊阴之蛇尾巴缭绕着滚滚飞起，一尾巴拍散了谢不二斩出的刀芒。天星道人见一击不成，左手瞬间打出一道反诀，一道剑影凝聚，瞬间斩进谢不二。苏瑶那该死的狐狸精，下次再见！秦狐妖夺半步妖帝圣器，宁！谢不二轻喝，胸前迅速凝聚一个血盾，挡下天星道人打出的飞剑水，强大凌厉的剑气将谢不二震退了2步半，虚空似乎都被轰碎。下一秒，浊阴之蛇突然出现在谢不二身后，张着血盆大口就咬向谢不二。黄龙白斩，一道道恐怖的刀光斩在浊阴之蛇身上，不断斩碎其身上的阴气。吃我一边！将军，郭孝平、胡兵、池天生等人担忧无比，一个个忍不住大喊出声。
还挺痛。什么？刚才那一击的力量足以打爆一尊大宗师初期的武夫，这得是多么恐怖强大的体魄！谢不二感受到背后传来的火辣疼痛感，很久没有受伤，倒是让他忘记了疼痛。看来体魄还不够强大，还是需要努力的修炼。强大体魄，只有强悍到极致的体魄才能够不受伤。谢不二运转大日心经，体内血气滚滚，背后的伤势快速的恢复着。看来我好像是被那只狐妖给坑了。下一次见到那狐妖，非收了那狐妖，揉虐其千百遍不可。此刻，远在草原深处，某一个草原部落中的苏瑶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两人记恨上。老牛鼻子还有什么本事？赶紧使出来，让你谢爷爷见识见识，否则等一会你谢爷爷斩下你的头颅，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无知宵小猖狂，敢大言不惭！剑来！天星道人神色阴冷，手中再次掐着一把仙剑，突在其背。落！大日金身！一把仙剑斩在护主尊身上，完全破不开谢不二的头。老牛鼻子，不行啊！你这仙剑怎么软绵绵的？是没吃饭，还是没有法力了？听到谢不二的嘲笑，天星道人心中的怒直接被点。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如此挑衅我的人了。八荒火龙！天星老道打出8道火龙葫芦，将谢不二包围。起8条庞大的炙热的气息。果然，这些修道的人手段真多。谢不二一手持战刀，一手捏大日神拳，轰向了8头火蛟。地面上，郭孝平、吴斌、武成、王展等人一个个瞪大了眼。将军好强啊！我就说了，将军肯定是宗师境界的强者，可没想到竟然这么强，真是瞒得我们好苦。他们两人心里却是震惊的不行。这就是武道修炼到高深境界能展现出来的神威吗？好生令人向往。谢不二将8条火蛟都铲灭掉后，那8头葫芦自成灰。小子，不得不承认你很强，但是也到此为止了。这老牛鼻子不愧是出身道门大派，手段真他娘的多，加点修为。消耗9000点杀戮值，境界提升为宗师大圆满。杂骸气势和血气突然增强了，不能再次出现意外了。诸神阵起，一道道玉符发出紫色的光芒，汇聚而上。这似乎是针对神魂的攻击，加点神魔关。下一秒，强大神秘的力量在飞速的提升他的神魂。在谢不二身后出现了一道神魔虚影，半神半魔，神魔一体。果然，那狐妖没有骗我，金叶就在你身上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杀了你，金叶便属于我了。诸神矛落。神魔天机，一击神魔天机直接碎灭了天星老道的希望。你得到金叶才多久？怎么可能修成如此强大的神魂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地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本道乃昆仑弟子，阴神修为，你敢杀我，就等着清算吧！哈哈哈！看着天星老道那有恃无恐的样子，谢不二无语。这些人都是怎么了？背景是背景，自己是自己。那你就去死吧！阴神又如何？昆仑道宗又如何？谢不二一拳落下，轰向天星道人。霸烈的拳意毁灭一切，天星老道瞬间被打爆成一团血雾。杀戮值加350点。谢不二轰杀了天星道人，萧楚一等人被谢不二那霸烈的壮举给震惊到了。那天星道人死了，他们简直难以相信，一尊道家阴神大修士被谢不二强势镇杀。天星老道生死道消，只留下一枚戒指。一个阴神中期的道家高修，却只值350点杀戮值，甚是不解。但总归是有收获的。谢不二神念精神力，直接轻松开启了这枚戒指。道家修炼之法，没想到这天星老道竟然是个大好人，给送来了道家修炼之法，里面还有众多物资。谢不二激动地看了一遍太史道典内的内容，从炼金一直到阳神境界完整的修炼之法。不得不说，这天星道人心真大，竟然手写了一部昆仑道宗的修炼法门，还放在空间戒指内，这是得多高傲啊！谢不二没有现在就研究太史道典，而是将空间戒指给收入系统空间，然后返回了地面。将军你没事吧？将军，郭孝平、吴斌等人纷纷围了上来，看着谢不二，眼里有许些担忧。你们看我像是有事的吗？你们家将军我神通广大，神威无边，此个老牛鼻子而已，洒水了。将军威武！此刻谢不二就是他的偶像。将军，你杀了那天星道人，只怕是昆仑道宗会来找将军麻烦。虽然昆仑道宗在大黎，可自大黎来大魏并不需要多久。你的意思是怪将军杀错了，那牛鼻子不该杀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行了，昆仑道宗又如何？什么仇，什么麻烦，我都一并接下就是。萧楚一不再说话，只有他知道那昆仑道宗是何等苦。谢将军，谢将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劳烦陈县令挂念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陈县令见谢不二没事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哪里来的野道士敢对朝廷将领出手？这是要打破朝廷与道门的默契约定吗？大黎昆仑道宗？什么？大黎昆仑道宗？陈县令先是一惊，而后眉头紧锁。麻烦了。担心啥？有我在，一切都别担心。这个不再肾虚的男人，在与天星道人搏斗了数百招后，一拳轰杀掉了天星道人，而后意外获得了一本神秘道宗秘法。
加点提升5道修为。谢不二修为悄无声息地突破到大宗师初期，他的体魄血肉都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强化，再将自身气息掩盖到先天大圆满，这样就又可以苟一把了。平复了心情后，谢不二然后才开始研究太史道典。这太史道典也晦涩难懂了，懒得慢慢去参悟了，一键加点修炼。下一秒，无数的道运感悟通通涌入谢不二脑海。次日清晨，谢不二刚巡视完军营，站岗的士兵又来找到他，报告将军，军营外又来了一个道人，说是要见将军你。啥？又有道人？昆仑道宗的人这么神速的吗？一天不到就找到头上来了，走去看看。谢不二当即朝军营外而去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来到军营门口，谢不二就看到一个一身脏兮兮白袍的老道。好恐怖的血气，血气如真龙内敛，这么年轻的一个少年，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血气修为？阁下是昆仑道宗哪位来寻仇的？嘿嘿，小将军，老道，我可不是什么昆仑道宗的。不是昆仑道宗的，那干嘛来找我？这2天是捅道士窝了吗？福生无量天尊，贫道天宗子阳道人，你也可以叫我邋遢老道。天宗道人，敢问子阳道长找我有何事？我也没和天宗道士有来往啊，难道又是因为神魔关？谢不二内心中升起了一丝杀心。小将军收起杀心，老道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那道长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你修炼了我天宗的至高神魂法，我就好奇是何等大才领悟了这至高神魂法。神魔关是天宗的，想不到这门神魂修炼之法竟然来自于天下道门之手。那是自然，500年前神魔关意外流落出去，让我天宗遗失这门传承秘术。还能有人从天宗抢走这神魔关修炼之法不成？这是我天宗秘密，岂能说给你听？那你是来收回神魔关的了？谢不二目光盯着子阳道人，似乎随时准备出手。你小子这么好斗的吗？我天宗要收回神魔关，还不需要动手抢。听说你酿出了一种绝世美酒，不知道老道我可有幸尝尝？酒当然有，但是美酒只招待贵客。走走走，去喝酒去，我们边喝边聊。子阳道长请。嘿嘿，让老道来尝尝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美酒有多好喝。好酒。很快，一坛西风烈就被子阳老道喝完，王展也开了一坛，抱着喝了起来。好酒，好酒啊！那是我们将军酿造出来的绝世佳酿，多少人想喝都买不到。不过是许些提纯技术加成而已，就轻松将这个世界的酒鬼拿捏。小子，你可摊上大事哥！呵，不过是斩杀昆仑道宗的一个道人而已。你小子可别自满，那昆仑道宗的天权牛鼻子，那人雌雄必暴，心眼小得很，一旦查到你头上来，得提着昆仑道宗的道气来干你小子。道气有多强？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笑话，我会怕？嘴硬，小子，看在你请我喝酒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什么是道气。洗耳恭听。道家无上高人炼制无数岁月才成功的法器，只有登仙境界的仙人才有能力炼制出来。登仙境界，那等无上强者能真正的做到搬山填海，他们留下来的道兵圣器举世罕见。这特么的不就相当于拿着核武器去和小飞猴打架吗？都怪苏瑶那该死的狐妖，竟然让我招惹了如此恐怖的强敌。敢问道长，你们天宗的道气又是什么呢？你这家伙油盐不进是吧？他本以为谢不二会向他求救，求着加入天宗，躲在天宗的庇护之下，这样就可以轻松收回记载神魔观的经书了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天宗竟然没有道气？你不需要用激将法，我天宗自然有道气，我天宗道气通天塔镇压一切。又升起了紧迫的危机感，要迫切的提升实力了。只有实力够强，才能够无惧一切。看着谢不二沉默，子阳老道内心得意洋洋，这小子应该是被他给唬住了。怎么样，小子有没有考虑过要加入我天宗？一旦加入我天宗，那天全牛鼻子便不敢拿你怎么样。没有考虑过，我才不想当道士，我还要娶妻生子，妻妾成群呐。子阳老道一口酒喷得王展满头。我就当个小透明，悄悄喝点酒，怎么遭殃的就变成了我。你小子当真是顽石，顽固不化，你真不怕昆仑道宗找你麻烦？不怕。为什么不怕？不怕就是不怕，大不了去找戎狄或者匈奴打一架，将战刀砍冒烟，直接将修为提升到武圣境界，还怕什么昆仑道宗？你这家伙到底是真的不怕还是假的不怕？你不就是想免费收回经书吗？绕那么多弯弯道道的。这个眉清目秀的家伙，没想到心思这么缜密，看来也是一个腹黑的家伙啊，真不好忽悠。想要拿回神魔关经书，道长可要拿出能让我心动的东西来，或者你像那天星牛鼻子一样出手强抢。若不是我真不一定打得赢这小子，真想教训一下这个小子。你想要换什么？我想要天宗修炼道法。那是不可能，非我天宗弟子不可修行我天宗道法，除非你加入天宗，我可以传你天宗修炼之法。那算了，道长你喝完酒就回去吧。既然你不愿加入我天宗，老道我也不勉强，但是我这有一部剑修道典，不知道你可敢修炼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若是能价值神
魔关金书，我就和你换。他手中的剑修道典可不是天宗的修炼法门，而是剑道山的修炼之法，绝对价值神魔关修炼之法。这是一枚剑道山的传承玉符，里面是剑道山的核心修炼之法，可换金书。谢不二接过玉符，当即将其贴在脑门上，神魂催动。不错，价值相当。谢不二点点头，将金书从空间内拿出来给子阳老道。这道秘术总算是失而复得。交易完成，道长就请回吧。不急不急，这酒怎么卖的？老道我想要购买上一些。反正是偶然得来的一枚传承玉符，换回宗门秘法已然是大赚。我这酒只需要用丹药来换。行，没问题，丹药都是小意思。不久后，子阳老道用身上所有的丹药换了5000坛西风烈，悠哉悠哉的就走了。将军，这老牛鼻子也没安好心啊！我自然知道他没安好心，不知道这子阳道人是想逼迫我加入天宗，还是想借刀杀人，也许两者都有。不久后，谢不二将从子阳老道手里换到的丹药也都发放给部下修炼。几天后，武成突破第一时间就是跑来找谢不二报喜。将军，我突破成功了，不错，可没白浪费我的一番培养。以后武成就是将军手里的刀，将军指哪，武成就砍哪。若是没有谢不二，他已经死了；没有谢不二，他也没有突破先天境界的希望。行了，不说这些虚的，你去挑选新兵，组成5000轻骑兵，抓紧训练。下一集我就去一趟草原练兵。是将军。这个不再肾虚的男人，组织部下以雷霆之势训练，全力备战，准备去草原上征战一族，收割杀戮值，提升实力。报告将军，工匠方传来消息，5000套重甲已经打造好了。王展，走，跟我进城。来到城内军营里，谢不二当即将郭孝平叫来。将军，你找我？让你部去工匠方领装备，然后集合。是将军。不久后，士兵们站成方阵，等待着谢不二的命令。挥刀，5000士兵声音洪亮，整齐划一的挥舞着墨刀，气势如山岳般压迫而来。这就是让我训练了2个半月的阵势吗？不错，有几分气象了。先是2000重甲铁骑，现在又是5000重甲步兵，这支军队成长起来，恐怕是堪比我爷爷率领的精锐了吧？将军，给这支军队取一个名字呗，就叫魏武族吧。我希望你带领这支军队能做到不动如山，步战称雄，能够阻挡击败一切强敌。魏武族，这名字好，不动如山，步战无敌。魏武族，以后给我好好训练这支军队，镇守我们的大本营。我可是将镇守大本营的重任交给你了，誓死不辜负将军的期望。魏武族5000人齐齐呐喊，声势洪亮，气冲云霄。几天后，武城那边将5000轻骑兵组建起来后，谢不二也是准备入草原了。将军，不错，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突破先天。是将军，下一个月我拿人头担保，一定突破到先天境界。你有这股劲就行。我准备明天率兵出征草原，军营里就交给你看守，好好训练士兵。若有情况，与城内郭孝平商议。胡兵心里遗憾，此次看来是不能跟随将军一起出征了。是将军，我一定会好好训练，争取早日成军。将军营交给胡兵看守，谢不二集结了整整1万大军，在第2天开拔出征草原。谢将军，陈某祝谢将军旗开得胜，早日凯旋。陈县令，等着看这精彩的过程吧。不过你那设备有点差了，如此精彩的过程，当然得用个好的设备观看。苹果16正式发售，大家不想高价买可以去租着试试，在人人租 APP 上租，只要官网价5.99折，十分划算。除了手机还能租相机、游戏机，啥都能租。租东西就找人人租，万物皆可租，省钱上人人租。将军凯旋，将军凯旋。借诸位吉言，出发。谢不二率领大军开拔，浩浩荡荡的大军跟在谢不二身后，旌旗昭昭，朝着草原而去。深入草原50里后，王武在接到谢不二的密信，便带着斥候来迎。将军不必多礼，说说你们打探到的情报和地图。自戎狄部战败退去，谢不二就让王武等人深入草原刺探情报消息。回将军，那戎狄先游部王庭就在曾经的河西郡郡城附近，先游部各部落我们也已经摸清楚，折损了40-50个兄弟。很好，就先拿最近的一个部落开刀，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最近的一个部落离此等有70里地，人口上万，是一个中型部落。你前面带路，所有将士听令，即行军出发。不久后，行军到了距离那个部落只有5里路，重骑兵换马着甲，准备冲锋。武成，你部分成2队，在重甲铁骑2翼，跟随重甲铁骑以雁行阵冲锋。是将军。重甲铁骑换装上马后，石天生一手持重甲，一手持军旗，王展跟着谢不二身边，一手握刀，一手持谢不二的帅气，等待着谢不二命令。冲锋2个字一出，所有骑兵策马奔腾，像是离弦的箭飞射出去，卷起了烟尘滚滚，气势如虹。先由丹珠部敏锐的老骑兵瞬间发现了不对劲，不好，这是大卫骑兵。当那丹珠部落老骑兵看到大卫的军旗后，大惊失色，他立马调转马头朝部落冲去。敌袭，敌袭！敌袭的声音在丹珠部响起，丹珠部落战士纷纷上马迎敌，重甲铁骑如滚滚钢铁洪流，气势如山海般压来，猛烈的冲撞进丹珠部落骑兵中。该死，竟然敢杀入草原，未够好打！丹珠部落首领丹鹤当即率领部落勇士冲锋，杀向谢不二。谢不二一枪将冲来的那把谢敌枪劈杀成2半。丹珠部落的首领像是一个普通士兵一样死在了谢不二手中。中军重甲铁骑横冲直闯，摧毁
毁一切，2则轻骑兵或是射杀敌人，或是围剿逃跑漏网的丹珠部落骑兵。半个小时不到，上万人的丹珠部落覆灭，精壮男子被斩杀殆尽，只剩下妇孺老弱，高过车轮的男孩也被斩杀殆尽。整个丹珠部落充斥着血色与哀嚎。扫荡完丹珠部落，谢不二部并没有多停留，便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。又增加了5000多的杀戮值，很期待此次出征草原能收获多少杀戮值。将军，下一个仙游部落距离此地有30里，人数不多，要不要去扫荡一番？出发！谢不二当即下令，他要一路横扫过去。1天后，谢不二率领大军扫荡了个仙游部大小20多个部落，斩敌5万余。谢不二的杀戮值增长到3万多点。父亲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一点都不稳重，看来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。父亲，魏人打来了。前2次战争，面对谢不二，已经将他的心气神都给打没了。魏人打来了？什么魏人打来了？父亲，魏人大军打入草原来了，屠戮了我们20多个部落，5、6万族人。魏人大军什么时候有如此胆量，敢打入草原来？100年前，他们仙游部打下大卫河西郡，夺取这片草原，使得大卫失去了木马之地。100年之久，也不见大卫打过来，将这片土地夺回去。今日大卫长胆量了，竟然敢打入草原来，来了多少人？听汇报的人说有1万骑，区1万骑也敢入草原来攻打我仙游部，这是没有将我仙游部放在眼里啊！区万骑就敢挑衅他仙游部，这是多么看不起他仙游部落！给我召集5万勇士，我要灭了他们！竟然敢藐视我仙游部，可知道大卫是何人领军？来报的族人没有说，估计也不清楚。废物，滚出去派出斥候，将敌军信息打探清楚。戎狄仙游部反应也十分迅速，集结5万骑兵，准备将谢不二部全部斩杀于草原上。将军，斥候来报，仙游部集结了5万大军，朝我们这里赶来，我们要不要避其锋芒？这回谢不二部正在一处草原上休息吃饭，听到王武的来报，谢不二便沉思起来。戎狄骑兵有5万，而我们加上府兵有1万人，5比1，怎么看？优势都在我，优势在我，何须避其锋芒？此话一说完，旁边王展手里的羊腿都差点掉到了地上。敌人5，我方1，1比5，优势在我，是我术数没有学好吗？正好省得一个个部落找过去，灭了这5万仙游骑兵，这不戎狄人必然实力受损，元气大伤，以后很长时间都难以再举兵攻打河西县。前后死在他上的人数将达到10万之巨，他不信这支戎狄部落能够做到全民皆兵。见谢不二决定要与戎狄大军硬碰，众人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谢不二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。王武，你继续辛苦一下，带着斥候监视戎狄大军的动向。是将军。王武又匆匆带上一点食物，就前去监视戎狄大军的动向。石天生此刻一个人抱着一整只烤羊啃，在他脚下已经堆满了羊骨，在他眼里只有吃的，打仗的时候跟在将军谢不二身后猛冲猛打就行。谢不二部没有继续去扫荡仙游部族，而是就地安营扎寨，休养气息起来，等待着戎狄大军的到来。第2天下午时分，王武带着斥候回来。将军，戎狄大军已经距离我部不足10里路程，来的有一点慢了，害得我们在这里等了那么久。集结，上马，准备迎敌。谢不二一声令下，所有骑兵迅速上马，走去迎接一下我们的敌人。谢不二一马当先，率领军队前去迎战。3000府兵，谢不二并没有让他们上战场，而是在原地守好物资和战马。这个不再肾虚的男人率领1万大军对战5万大军，以1对5，优势在他，何必避其锋芒？诸位将士，敌人就在眼前，尔等可敢追随吾冲锋，杀他个天翻地覆？将士们战意高昂，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戎狄5万骑兵大军，他们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是热血沸腾。诸军随我冲锋！重甲铁骑紧紧跟随谢不二，直冲戎狄大军。5成的5000轻骑兵分成2队，在2侧发起冲锋。见了我们竟然不逃跑，区一个先天大圆满的午休，也敢率军朝我们发起冲锋，简直就是不知道死活。于虎率领5万铁骑，欲要彻底将谢不二部斩杀于这片土地上。当双方碰撞在一起，戎狄骑兵不断被谢不二部下重甲铁骑斩落。死！于虎挥舞着手中斩刀就朝谢不二斩去。谢不二在血气与真气的覆盖下，挥动长枪便朝于虎打去。于虎到死他都没能想到谢不二这个老六会这么强大。附近的不少戎狄骑兵将领看到这一幕，直接被吓傻了。宗师后期的首领被一枪打爆了，眼前这个大卫少年将军是何等恐怖的强者！仙游部落主庭，于丹军整日心神不宁，总感觉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谢不二一枪打爆了戎狄仙游部落首领，继续将一个个戎狄部落先天将领斩杀。先天强者一死，重甲铁骑宛若冲入无人之境，兵锋不可阻挡，直接凿穿了戎狄5万骑兵。武成率领的2路轻骑兵也配合着重甲铁骑冲锋分割，不断将戎狄骑兵分割成小块斩杀。杀光一族敌寇，将士们大毁，敌骑兵群龙无首，还被冲击分割，首尾都无法相抵，士气直接降到了冰点。该死，这是大卫的重甲铁骑，我们根本破不了他们的防御，连战马都是穿着重甲，打不过。不好了，首领阵亡了，将军们也被杀了。完了，我们都完了。看着这戎狄大败，真想用我这新手机记录下来，发给杨业将军，让他看看。将军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，现场
光打钱，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戎狄部落骑兵混乱不堪，不少人此刻已经面色惨白。怎么办？逃啊！被冲击混乱的戎狄骑兵，有的被吓破了，当即选择逃亡，也有些心怀死志，朝大卫骑兵发起冲锋。砖头，继续跟我冲！池天生扛着军旗，王展扛着帅旗，跟随谢不二继续冲锋。重甲铁骑紧紧地跟着江旗和帅旗冲锋，又调转头冲杀一地。古城也指挥着部队围杀，将冲乱的戎狄骑兵和逃跑的戎狄骑兵总杀。仅仅是2个冲锋，就彻底打败了戎狄5万骑兵。地上满是残肢断臂，尸骨累累，受伤的战马倒在地上哀嚎。杀！别让那些骑兵逃跑了！残阳西斜，血红的光芒洒落在草原上，将草原染得血红。追杀围剿逃跑的戎狄骑兵，只能交给武城去做。看着战胜了戎狄5万骑兵，部下们神情激昂，他们可是战胜了5倍于己的敌人。大胜！大胜！将军威武，河西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，河西军威武！部下将士热血高呼呐喊。此战传回去，他们必将被历史所书写。100年了，他们算是第一支打入河西草原的大卫军队，这将会是无上荣耀。哈哈，爽快啊！策马狂奔，金戈铁马，斩敌于马上。何其的壮志热血，让他感到畅快无比。痛快！原来沙场杀敌，这也是男儿豪情。以前他混迹江湖的时候，快意恩仇，现在戎马征战疆场，又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。吩咐下去，救治伤员，去让府兵们来收拢战马和兵甲。是，将军。谢不二坐在白马上，看着刚才冲锋的战场，那里埋骨了戎狄3万多骑兵。微风吹来，空气中都夹杂着血腥味。谢不二等将领默默地看着那些府兵，以后也是要转为正规军的，以后要直面这种战场。在夕阳落下的时候，率军去追杀戎狄逃兵的武城率领骑兵返回来。将军，属下作战不利，让戎狄逃回去了几千士兵。这不是你的过错，此番我军以势大胜，以7000对5万，杀得对方尸骸遍野，血流成河，自身伤亡还不过1000，这已然是大胜。这一战过后，戎狄显游部将在1、2年内组织不起大军进犯边境。打扫完战场，谢不二便率军离开，取得空前大捷，士兵们的脸上满是笑意。斩杀敌人不仅可以获得军功，回去后还能领取赏金。夜晚，谢不二率部在一条河边扎营，军营里篝火点亮了寂静的黑夜，嘹亮的歌声响起，将士们敞开了吃肉喝汤。好吃，还是这烤全羊好吃。你吃慢一点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倒是羡慕他，要是我也能这么吃就好了。天生神力，只要能吃就能修炼提升修为，这怎么不让他羡慕？这次回去后，你去领一枚4阶破境丹，将修为提升到后天境界吧。嘿嘿，早就想要一枚4阶破境丹了，将军你不说，我也要找你要。谢不二笑着点点头，看着一个个脸上满是喜悦的麾下将士，他也满眼都是高兴。不仅是获得了一场大胜，击败戎狄5万骑兵，使得他的杀戮值累积增长到了77519点。将来这么多杀戮值，足够将修为提升到大宗师极限了。于丹军看着天色慢慢的暗下来，那种不安的感觉更加强烈，在部落前不断走来走去。小王子，你别走来走去的了。我心中很是不安稳。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族长带领5万骑兵去对付1万敌人，定然能将敌人斩杀干净。况且族长还是宗师后期的强者。我知道，可是就是没由来的感到心神不宁。夜幕将笼罩整个草原，那种压抑感没由来的让于丹军更加不安。等到夜深后，于丹军隐隐的听到有马蹄声传来。于丹军看着逃回来的士兵，一个个狼狈不堪，心瞬间就沉到谷底了。怎么回事？尔等为何如此狼狈跑回来？小王子殿下，首领被杀，我们大败了。什么？于丹军听到这个噩耗，瞬间如遭遇雷击。他父亲死了，5万大军败了。好半晌，于丹军才缓过神来，眼神里满是悲愤。你们遇到的是什么军队？不知道。小王子殿下，我知道，那大卫军队的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卫的谢字。该死的，我就知道，来入侵的果然是大卫河西军。他本就劝他父亲要谨慎，或者是将他爷爷给叫上一起，可他却被他父亲训斥了一顿，说他被魏人吓破了胆。那大卫河西军将领就是一个怪物，父亲一定是遇到了那河西军将领，我要去找爷爷，爷爷出手，一定要将那河西军将领斩杀报仇。于丹军愤怒，此仇必报。爷爷，大孙子来了，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？于丹军跑进石室内，扑腾就跪下，嚎啕大哭起来。爷爷，父亲死了，小叔也死了。什么？他2个儿子死了，岂不是说他只剩下一个2儿子了吗？你说你父亲和你小叔死了？爷爷，于丹军将事情都说了出来。于雄额头上青筋暴起。你父亲愚蠢。爷爷，于丹军瑟瑟发抖。此刻他爷爷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，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去找你说的那位人，斩了他，给你父亲和你小叔报仇。你传信给你2叔，回来主持部落。说完，于雄就消失在于丹军眼前。见他爷爷走后，于丹军才从地上爬起来，眼里满是期待。魏狗，爷爷出手，你死定了！我爷爷一定会斩下你的头颅，来祭奠我父亲和小叔。于丹军咬牙切齿，紧紧地捏着拳头。谢不二抬头看着夜空，天空中繁星密布，闪烁着星光，那一颗颗星辰明亮，让谢不二看起来都感觉有些虚幻。大宗师初期的修为，看来还是不能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，还是得继续提升修为啊！加点提升修为，瞬间18000点杀戮值消耗，磅礴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，开始不断强化。
是血光。突然，他感受到了黑夜中有一道极强的气息朝这个方向而来。大宗师，这戎狄强者来得好快！谢不二目光看向那个方向，一道血气狼烟直冲天际，根本不带一点掩饰。对方找上门来，肯定是为了报仇。不行，万一那尊大宗师狗急跳墙，对普通士兵出手，造成的损伤会非常的大。谢不二当即起身，身影消失在军营中。谢不二离开军营后，就将自身的气息压制到宗师大圆满，飞快地迎上去。好敏锐的感知能量，可气息有些不对。于雄感受到朝他而来的那道气息，发现不对劲。宗师大圆满，虽然能打败大儿子，可想要斩杀大儿子，一击轰爆小儿子，并不太可能。这个不带肾虚的男人率领1万大军横扫草原，大胜戎狄5万大军。然而此刻也是惊动戎狄大宗师出动了。你就是那魏军的将领？不错，本人就是魏军将领。你很有勇气，斩杀了我大儿子和小儿子，还敢主动来面对我。于雄看向谢不二的目光，像是在看一个死人，目光冰冷。老头，你很勇啊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？我听到了什么？这宗师大圆满的小子说我很勇。话说，自从100年前我斩杀了一个大魏大宗师之后，你们魏人都不敢再入这片草原，你是第一个。于雄大笑着，他眼里满是欣赏。下辈子投胎到我仙游部落来吧。于雄话音一落，便出手，一掌朝谢不二镇压而来。死老头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这么难听，还让我投胎到仙游部落，多埋汰人啊！谢不二面对那恐怖的一掌，直接举拳就轰去。于雄被那强大的力量震退了2步半，他神色满是诧异，难以置信。你不是宗师，你是大宗师。我不是，你别乱说。谢不二否认，他举拳就朝对方轰去。死来！两人此刻是你一拳我一脚，打得你来我往，纯粹是力量体魄之争的碰撞。几十上百拳下来，于雄渐渐地发现不对劲，对方的体魄比我的强大不是一星半点，打出的力量好像也并没能伤到他。可他挨上谢不二一拳，就感觉像是被无上巨力捶打一样。这小子是什么怪胎？不能再拖下去了，要强势诛杀了这个小子。于雄体内五脏共振，5道先天精气旋转，释放着强大的。这是打算出全力下死手，准备轰杀我了。谢不二血气与真元凝聚，直接打出全力一击，毫无保留。他喵的！我最强的一击不但没有轰杀眼前此子，反而被对方一拳打爆了手臂。于雄来不及多想，飞速倒退。谢不二身影随形如魅影，一拳朝于雄的胸膛轰去。吃我一脚！见状，谢不二一拳轰向于雄踹来的冲击。于雄忍不住痛苦的惨叫了起来，他的脚也被谢不二一拳给轰碎了。该死的小贼，你演我！既然你不想当陪练沙袋，那就送其去死好了。我恨！一拳落下，如同一轮大日砸落，泯灭了其所有生机。一方草原雄鹰今日身死道消，一切成灰。收获400杀戮值。说真的，我宁愿去斩杀100-200个戎狄士兵，速度快，都比这收获多。谢不二在于雄上翻了个遍，什么都没有，不禁皱眉。这么穷的吗？不说空间戒指，连几2碎银子都没有。呸，穷鬼！谢不二一脚踢爆于雄残尸，血骨无存，便转身离开。这是大宗师血肉，蕴含恐怖磅礴的精气，若是让野兽吃了，可能会化妖。仙游部落的底牌靠山被我打死，看来明天可以继续横扫河西草原了。谢不二在思考，是不是要一举拿下河西草原，收复疆土。谢不二悄无声息地回到军营，无人知道谢不二今夜不仅修为提升了一层，还出去顺手打杀了一尊大宗师后期的5道强者。仙游部落主庭，于丹君美美的睡着，差点就登基了，接受天下朝拜了。早知道就再憋一下。看着外面天光大亮，于丹君伸了一个懒腰起床，去看看爷爷回来没有。于丹君当即朝他爷爷闭关修炼之地而去。来到闭关的石洞内，于丹君并没有看到他爷爷回来。什么事耽搁了吗？算了，还是去吃餐吧。我爷爷应该也去吃了，我也要跟他一样。天亮后，谢不二部吃完早餐，谢不二决定带领部下继续扫荡仙游部。在谢不二率领大军进入草原，扫荡仙游部族之际，安宁关这边也迎来了大敌。匈奴左贤王浑如邪率领15万大军，请来了5尊宗师，欲要踏平安宁关，以报年前失败之仇。浩浩荡荡的大军战马奔腾，战旗如林，让军队急行军，尽快赶到安宁关。本王要在1天内拿下安宁关，入关南下。匈奴大军浩浩荡荡而来，安宁关内，杨业、孙浩等将领接到探子传回来的信，一个个神色凝重。这匈奴左贤王当真是贼心不死，15万大军，5个大宗师随军而来，好大的手笔！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，我们安宁军刚刚恢复一些元气，只怕是抵挡不了啊！年前那场大战，经过几个月的恢复，他们安宁军才恢复一些元气。上书朝廷求援吧。等朝廷大军到，只怕我们安宁关已经被匈奴大军踏平了。听说谢不二那小子已经是宗师强者了，而且实力不弱，距离我们也近，1天就能赶到，向他请求援助，先将匈奴大军抵挡住，等待朝廷大军到来。不错，怎么把那小子给忘了？我同意向他求援。杨业看着部下5个将领都同意向河西军求援，他也不反对。上书朝廷求援，然后派人去河西县，请求河西军出兵援助。嘿，只怕见了那小子，我们得向他行礼，叫他将军喽。谁能想到，曾经他部下的一个小兵，如今已经位列将军，实力达到了宗师。几天后，一封求援书上报朝廷，然后一个信使带着杨业的亲笔书信，快马赶往河西县。来者何人？速速止步！军营重地，禁止擅闯。我乃安宁关信使，安宁关告急，匈奴15万大军扣关，请求谢将军出兵援助。对面的士兵10几个已经搭弓拉箭瞄准他。谢将军不在，
快，等着，我们去汇报胡校尉。不久后，胡兵接到通报赶来，我是河西军校尉胡兵，谢将军不在，由我暂时镇守军营，你可将信给我验真伪？那信使当即下马，拿出信件来，跑不过来，将信递给胡兵。胡兵接过信，上面书写的赫然与这信使说的一样。将军出草原了，这下难办了。来人，去城里请郭校尉、萧校尉来商议军事。是，校尉。一个士兵快速入城，去城中军营里请郭孝平与萧楚一。不久后，萧楚一和郭孝平赶来。老胡，什么情况？你们看。胡兵将信件给郭孝平和萧楚一两人看，看完信件，两人神色凝重。怎么办？将军不在军营，三人头疼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？能怎么办？必须要出兵。若是安宁关破了，定州也要沦陷在匈奴铁骑下，我们也要被断后路。支援必须要支援，让斥候去找将军。我们先派出部分兵力前去支援安宁关。我先率军去支援安宁关，你们两镇守河西县。还是我去吧。郭校尉，你还是留守河西县吧，毕竟这里是我们的大本营，不容有失。我和胡校尉各率领5000兵马前去支援，留1万士兵给你守护河西县。不错，老胡，你还是留守河西县吧，我和萧校尉前去支援。郭孝平无语，2票对1票，他只能留下来镇守河西县。不久后，胡兵和萧楚一两人各自率领部下赶往安宁关，斥候也策马入草原前去寻找谢不二部。安宁关外，匈奴大军安营扎寨，只等休息一晚，明日便发起兵锋。杨业等将领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关外的匈奴大军，神色凝重，隐隐的觉得不安，似乎这匈奴大军中隐藏着什么凶险。匈奴大军中，左贤王浑如邪此刻正对一个老者毕恭毕敬的。你说我孙子是死在这安宁关将领手上，等破关后还请左贤王替我找出来，我要取他首级回去，祭奠我孙子亡魂。在他看来，这左贤王还真是有点废物，10万大军拿不下一个3万人镇守的关口。一定，大人，我一定会将其抓来送给大人。有这尊大宗师随行，也是左贤王对于拿下安宁关有十足把握的底气所在。战争的宁云再次笼罩在安宁关上空，这就是边关连年征战，烽火不休。这个不再肾虚的男人率领大军进入草原，扫荡现有不足之际，安宁关这边也迎来了大敌。此刻匈奴大军中响起了号角声和战鼓声，匈奴攻城先锋军如潮水般涌来。与此同时，匈奴大军中箭如雨，铺天盖地的朝城墙上射，匈奴骑兵也在城墙下游荡射击，铺天盖地的呐喊声震动天际。安宁关守军不少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兵看着这情况，脸色大变。注意躲避箭矢，大家别慌，匈奴大军攻破不了城墙。今日是他这个营先上城墙来镇守，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见过血的新兵，只希望别匈奴大军一攻上城墙来，这些士兵就惊恐败退了。很快，匈奴大军付出不小的代价后，就攻上了城墙，与守军厮杀在一起。厮杀声在城墙上响起，极其的惨。五位，还请你们出手，斩了安宁关守将杨业。左贤王且等着，我们去将其首级取来。 5尊宗师同时出手，踏空而上，来到安宁关前上空。恐怖的宗师威压让不少人都感到心神恐惧。杨业出来受死！该死，好狂啊！看着那5尊宗师身影，孙浩等人脸色铁青。我去对付他们，你们守好城墙。杨业手持霸王枪，一步踏出，杀向心中。动手，杀了他！那5尊匈奴宗师纷纷出手，杀向杨业。恐怖的真元波动在高空中激荡，滚滚如浪潮。匈奴大军中的后天强者、先天强者也纷纷杀上城墙，参与攻城。杨业力战5尊宗师不落下风，这让左贤王混如邪忍不住皱眉。 5人大战1个人，竟然还拿不下那杨业。大人，还请出手相助，拿下安宁关。老夫就替你出手一次。大人且出手，我欠大人1个人情。想要快速拿下安宁关，横扫永州和定州，现在就只能让贺兰雄鹰出手。大宗师，匈奴大军中有大宗师跟随而来。城内等待着上城墙替补的老兵眉头皱起，神色有一丝犹豫。咋了，司长？哎，看来以后这舒适的日子怕是没有了。他终究是无法看到这座城沦陷在匈奴铁骑之下。飞，走了，跟了老兵那么久，咱老兵突然就变成大高手了。我得用我这新手机记录下来，发给谢不二让他看看。大牛哥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 贺兰雄鹰看着挡在他前面的老兵，眉头挑了一下。大宗师，这安宁关竟然还有大宗师隐藏。老兵出现在高空中的这一刻，杨业、孙浩、李道等人都呆愣了。什么时候安宁军中还隐藏着这么一尊恐怖的大高手？他们打他们的，我们看看就好了。安宁关必破，我要找出杀我孙子的凶手，那就是没得商量了。他是真的很不想出手啊，毕竟好不容易才安稳了10几年时间。贺兰雄鹰也不与老兵废，抬手就朝老兵打来。杨业等人纷纷远离，转移战场，生怕大战波及到他们。老兵抬手一拳轰出。 拳掌相交，如雷鸣般响彻天穹。还以为今日死定了，看来今日不用死了。这安宁关应该也有几分希望受得住。天空中，老兵与荷兰雄鹰大战在一起，两人拳掌相向，势压虚空，真元如潮水滚动。有老兵帮忙抵抗荷兰雄鹰，杨业也不再阻挡，继续与匈奴5尊宗师大战。残酷的大战一直在持续。高空中是大宗师、宗师们的战场，城墙上是士兵们的战场。
谢伯尔那小子怎么还不来？我们快抵挡不住了。也许还在路上，坚持住。此刻，他们唯一能盼得上的，就只有谢伯尔这支军队。大战一直持续到中午，安宁关城墙岌岌可危。来人，再派1万人压上去！今天我一定要拿下安宁关。是，部下将领当即调兵遣将，继续派出士兵攻城。萧楚一和胡兵两人带领部下策马狂奔，赶紧赶慢，终于是赶到了安宁关。安宁关南面城门也紧闭，城墙上有人镇守。看到上万大军策马狂奔而来，纷纷警戒起来。城墙上的弓箭手搭弓拉箭，对准城外滚滚而来的大军。这是谢伯尔的援军到了吗？赶快将弓箭收起来，这是河西县的援军。弓箭手纷纷将弓箭收起来。大军来到城墙下，停了下来。这么多骑兵，不得了啊！比我们安宁军还富有。我等乃是河西军前来支援，城上守将速速开门。武校尉向下看去，并没有看到谢伯尔的身影，但还是让人打开城门，让大军入城。吾乃安宁军武校尉，敢问谢将军呢？吾乃河西军萧校尉，谢将军出草原去扫荡戎狄部落去了。我等接到求援信，便先行赶了过来。武校尉皱眉，谢伯尔竟然没有来，这有些麻烦。我靠，都他妈是武徒，武者没有一个凡夫俗子。多谢萧校尉，还请赶快去支援。城墙上战况吃紧，我还要镇守南城门。行。萧楚一和胡兵两人带着部下快速登上城墙去支援，列阵杀敌。列阵杀敌。随着胡兵和萧楚一大喝，部下士兵迅速列出鸳鸯阵，开始绞杀匈奴敌军。鸳鸯阵的杀伤力瞬间就展现出来，不断有匈奴士兵被斩杀。这是谁的部将如此勇猛？看着好像不是我们安宁军啊。嘿，这些好像是谢伯尔的部下。孙浩等安宁军将领高兴地笑了起来，援救可算是到了。怎么不见谢伯尔？众人边对敌边寻找，并没有见到谢伯尔的生身影。而此刻的谢伯尔正在河西草原上带领部下休息吃午饭。杀戮值+1+1+1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将军？没事。他在想，会不会是河西县遭遇敌人进攻了？不行，我得率军回去。河西县不容有失，快速吃饭，吃完饭回河西县。啊，不继续攻打戎狄了吗？一众部将不明所以，他们此时正一路高歌猛进，打得仙游部落节节败退，这会不乘胜追击吗？战利品太多了，先送回去，下次再继续攻打戎狄。吃完午饭，谢伯尔部往回走了50多里，就遇到赶来寻找他们的探子。将军急报，不会真是河西县出事了吧？将军急报，安宁关10万火急，匈奴15万大军扣关，5尊宗师来袭，安宁关杨业将军来信求援，叽里呱啦，嘎啦叽里。难怪这会收到杀戮值进账，原来是胡兵和萧楚一带兵前去支援了。广武，你先一步回去，让郭孝平带领士兵前来接收战利品。是，将军。吴成，你带1000士兵，带着这些战利品朝河西县赶，将战利品交给郭孝平，然后再带领5000士兵赶往河西县与我们会合。是，将军。所有将士听令，急行军赶往安宁关。3万多匹战马，急行军不断换马，这样也不怕将战马跑废。傍晚，匈奴大军依旧没能拿下安宁关城墙，突然杀出一尊大宗师，完全打乱了左贤王的计划。左贤王只能无奈退兵，只等明日继续进攻。该死，安宁关中怎么还有一尊大宗师？真是该死啊！看着有几分暴怒的左贤王，周围的亲兵将领都不敢开口接话。触怒了左贤王，恐怕都没好果子吃。看着退去的匈奴大军，孙浩等人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悦。这才第1天而已，后面的攻势将会更加猛烈。多谢两位赶来相助，若不是两位带兵赶来，只怕今日的安宁关要守不住了。将军客气了，我们河西军也是从安宁军出去的，互相援助本就是应该的。他以前可是安宁军的老兵，曾经也是安宁军的一份子。哈哈，这话说得好，我们本就是大魏军队，就该互相守啊，互相帮助。胡兵，想不到你现在都是校尉了，后天大圆满，不错啊。这都是谢将军为我们提供的条件。对了，你们将军谢伯尔呢？我们将军带着大军出征草原，扫荡戎狄部落去了。这小子真是一个闲不住的主。我们已经派人去找将军了，相信他收到消息会很快赶来支援，希望来得及吧。杨业没想到这次匈奴来得这么凶猛，要不是有老兵，只怕现在安宁关已经沦陷在匈奴铁骑之下。我看你们对付敌人的军阵很新颖，以前没有见过。这是我们将军自己创造出来的军阵，名叫鸳鸯阵。他们将军创造出来的军阵，他们也有心容颜。这小子真是厉害，还能自创军阵。孙浩、赵永安、李道儒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想不到谢伯尔那小子竟然还能创造出这么厉害的军阵来。带他们下去休息，好好招待友军。谢伯尔这小子真有本事，这才多久就训练出一支强军来。要是他知道谢伯尔部下还有一支重甲铁骑，一支5000人的重甲陌刀部五族，又作何感想？不久后，杨业来到老兵的住处。前辈，今天多谢了。什么前不前辈的，我只是一个老兵而已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都得感谢前辈挽救了安宁关。要是没有前辈出呼，这安宁关已经沦陷在匈奴铁骑之下了。此战过后，老夫又得换地方了。虽然今日出手保全了安宁关，可是他自己也暴露了，曾经的仇敌自然会找上门来。道谢过后，老兵与杨业并没有多聊，杨业便回去了。他还需要思考如何抵御明天的匈奴兵锋。这个不再肾虚的男人带领1万铁骑，火速支援安宁关，抵抗15万匈奴大军扣关，来收割杀戮品，提升实力。
明日所有军中强者都给我压上去，撕碎安宁军防御，必须给我拿下安宁关。今天没能拿下安宁关，让他在贺兰雄鹰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。吾等明日定当尽全力一战。匈奴这边卯足了劲，明天要一战定乾坤。谢不二部除了吃饭的时候休息一会，便日夜兼程的往安宁关赶。第二天一早，匈奴大军就开始进攻。匈奴大军今天派出的都是精锐，即使有军阵，可实力悬殊过大，也起不来多少。该死，这怎么打？孙浩苦不堪言。此刻他面对3尊先天强者的围攻，匈奴大军这是疯了吗？军中所有强者都压了上来，不只是他们，那些个校尉现在也被围攻。此刻已经有校尉被斩杀。今日我们要守不住了吗？赵永安心情沉重，一旦安宁关被攻破，永定2州都将步入燕齐3州的后尘。在安宁关岌岌可危之际，谢不二率领部下马不停蹄不停歇地赶到了安宁关外。将军，我们现在就发起进攻吗？让部下休息几分钟，重甲骑兵立马换装。即便部下都是午休，可连夜赶路，人马都会疲劳。看样子安宁关还能抵挡一会。匈奴大营正在关注着攻城战事的左贤王，看着节节败退的安宁军，脸色可算是露出了一丝喜色。大王，斥候来报，西方来了一队骑兵，可探清来者。斥候说是大魏军旗，好像是大魏的骑兵。大魏骑兵哪里来的援军？有多少骑？回大王，对方有1万多骑兵。来人，给我派3万骑兵去灭了这支骑兵。是大王。匈奴一个部将当即前去调集3万骑兵，准备灭了谢不二部。左贤王看着即将拿下的安宁关，嘴角忍不住露出一丝笑，看着浩浩荡荡杀来的匈奴骑兵，谢不二目光一闪，准备战斗。将军，对方人数有点多，要不先用我这新手机联系一下顾小平他们吧，让他们赶紧赶过来。不用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发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3000多的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发爱回收回收了。现在他们刚休息一会，立马发起冲锋，对他们不利。等匈奴骑兵接近他们2里的时候，再发起冲锋正好。看着越来越近的匈奴骑兵，谢不二部已经严阵以待，只等谢不二一声令下。诸军随本将军冲锋杀敌，碾碎他们。随着谢不二一声令下，严阵以待的骑兵瞬间策马冲了出去，重甲铁骑紧紧跟随谢不二，两侧轻骑兵拉开阵型冲锋，骑兵冲锋，声势浩荡，军煞之气席卷云霄。杀！我们要以绝对的力量踏灭这支大魏骑兵。冲在前面的匈奴骑兵，重甲铁骑冲撞在一起，瞬间就被连人带起纵飞，顷刻间便是死伤无声。谢不二冲在前面，一枪扫出，枪芒如月，匈奴骑兵顿时死亡一片。仅一个冲锋，3万匈奴骑兵就只剩不到4000骑。活下来的匈奴骑兵惊恐地看着谢不二，不要停留，继续随我冲锋。他的声音传入部下将士耳中，他要带领骑兵直接冲撞匈奴大营。怎么办？这些魏人朝我们大营去了。追，不能让他们冲进大营去。要是左贤王出了意外，他们及其家人都要陪跑。谢不二部气势如虹，铁骑铮铮，兵威势不可挡，直冲匈奴大营。本在闭目养神的贺兰雄鹰顿时睁开了眼，他敏锐的心神似乎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气息在接近。怎么这么乱？我不是派3万铁骑去对付魏人的骑兵了吗？报告大王，不好了，我们的骑兵大败，魏人骑兵杀过来了。什么？该死！你告诉我3万勇士被魏人骑兵打败了？我匈奴勇士什么时候这么无能了？一众将领看着大怒的左贤王，寒蝉凄切，大气都喷出来。来人，给我起兵，灭了那些魏人！匈奴大营里剩下了10万大军。随着左贤王的一声令下，立马杀向谢不二部。将士们，斩将夺旗，光宗耀祖，载入史册。就在今日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随我杀！听到谢不二的话，部下的将士们热血沸腾，双眼放光。热血男儿，谁不想光宗耀祖，载入史册？杀，碾碎他们！杨业在高空中看到谢不二带领着2000铁骑就冲击匈奴10万大军，忍不住担忧。谢不二一马当先，恐怖的枪芒直接将前方匈奴骑兵斩杀上百骑，重甲铁骑跟在他后面，势如破竹。所过之地，匈奴大军通通被斩杀，那1万轻骑兵也趁机冲杀，快速的分割匈奴骑兵。贺兰雄鹰当即就要出手抹杀谢不二和重甲铁骑。怎么想要出手以大欺小？老匹夫，别逼我！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逼你又如何？不服就来战，让我看一下你有什么本事。昨天也没见这逼有多厉害啊，顶多就是和我打成平手而已。现在竟然大言不惭，找死！贺兰雄鹰挥拳就打来，权势如山。老兵抬手同样一掌拍出，顷刻间两人在高空中大战了起来。谢不二带领大军冲杀，不断屠杀着匈奴大军。不过1刻钟的时间，就有2万匈奴骑兵死在他手上。左贤王看着骑兵被当成猪狗般屠杀，顿时目眦欲裂。啊！该死！反击！反击呀！大王，那魏人将领太强大了，根本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他。此人只怕是一尊宗师，赶紧让宗师去抵挡，要不然我们的士兵要被杀戮殆尽。快打旗号，让攻上城墙去的高手都回来，再让2个宗师赶紧回来，让他们去抵挡那魏人将领。匈奴10万大军直接让谢不二带领部下凿穿，冰封锁过，有死无生。好恐怖！这小子练的什么部队，竟然如此强悍？如此精锐的骑兵，就是他熟悉的镇北军，貌似都没有。被谢不二凿穿的匈奴骑兵，此刻被那恐怖的凶威给吓住了。强者呢？我们匈
匈奴的强者赶快出手，杀了那个魔鬼啊！不好，那个魔鬼又带领部下杀回来了。杀，碾碎他们！谢不二继续带领着重甲铁骑调转马头，继续冲锋，冲杀匈奴大军。如此机会，正是收割杀戮值的好时机。攻上城墙区的匈奴强者此刻接到命令，只能快速撤回。匈奴宗师强者，其中2人脱离战场，是要斩杀谢不二。找死！真以为本将军奈何不得你们？那间宗师强者以尊元护体，可还是被一枪震飞出去。城墙上，匈奴高手退走绝大部分，压力瞬间就小了下来。将军他们出手了，只可惜不能跟随将军杀敌。杀！封侯败将，战将夺旗。重甲铁骑凶威恐怖，匈奴轻骑兵根本难以抵挡重甲铁骑的冲锋。匈奴2尊宗师全力而动，要将谢不二轰杀于马上。面对2人杀来，谢不二抬手就是一枪轰出，打向那2人瞬间化成了血雾，像是被打爆的气球。一枪打爆2尊宗师强者，要不要这么恐怖？看着瞬间被打爆的2尊宗师，左贤王脑海中一片空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瞬间就爆成血雾了？半年不见，这小子现在这么强大的吗？这个魏人将领似乎隐藏了修为，给我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。谢不二一枪轰爆2尊宗师，他没有停顿，继续率领铁骑冲锋，横扫匈奴骑兵。左贤王看着部落勇士像麦子一样不断倒下，他脸色煞白。完了完了，此战已然败了。马踏安宁关，策马南下，放牧大魏的梦想，这一刻破碎了。哈哈哈哈！天不亡我安宁关，天不亡我安宁关啊！孙浩、李道儒等人带着伤，呆呆地站在城墙上，看着谢不二部大开杀戒，凶猛的一塌糊涂。这么勇猛的军队，好恐怖！不是军队恐怖，是谢不二太恐怖。一枪轰杀2尊宗师，银枪一扫就是成片的匈奴骑兵倒下，这谁能抵挡？大王，不能再战了，再战我们都覆灭在此了。撤退，赶紧走！对，不能再战了，快撤军，打旗号，让他们护卫我，赶紧走！匈奴大军顿时吹响了撤退的号角，左贤王的护卫军带着左贤王就跑，生怕被堵住。此刻匈奴骑兵如潮水般退去，跑的那叫一个快，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。看着匈奴骑兵败逃，重甲铁骑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呐喊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安宁关城墙上看到这一幕，也是爆发出呐喊声，整个安宁军一片沸腾。他们胜了，不用再担心城破人亡了。哈哈哈，我们赢了，万胜！谢不二部大败匈奴大军，将匈奴大军打得狼狈逃跑，解围了安宁关危机。无数安宁关将士都爆发出呐喊与欢呼。